凶啊！算命的，我劝你最好不要为了钱胡说八道。我家小姐吉人天相，怎么可能会是凶啊？哎，这位客官，话可不能这样说。且听我细说如何破解这个凶字。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天界之人，语闻清扬，速速交出通往天界的办法。就凭你们也想窥探天界？哼！冥顽不灵！起！鬼祟之辈，滚出来！五仙阵！天界之人的神通果然不可预测，连陆仙阵也拦不住。错过这次，想要再找到他，恐怕很难了。哎呦，累死我了！钱没拿到也就算了，家伙都没拿，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小姐，给我看看手相，一切自会解开。看出什么了吗？差一些，还请小姐摘下面具，好让我一观面相。你居然是男的！小姐，好你个梁骗子，今天可算让我们逮着你了！都给我上！站住！呸！什么骗子？我那是凭3寸不烂之舌赚回来的钱，是正经本事。那吴家恶霸自己到处欺压百姓收保护费，活该被骗。今天算了一卦，晚间必有财运，嘿，这财运就来了。这是啊？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拿走这块印，再也不愁吃穿。喂。哇！你，哎呀！哎呀！大哥，下次你早点醒成吗？啊！钱白花了，这药也废了。我今天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多亏那该死的恶霸！这是……你能出手救我，可见心思良善。如今我身受重伤，身上别无他物，便将这一身真力以这天职者的身份传给你吧。
大哥，我觉得你身上的那块玉佩就挺好的。大哥不想给玉佩的话，别的我们也可以商量啊，大哥。大哥直接成大爷，你这辈分也跳得太快了。世界尽头，我简单和你说一下，刚刚我将万年真理传给了你，放入你手中的是翻天印，其威力巨大无比，将仙佛捏作粉尘也不为过。只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是被那些宵小之徒占了便宜，给七界带来灾难，那我就是天大的罪人了。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你体质丹属木，我的真力属金。若是想运用真力，切记不能直接使用，需借助金属之物，否则会有爆体之危。啊？这会死的东西不要给我呀！你自己都说你重伤了，还是拿回去保命用吧。啊！若想习得操控真力之法，可前往天灵门拜师学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也许你能将七界带出死路。这话说回来，这小家伙叫什么名来着？罢了，还是先行离开，别让那群闻着味追来的东西发现了他。若想习得操控真力之法，可前往天灵门拜师学艺。我在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能过，非得去那什么天灵门，哎，晦气！哎，我的钱！嘿，啊！我的妈呀，这么大一条蛇！好可爱！危险！救命啊！这是什么？那老大哥给的真力，他不是说只有借助金属才能使用吗？我的钱呢？可恶的臭蛇！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以为童仙兄在天之灵。不过，这么大一条蛇，能卖多少钱呢？我的银子，我和你拼了！这真力使得还挺顺利。去！我是不会被同一招连续打中2次的。我的银子。小狐狸！
小狐狸，是你杀了这蛇怪，救了我。哎呀，不，恩狐放心，我知道你不想引起别人注意，我会帮你隐瞒的。啊，这顺滑的毛皮啊！恩狐，你看这路途艰险，我一穷二白，不认路，还弱得可怜，求恩狐发发慈悲，陪我去天灵门吧。恩狐要是不答应，我也只能跪下来求你了，求你了，恩狐。我刚刚好像做了个梦，是什么梦来着？楚国、相国和庞国在这片大陆三足鼎立，其中楚国最为强大，号称东达日出之处，西抵大海归墟所在，南朝沙漠死亡之海，北面万仞雪山冰穹。恩狐，你慢点，这里好阴森啊！前面那黑乎乎的一团是什么？不会是鬼吧？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又来一条蛇？救命啊，恩狐！我的妈呀！恩狐，救命啊！等去后面，后面！恩狐，我来助你！我的钱呢？前面怎么又是森林？小狐狸，你是不是把咱们带回去了？等等我呀！在楚国的最西北方向，有着被称为楚国第一修真大派的天灵门。这里就是那老小子说的天灵门。凡修真者，皆有境界。人极之境为初魁，入道、小成、大成、潜龙、结胎。结胎之后，乃是仙境。今日我天灵门大开山门，为的不是招收门徒，而是为了修真之道，迎接各位道友。聚集在此的，乃是向道之人，也是正道之人。我在大殿静待各位道友。居然爬个楼梯就能加入天灵门！我从小爬山，走过的山道可比这石梯长多了。还好这天灵门不收钱。不好意思啊。不碍事，这里就让兄台先行一步吧。谢谢你啊，大兄弟。少爷，要杀了他吗？他手上的仙狐幼崽。没有必要，在这里出手只会暴露我们。云路仙居进展如何？回少爷，云路仙居那边已经抓到了，接下来只要等到两派新弟子历练之时便可。哼，这天灵门在石阶上设了温馨幻阵，若是我陷入幻阵失去意识，必定会显露身形，被天灵门的老家伙发现。少爷，容盈羽在外等候。看来这天灵门还是有点东西。怎么了？那是我？果然还是本大爷比较帅。幻觉测试吗？对你的心魔，也就是本大爷我，保持一点起码的尊重。
心魔？既然是我的心魔，那也别摆架子了，说吧，你是穷鬼还是色鬼呀？哼，破不了幻境，你就入不了天灵门。梁希，学不到如何掌控真力，你就等着那些真力变成刀子刺死你吧。啊！这里是那个梦。啊！瞪谁呢？你烦不烦啊？你的内心怎么可能一点波动都没有？见都没见过的事，你让我怎么波动啊？不可能，那明明是你的。我的心魔怎么这么蠢？这不应该呀！等等，这是不是变相说我蠢？啊！哎呀，我的乖乖，你这么在地上睡会感冒的。啊，真好。我乃天灵门掌教青木，于此为各位弟子归献入道之机。这是能够测出真力的测灵柱，你们按着顺序一个个上前，把手放在上面即可。这个石柱在吸我的真力，糟了，那梁小四给的真力要失控了。这么大动静，结果是7，真的假的？这种人怎么走到大殿来的？还以为有多厉害，没想到是个庸才啊！之后你们的师父将会带领你们正式踏入修道之途，望诸君勤勉。是。我就说嘛。师父说，让人来看看你为何没有跟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既然你不想被别人知道，我不会说出去的。所以刚刚的事情就当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不然我很可能会当作怪胎被赶下山的。不能让这孩子孤苦一壶留下呀！姑娘心善，我愿意当牛做马报答。当牛做马就不必了，我不会说出去的。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快走吧。不是早脱离那个幻境的范围了吗？怎么还不行？下次再敢冒犯我们薛师妹，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师兄倒也不必如此，我相信这位同门定不是故意瞪我，只是巧合罢了。还是师妹心善。师弟们似乎不欢迎我。怎么会？谁敢不欢迎？本来就不欢迎。
你说什么？这里本就是男弟子住宿的地方，一个女弟子无端过来，成何体统？你也就只敢在我们面前逞能，想在女人面前耍威风，你还是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才是。哎，好漂亮的小狐狸！你也是今年的新晋弟子，还不快把狐狸交给你师姐？穷啊，得在一枚铜板内解决才行。叫你亲手交给你师姐，你没长耳朵吗？啊！嘿！这种人也就值一枚铜板。你，我敬你是条汉子，以后多担待担待兄弟。好，今天我就认你这个兄弟。你醒了，睡吧睡吧。哎呀，咱们都爬了1个时辰了，到底去哪儿啊？这里。这是什么？是要在这里修炼吗？嘿。有很多淡红色的线在你体内流动，那是什么？现在有一条在你的这儿，它沿着你的背脊在这么走，在这里，那些红线在往小腹聚集，然后又分散开，这难道是真力的流动？好重啊！这不重啊，至于那么大反应吗？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师傅。现在将面前的护腕戴上，并且没有我的同意，你们谁也不许把它们取下来。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都必须带着。师傅，我们是修真练真力，带这些东西做什么？世间共7界：天界、人界、灵界、幽冥界、妖界、修罗界、混沌界。而将来和你们对战的，可不只是单纯的修真人士，还可能是来自他界的强大外功修炼者。师傅，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更重一点的？在我这里，只有3种课程：锻炼真力的修心，锻炼身体的修身，以及学习各类知识的文习。当然，都是有考核的，考核不通过的人嘛。先给你们说说真力简单运用，将真力汇聚到指尖，可以通过借助手指的指向确定一个准确的目标，然后将真力打出。师傅，您能不能再来一次？刚没看清。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在1个月之内，以真力击碎1里之外的巨石。1月内，只要是站在这里能够打碎那块巨石，就算合格。
看不清啊。居然说什么1里外的巨石，根本没人能在1个月内做到吧？没想到真力是棕色的，我还以为会是比较华丽的颜色呢。那是因为凌橙子老师体质属土，而真力只有达到了乾隆境界的时候，才会出现属于修士自己的5行属性。谢谢啊。薛师姐，谢谢你为我解困。不必谢，不过顺手为之罢了。刚才那些臭男人说，师妹你时常来男弟子宿舍，不是师姐多嘴，这种地方以后师妹还是少来为妙。这些人嘴上说着好听，实际上不过都是贪图你性子温柔好说话。师妹万万不要被花言巧语诓骗了。哎，这位师姐说的对呀，仙儿，你是该多点警惕心。是你？你们认识？是你？你谁啊？我们很熟吗？林师妹，你说要来找的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他吧？薛师姐和梁希之间发生过什么吗？哎，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不高兴的明明应该是我。别闹了，乖。怎么，你也想试试自由翱翔的感觉？薛师姐，梁希，你们不要吵架。仙儿，你不如问问你薛师姐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薛师姐怎么能这样做？梁希可是视小狐狸为性命一般啊！每次我来时，都能看到她在吸狐狸。我又不知道那小狐狸对她如此重要。再说了，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哼，我看你那时候可是威风的很啊！哼，林师妹，有的人表面仪表堂堂，暗地里指不定怎么骗人呢。你可千万要把握本心，不要受骗，明白吗？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居然都这么晚了，林师妹，我们回去吧。抱歉，梁希，明日我再来寻你。啊，仙儿来找我，当然欢迎。那位就算了。哼。哎，我的小祖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可不能见色忘义，胳膊肘往外拐啊！那几个家伙都是这样的，你顾及他们的面子，委婉拒绝，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凑上来。你直说吧，又觉得你落他们面子，真是好里坏里全让他们占了。所以师姐才会想找人收拾他们吗？臭娘们儿，要不是你，我高泉还至于对那个菜鸟出手？这就是一个听不懂人话的。要不是这届弟子实力不行，今日他也不会还能站在这儿了。你是故意摆出那副样子的。本小姐什么样子还要故意？只不过是差遣一下新弟子除除虫罢了。嘿！你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还想走？哼！不过是仗着几分姿色，看不惯你那副作态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呀！谁？你是上次的？哎呦，这不是上天的那谁吗？
怎么，这么快就怀念飞翔的感觉了吗？你看看，你看看，好好的一枚铜钱，被你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这都不好意思。哎呀，这位同门，你怎么在地上趴着？多脏啊！快起来，快起来！这树不够高，你们多担待担待。饶了我吧，小芊芊，我们会记住您的付出的。你感谢的话就不用了。你要是真觉得感谢，不如给点实在的。男女有别，你刚刚怎么能对林师妹如此轻浮？啊，林师妹，你平时也多注意一些。有些人就会借着这种机会，以恩人的身份占他人的好处。谢谢薛师姐，仙儿明白。梁希，谢谢你刚刚救了我。咱俩谁跟谁呀？还是仙儿之理。不像有的人呢，被别人救了，连个谢字都听不到的。你叫梁希是吧？看在你救了林师妹的份上，我破例告诉你个消息。你们现在还在锻炼真力，并且带你们的那位还指定了考核。我说的没错吧？那就是了。铺垫这么长啊，你好啰嗦。不出意外的话，在考核之后，你们就会被安排任务。任务的内容是要求你们猎杀妖兽，带回妖丹。妖丹的品质越好，回到门派之后的评分就越高。哦，原来天灵门还做打猎的生意啊！妖兽可不比那些野物，要是有了什么疏忽，可是会轻易送命的。切，猎货打猎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这块令牌每人能在藏书阁待4个时辰。你们在考核之前，可以先去藏书阁找找妖兽的书籍，记一下那些妖兽的弱点。走。这姑娘还挺有趣。下一个。兰溪，仙儿，你也考完了？仙儿，虽然咱们这1个月以来同流合污，算是一丘之貉，但我还是警告你，你休想动小狐狸的主意。说什么呢？你那用的都是骂人的词。再说了，就算我想要小狐狸，他也不愿意跟着我呀。就一会儿，就一会儿。集合。这次考核你们能通过，为师甚慰。你们的护腕也可取下了。今日宗门要开启试炼，你们即刻启程，前往试炼之地，猎取妖丹。这是传送符，猎取到满意品级的妖丹之后，便可用真力激活传送符，回到宗门评分。试炼之地内的妖兽最高不过大成境，以你们现在的修为，只要不是毫不作为，即使打不过，也能避免生命垂危。那么，出发吧。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哎，快让我缓缓！怎么样？应该不是吧？不是啊，长老在出发前才说在试炼之地里放进了乾隆境的妖兽，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现在可好了，连那妖兽在哪儿都不知道。哎，嘘，据说啊是8位天灵门的人发现不对劲，好歹给我们发了这张探测妖兽的符。别说了，乾隆境的妖兽，那可比大成境高了整整一个境界呀！总算是找到了，小狐狸。这些金属都是你找到的，有了这些，我就不用花钱使用真力了。小狐狸，你真是我的小福星。瞧瞧瞧瞧，这就是楚国第一大派天灵门的本事。你们云路仙君名字倒是好听，还不是个强盗门派？哟呵，还嘴硬？麻烦你搞清楚，那只妖兽可是我们杀的。哼，明明是你们趁我和妖兽缠斗的时候出来抢杀的。哎，哟呵，你还不服？哎，别生气，反正他也没几天好活了。你们还想杀人灭口？哼！总正。可恶！你给我记住了！多谢相助。可不能浪费了，这都是钱呢。我们就这么算了。你拿出探测符看看。1个月的修行时间，不管天灵门的新弟子天赋再怎么好，也斗不过乾隆期的妖兽。那个废物和那个暗中偷袭的小人，就等死吧！小狐狸，小福星，小宝贝儿，我求求你了，你再帮我找找有没有金属吧？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真力用起来多耗钱。这是咱们最后的积蓄了，宗门里还不发钱，这样下去，以后咱们没得饭吃了呀！啊，不会吧，又来！是乾隆境的妖兽。不要放开
这不是仙儿吗？这么巧？哎，哪来这么大的蝎子呀？难道这就是一路仙区那些人私放的乾隆镜妖兽？梁希，还好跟师傅偷偷学了一手，这藤蔓连石头都能搅碎，我就不信绑不住。啊！大意了，竟忘了五行相克。梁希，我想起来了，藏书阁有记载，这是乾隆镜的赤炎毒蝎。果然是他，该死的！赤炎毒蝎是火属性，正好克制我。快跑！我的小乖乖，可真厉害！这家伙还没完没了了，看来又得花钱了。什么？居然连痕迹都没留下！当心！百术节有书，赤炎毒蝎生性残暴，怒之噬火，尾钩藏毒，双耳极为坚固，背部其次，腹部披甲最为柔软。我应该的，你们快跑！嘿，小心！去死吧！这畜生的血竟然腐蚀兵器，不好！仙儿！仙儿！梁希，在天灵门的这些日子，认识你们，我真的很高兴。仙儿，仙儿不要睡。可惜，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多远些，别再伤到你们。你怎么敢！这是什么兵器？又是火又是毒的，居然还没被腐蚀。好呀！这剑果然是那畜生的克星。哎！哎！上钩了！给我下地狱去吧！仙儿，我替你报仇了。怎么这就回天灵门？师傅
一定能治好你。小乖乖，幸好你没受伤。这鞋子这么大，也不知道能不能卖钱。我有点累了，歇一下，就歇一下。梁希，你忍一忍，我这就带你回天灵门。蛇胆有再生之力，外加泥水道人医术管诀，你不会有事的。这赤炎毒蝎的内丹，既能纵火，又能放毒，算得上一件宝物。居然是……罢了，天命有定端，他既然选择了你，也是机缘。只可惜，小狐狸，他们在这里！仙儿，怎么都受了这么重的伤？荆棘森林里只有涉水兔这般低级妖兽才是。于宁，你同为师一起将梁希和林仙儿送至药宫，再去将宁水师叔请来，给他们治伤。是。小狐狸，我这是回到天灵门了，是你激发传送符救了我吗？小乖乖，真是我的大福星。也不知仙儿怎么样了。你伤势未愈，不用起身。师傅，仙儿她……仙儿的伤颇为棘手，好在你二人回来的及时，现下她已性命无忧，只是伤及本里，还需静养数月。那就好。对了，师傅，这次历练我们遇到的赤炎毒蝎是云露仙居的人放进来的。云露仙居？你从何得知此事？我在试炼之地时，有听到云露仙居的弟子们议论此事。这群莽夫仗着镇东王府撑腰，欺我天灵门无人吗？师傅，要不是赤炎毒蝎身上这把断剑，我还真杀不了他。此剑材质神秘，入手却寒凉彻骨，并非凡品。连同那赤炎毒蝎的内丹，好生保管，待师尊出关之后，再帮你炼制。看来师傅也不知道他的来历。1个月后，便是云露仙居新进弟子前来比试的日子，你好好休养身体。是。被他们阴了一道，到时候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小乖乖，你看我受了这么重的伤，就安慰我一下。这剑奇怪的很，接触就会结冰。你要是想玩的话，玩这个，和你一样是火属性。小狐狸，小狐狸，你这是在帮我炼化？小乖乖，没事的，等师祖出关后再帮我炼化。你别伤到自己，我会心疼的。这个傻子，青木道人尚未出关，云露仙居的人看到这把剑，让你炼化才怪。这剑竟有一种和我血脉相连的感觉。
以后我也是有本命法宝的人了。谢谢你，小狐狸。辛苦你了，我的小乖乖。我的伤全好了，多亏了你，小狐狸。你说我哪来的福气捡到你这么个大宝贝？你要是能化形该多好，那我就可以见到你了。我错了，开玩笑嘛，小乖乖别生气啊，我给你做糖醋鲤鱼，或者叫花鸡、盐水鸭。好嘞，小乖乖想吃什么都行。只是你看，我这钱袋比你的毛都干净，灵活鲜活，你就可怜我，去找几座金矿、银矿或者铜矿也行啊，好让我有个钱买菜不是？哎，求你了，胡大爷，我叫你大爷行不行啊？没钱我用不出真力呀！怎么跑得更快了？难不成我一时叫错了？狐仙姐姐，你等等我呀！别来无恙，青木。要不是宁水给梁溪疗伤时看到你留下的封印，我还真不知他是你的传人。当初情况紧急，我不得已才在梁溪身上下此重注。好在他天赋异禀，未至乾隆镜就能斩杀赤焰毒蝎，还得了一把连我都不知来历的神兵利器。梁溪说，赤焰毒蝎乃玉露仙居中人故意投放。来日待你出关飞升金仙，区区玉露仙居不足一提，倒是他背后的镇东王府不容小觑啊。天灵门不会让梁溪参与朝堂之事，正合我意。师尊，云路仙居池田道人携门下弟子到访。青木道兄风采依旧啊！若我记得不错，半个月后才是2派新进弟子切磋的日子。池田道兄这是？王爷前些时日来我云路仙居，提及天灵门近些年来并未教出什么经验绝伦的人物，恐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遣了范先生一同前来做个佐证。王爷有言，若天灵弟子比武中落于下风，这第一宗门的名号嘛，还是尽早拱手让人的好。欺人太甚！池田道友，原来是客，才给你几分薄面。我天灵门行事光明磊落，不像某些奴颜媚骨之流，惯会使些下三滥的手段。林城，去把此届弟子换至演武场。还有那个灵根测试是7的梁溪，也一起叫过来。是。长长见识也是好的，你说是吧，池田兄？哼！仙儿，你的伤怎么样了？我原来问师傅，他说你这些日子都在药宫疗养。多亏宁水师祖药水回春，已经全好了。那就好。这云路仙居的人脾气真大，挑衅的是他们，迟到的还是他们。开始吧。在试炼之地偷袭我们的是他。好快！来得正好。这云路仙居的法术还真有意思，就别怪我悄悄偷师了。你羞辱我！呀！
糟了，小狐狸之前给我的矿石都用完了。这些弟子我皆以楚国军纪训之，短短3个月还未见成效，青木道兄可莫要耻笑啊！池天道友过谦了。哎，听说和黄启对战的就是天灵门那个测试为期的弟子，能坚持到现在实属不易呀。哈哈哈哈哈！范先生快人快语，还请青木道兄莫怪。梁希曾以一己之力杀死乾隆镜赤焰毒蝎，今日怎么？他想杀我！小子，荆棘森林里偷袭我们的人就是你吧？嗨！是又如何？私放赤焰毒蝎，害我们天灵门弟子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一起上！楚国第一宗门，当属天灵。不好！梁希，你先将人放下。这把剑你从哪儿来的？哼，这老头不关心弟子，关心断剑。你居然把看水刃洗练过了！我杀了你！赤天道友，当着我的面大杀我天灵弟子，是本尊太好说话了吗？是我魔障了，可这看水刃是我云路仙居初代掌门本命至宝，失踪1000年，地位形同掌教，你叫我……哎呀，可这断剑是我从赤焰毒蝎身上得来的，瞧的是个无主之物，才以血炼化。多谢池天道人将来历告知，梁希定会好生使用，不让至宝蒙尘。哎，你刚刚说他叫什么来着？你，青木道兄，借不说话。赤天道兄应知道，血炼之物必然择主，除去梁希，这看水刃天下无人可用。既如此，赤天道友何不顺水推舟？况且赤焰毒蝎无故出现在荆棘森林，说不准这下手之人就是偷盗贵派至宝之人。赤天道长，如今想个2全其美的法子才是正经。当年立派的宗元道长与书中记载，看水刃需被东海龙息淬炼，才能使其锋芒更盛。如果你能获得东海龙族认可，我云路仙君认栽。此事我亦会禀报王爷，若不能善了，镇东王府定会为云路仙居讨个公道。争夺砍水刃是假，打压天灵门是真，好一个镇东王府！老小子，你得意什么？去就去，怕的话，我是你爷爷。梁希慎言，东海龙族天赋异禀，龙息一出，哪怕你散仙也会被轰得魂飞魄散。啊，这么强！该死的，怪不得这个死老头这么好说话。哼，嗨，不就是龙族吗？师祖放心，我去就回。他云路仙居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我天灵门做不到。你，好，就给你半个月。
这是避水丹，服下之后能在水中自由呼吸，切记不要意气用事。时间紧迫，我现在就送你去东海。等等，我还没来得及跟小狐狸说。也不知道小狐狸会不会生气。这让我怎么找龙族啊？师祖是不是忘了给追踪符啊？想起来了，可以用紫薇斜眼追索真力。啊，这么闪，这真力的主人就算不是龙族，也是能知道龙族的人。这也太远了。啊，有了！嘿，从黄启那儿学来的云路仙居法术，还不错嘛。啊！境内屡造杀戮，还不速速受死！这声势，修为好像比师祖还要高，莫非是金仙境？可他看起来不过30上下。人类，小心！嘿！糟糕，他竟无意间吸入了本座的血。皓月救驾来迟，请陛下责罚。陛下受伤了，龙衣，快传龙衣！不必，暴雷魔龙已被我斩杀，此人对本座有恩，速将他带回龙宫，全力医治。是。启禀陛下，他确实无意间吸入了您的龙血。可龙族血液毒性极强，此人年纪轻轻却没有当场暴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呀。他何时才能醒来？恕老朽无能为力。千年来无一人能抵挡龙血，这人究竟是回光返照，还是垂死挣扎，尚未可知啊。族叔，不要闹了，他对我有救命之恩。老朽必全力医治。臭小子，我先去给你寻些天灵地宝。
修恩，我刚刚在叫谁啊？哎呀，臭小子，你醒了？龙角啊，龙角，真是打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这是在龙宫。不错，看样子还没傻。走吧。陛下。陛下，他居然是东海龙王，还不快跪下！龙泉护体真气，怎么可能？哎，奇怪。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来自岸上的人。不知为什么，这龙王看起来好生亲切。啊，天灵门弟子梁希。原来他就是青阳兄提过的梁希，难怪能抵御龙血侵蚀。我需要验证一件事，你可愿与我的护卫比试一番？待你们分出胜负，我自会为你解惑。拿出实力，但不能伤了他。请。反正也是有求于人，正好试试如今是什么境界。结胎末期，半步散仙，东海龙卫头领敖越，请赐教。天灵门弟子梁希。嘿！4成功力，还是小瞧了他。不只是龙泉护体真气，还有天赋血脉传承。脑海里确实多了些法术，原来龙族的传承靠记忆吗？一试便知。陛下，的确是我们东海真力。方才他使出的，竟是记忆传承里的龙族神通。难怪宇文清扬对他如此看重。此子确实天赋异禀，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梁希，你与本王有救命之恩在先，又得我龙族传承在后，特封你为东海龙族第1外戚。既为同族，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外戚？不敢当，不敢当。梁希前来只是想请龙族帮我淬炼一下这把武器。这有何难？用龙息，小子，你还真是蚕豆开花，黑了心。那龙息可是……族叔，救命之恩，不说涌泉相报，吐口气你都不愿意。梁希，我龙宫藏宝万千，弥天九炼。玉石金晶皆可淬炼武器，你为何非要用龙息？此事说来话长。那你长话短说。敖越，你去将龙族长老请来，事关重大，非本王一人可决断。参见陛下。不必多礼。这位天令门弟子梁希，救本王在先，又得我族血脉传承之力，当为龙族第1外戚。各位可有异议？谨遵陛下吩咐。可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梁希需要龙息去淬炼本命宝剑。啊！万万不可！陛下三思啊！哼！大长老，你快劝劝陛下！好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的是龙筋。哈哈，臭小子，你先说说，为什么要用龙息啊？这把坎水刃是楚国门派云鹿仙居的神器，数月前被我捡到炼化。如果不能用龙息淬炼，云鹿仙居不会善罢甘休。届时两派相争，或许会引发大陆震荡。我也是走投无路，才来东海碰碰运气。并非不愿给你，
而是龙族目前能使用龙息的只有本王一人。什么？且一生最多只能使用2次。那我不是这辈子都没可能了？若本王执意，2位可有办法？龙息为我族抵御时空裂缝的唯一利器，若陛下执意给出，老朽无力阻拦。可来日若时空裂缝再现，陛下又该如何应对？时空裂缝？若真有那日，梁息定倾尽全力与龙族共同进退，肝脑涂地，在所不惜。还请陛下出手相助，平我天灵之患。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以为我龙族外戚是那么好当的？陛下，还有一个办法。臣听闻双头魔龙恶名已久，近日还来到了我们东海海域。梁息，待你收复双头魔龙，以正资质，本王便用龙息为你淬炼坎水刃，绝不辜负陛下厚望。梁息出发了。那孩子心里挂念宗门，留下坎水刃就出发了。罢了。敖月在。命你率500禁卫军，协助梁息收复双头魔龙。遵命。2位长老那边，属下只是例行巡逻，和梁兄弟毫无关系。去吧。这双头魔龙听起来挺大个儿啊，也不知道带的钱够不够。好家伙！经过龙血淬炼后，我这海草就是结胎境，也休想轻易挣脱。啊！嘿！嘿！这孽畜居然对龙族外戚无礼！兄弟们，给我上！别杀他！对，留给梁兄弟杀。这双头魔龙似乎有几分灵智。梁兄弟，你的武器留在龙宫了，用我这把，一刀就能砍下他的脑袋。嘿！敖大哥，我记得对于这头妖兽要求是收服。梁兄弟的意思是，我在记忆传承里看到了龙族御兽诀，吉尔命魂，寿则成约，生死同契。启禀陛下，梁兄弟已将那双头魔龙降服，收作了召唤兽。陛下，我已用龙息为你炼化坎水刃，你曾救我一命，又得我族传承。梁息，你可愿认我为娘亲？啊！我何德何能？当年若不是暴雷魔龙出招暗伤，我的孩子也像你这般大了。母后，好孩子。敖月，属下在。命你明日率500禁卫军
送梁熙回天灵门。如我龙族太子者，杀无赦。属下领命。15日期限已至，天灵门还不速速把偷盗我云路仙君至宝的贼子交出来！对，还不快交出来！强盗、小偷！哼，此言差矣。那看水刃是梁熙从赤焰毒蝎上取得，头，难不成这赤焰毒蝎是你云路仙君投放到荆棘森林的不成？可15日前天灵门有约，梁熙若不能拿看水刃得到龙息淬炼，便是王爷为云路仙居主持公道之日。交出梁熙，归还看水刃！交出梁熙，归还看水刃！何人胆敢犯我天灵门？看，是梁熙，他回来了。真的是梁熙！哎，梁熙！去了东海还能活下来，此人不简单。啊！梁熙，你可回来了。不过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平安回来就好。嗯，我的小狐狸呢？怎么没来接我？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梁熙幸不辱命，看水刃已用龙息成功炼化。啊，不可能！手不想要的话，我不介意帮你剁了。龙族，不是你非要用龙息淬炼看水刃的吗？你没见过龙族？哦，不好意思，我忘了。世界的参差，狗眼看人低。陛下口谕：辱我龙族者，杀无赦。我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这是我的看水刃，给你云路仙居也无人可用，明白吗？陛下亲手淬炼的神兵，除了梁兄弟，龙族谁也不认。此事云路仙居认栽，我们走。梁兄弟，既然麻烦已除，我等这就回龙宫向陛下复命。谢谢敖大哥。难为你奔波了这些时日，先去休息吧。弟子告退。哎，不休息休息，找什么呢？我的小狐狸呢？不知道啊。你去东海之后就没见到它了。糟了，小乖乖肯定是生气了。小福星，小仙狐，我回来了，给你带来好吃的东西哦。龙族特产深海鳕鱼干，天然无添加，这可是龙王亲手做的。小乖乖，真的不想尝尝吗？对不起，小乖乖，事发突然，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就被传送到了东海。我向你赔罪，跟你道歉，给你做好吃的。你别哭啊，哭得我心都疼了。哼，看在小鱼干的份上，暂时不跟你计较。小乖乖，
多吃点。啊，怎么回事？不可能有毒啊！等等，这里面有龙血。小狐狸，小乖乖，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我该怎么救你？半滴龙血就会毙命，我快用我的血液中和。没事的，小乖乖。这是龙泉护体。小乖乖，以后你也是龙族外戚了。你看，认我这个主人不亏吧？走，我带你去找个地方修炼去。龙族外戚不会谁可不行。咱们现在都是龙族外戚，技艺传承的法术不学白不学，咱们去修炼。我知道你是火系，天生以水相克，但是技多不压身嘛。来，你试试技艺传承里的御水术。学得真快，我去捉几条鱼回去红烧，好好犒劳犒劳小乖乖。走，这种山洞一般都有绝世秘籍。小乖乖，你看，我会发光哎，嘿。你也试试，龙族的护体真力挺厉害的，比什么云露仙居的强多了。这么快就学会了，嘿，不愧是我的小狐狸。哼，什么叫你的狐狸？啊，你身后。看来这洞穴来头不小。无尽洞穴的禁制有人触发了，云露仙居借意推走，是谁在这个时候？梁希，哈，青阳道兄，你说待他知道真相时，又会如何抉择？哦，师尊，后山禁制有人闯入，是否开启防御阵法？不必，今日我心有所感，平静松动，即日起便会开始闭关，冲击金仙境。啊，恭贺师尊！看水人之事看似已了，但云露仙居和震东王府不会善罢甘休。待我闭关之后，天灵门紧闭山门，若非必要，外人不得擅入。弟子遵命。丁谨陈书此啊！小狐狸，你别害怕啊，我保护你。哎，小仙狐，小仙狐，等等我呀！小狐狸，有龙泉护体，还受了内伤，小乖乖，你没事吧？看来，宝贝就藏在那儿了，不知道是秘籍还是兵器，总不会是一个大活人吧？嘿，小乖乖害怕啦？
绿水树。见官发财。头上长犄角。这山倒是眼熟得很。不是天灵山，但我最近肯定见过。啊！别看，这丑八怪还有复活死人的能力，以一敌百都不落下风，看来这个人很强啊！等等，这是杨都城啊？怎么了？你也觉得是杨都城，对不对？啊？你说我跟他有关系？啊！眼睛，紫薇大帝，邪眼，和丑八怪决一死战的修真者名叫紫薇大帝，眼睛是邪眼，好狂的语气。紫薇是地星，此人竟敢妄称紫薇大帝，那身后的石棺应该就是啊！36级走为上。小狐狸，嘿，我家小乖乖可真厉害。小乖乖，你快跑！啊！原来这棺材怕血呀！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4卷上画的，果然是后来发生的事。这里面应该有一段历史，下次去龙宫问问敖大哥。这3幅画为什么要封进石棺？浮雕又意味着什么？还有甬道里的那些骷髅，天灵门对此处当真一无所知。我究竟是无意间闯入，还是有人想让我发现些什么？啊，小狐狸！幸好只是脱力，此处不宜久留，还是先回天灵门。这个图案，我好像在龙宫见过。等小狐狸醒了，还是要回东海一趟，顺便看看母后。小乖乖，睡醒了？这第1张4卷画好生奇怪，但我总觉得有些眼熟。我好像在龙宫见到过这些符号。不对，这不是符号，是山脉走势图。我这就请令去东海，去问问母后。原来你躲在这儿啊，元兄，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师妹，受不起你的1日不见如隔3秋。哎呀，去你的！师尊让你去大殿，京城来了个大人物，
指名道姓要见你。师尊。梁希，这位是楚国帝师绝清阳，当今圣上的授业恩师。老夫如今不过镇东王府一普通幕僚，让两小英雄见笑了。哼，这是在跟我表明身份呢。帝师谬赞，梁希就是天灵门一普通弟子，当不起什么英雄。听闻梁小友独得龙族器重，镇东王府也是求贤若渴，不知你可愿过府一叙啊？帝师，此事恐怕要等掌教出关才能。领导友，我在问梁小友。梁某不才，只想留在天灵门好好修炼。当真？梁希，老夫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帝师这是何意？老夫这里有3道测试，你若通过，招揽之事暂缓；若不能，有这传送符在，里应外合剿灭天灵，也绝非难事。帝师慎言。划出道来，我接了。第一式，真力测试。连御剑术都如此差劲的小子都拿不下，池田，你太让我失望了。出来吧，方才你是故意的。被你看出来了。好。方才是我小瞧了你，不过要小心了。求之不得。且太近，帝师。放心，石将军不会伤了梁希。他中了，不对，这双头魔龙，他怎么会从四海海域跑到这里来？天哪，这是梁希召唤出来的。师傅，我也想学。师傅，我也想学。你们师傅我也想学。哪怕掌教闭关，也别以为我天灵门无人。石将军，你输了。梁希，来进行第2场测试吧。请帝师出题。第2题比心境。羽毛，这怎么测试心性？你能拿起来，就算我输了。这么简单？哼，试试。人固有一死，或轻若鸿毛，或重于泰山。你呢？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保护身边的人。你输了。帝师心在社稷，这根鸿毛承载的何止是泰山？没有小家，何来大家？没有大家，又如何保护小家？让敌人的铁骑踏在你的小家上吗？我护了人界，却没有护住你。不行！梁希，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罢了，这场你赢了。第3场比什么？你定。
棋？梁希，帝师乃棋道圣手，怎可自降身份与你对弈？哎，就是玩儿。我年纪小，先行一步。年轻人要敬老尊贤。您老是够老的，就是太闲。狂妄！棋盘之上，老夫称第2，没人敢。我赢了啊！又没说下什么棋，五子棋也是棋嘛。不愧是我兄弟。落子无悔，帝师是真君子，不会和我计较的吧？好，这局你赢了，老夫认栽。老夫之前所为，都是为了事出梁溪的秉性，还请领导有勿怪。此番测试，老夫会如实禀告王爷。梁溪，3年后我们京都见。师父，我有事要回东海一趟，可能要去个1年半载。掌教闭关冲击金仙境，镇东王府对你仍颇为关注。下山历练确实是个好法子。如今你修为将至乾隆境，为师也能放心了。别的不敢说，在东海龙族境内能杀得了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哼，你这小子也不知哪来这么好运气。哎呀，我也不想要，奈何这机缘他追着我跑。臭小子，海中妖兽众多，遇事不要逞强。这品灵丹是凝水师叔炼的，有起死回生之效，收好了。师父，我感激的话就不用说了，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吧。我想要钱。等你回来，兄弟。我睡不着，就来送送你。哎，小狐狸是我的，没人跟你抢。师尊，库房里的矿石我没多拿。传送阵会把你送到东海和北海的交界处，万事小心。不是吧，师傅，我没把库房搬空啊，怎么还给我穿小鞋？没事，可能是传送阵出了岔子，我们先游出去。这铜鳞真古怪，总会有一股急流阻拦咱们出去。这些鱼的眼睛早已退化，说明此处是深海海底。可天光看起来那么近，还有这些铜柱，这铜鳞应当是人为布置。铜柱的分布恰好和人体的五脏相对应，那股急流早晚皆会出现。如果铜鳞代表人体模型，那这急流意味着真力。心、肝、脾、肺、肾，对应火、木、土、金、水。难道除了经脉之外，真力还能在五脏中运转？
赌赢的话，咱们就能出去了。不行，万一走火入魔了怎么办？红树下的鱼，总有一天会被吃光。再不出去的话，咱们迟早会死在这里。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放心。小乖乖，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啊，月光也太亮了，明明还没到15。等等，月亮、齐流，是潮汐。等我掌握了这套潮汐心诀，咱们就可以借助急流的力量出去了。公主，公主，还不快从本公主腿上滚下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个冒犯本公主的东西剁碎了喂鱼！是。砸到你是我不对，但也不至于杀了我吧？你只是丢了一条命，疼的可是本公主。蜃楼，你还待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本公主动手！我赔钱，赔钱行不行啊？等等，一个公主，我得赔多少钱啊？我可以先欠着。你敢羞辱本公主！区区狐狸也敢在本公主面前逞威？把小狐狸还给我！你在教本公主做事，那我偏要杀了她。不还心仪，放开公主！敢动小狐狸，我不会放过你。你若敢伤我，整片西海都不会放过你。你不配跟我谈条件，乖乖跟我走一趟吧，小公主。废物！为什么你还活着，尔雅却失踪了？那修真者带着公主突然消失，血纱布来不及反。够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尔雅若有个3长2短，整个血纱布都要陪葬。传令，以此为中心，方圆1000里的海域展开搜索，提供线索者赏珠10万。陆地上的修真者这么厉害，能从蜃楼大人眼皮子底下把公主劫走？再强有什么用？陛下颁布了西海通缉令，不信找不到那个修真者。说，从这里去东海的传送阵在哪儿？有本事，你杀了我！这疯女人刚刚还要吃了你。混蛋！木属性灵力可以操控植物生长，这点不知道小公主想不想亲身试试？比如种子从毛孔里长出来。我带你去传送阵，你放过我。合作愉快。向西1200里后上浮，跟随聚义符分游动的浪痕，就能找到岩缝。
那里有离开西海的传送阵。喂，之前嗓门不是还挺大的吗？怎么这会儿声音这么没力气啊？哦，五行相克，水族怕热。哼，小公主，你本体是什么呀？美人鱼？听说眼泪能变成珍珠，你要不哭一个？闭嘴，刁民！哎呀，那大家伙也挺行，游了这么久，速度还是不减。辛苦你啦，小乖乖。不饿了。喏。哼，你真以为我的族人发现不了我们吗？殿下，找到公主踪迹了。走。他们的目标是岩凤，可岩凤是鲛人族的栖息地。血杀部立刻到岩凤外围集结，给鲛人族族长传信。是。这都游了多久了？该到了吧？那儿就是岩凤，以你现在的速度，1个时辰就能赶到。啊！喂，你不会快熟了吧？这里水温过高，鲛人族。不好意思，阁下，我为属下的鲁莽向您致歉。刚刚是想确认一下您修真者的身份。那照你的意思，我剁了你的鱼尾喂猫，也算确认身份了？尊敬的修真者，我们绝无恶意。我叫聂水，是鲛人族的首领，想跟您做个交易。说来听听。不瞒您说，西海皇室与我鲛人族世代血仇，前几日竹兰却突然给我传信，想用一片海域换一个修真者的命。就凭你们？我不会伤您，还能帮您离开岩凤，前提是把背上的那个姑娘交给我。不要！报酬。这是鲛人族至宝，此珠不但能让水族在陆地生存，还能抵挡所有水系法术的攻击。现在可以交换了吗？陪我演戏。求你别把我交出去，求你！谁让你之前得罪过我？传送阵在哪儿？穿过岩缝需要借助我们鲛人族的特殊能力，届时我会控制火山，制止岩浆爆发。阁下自行通过传送阵就好。成交。我数3声，就把手里的抛给对方，如何？1、2、3。给我杀了他！害族公主和仙狐抓活的，是老夫要他们做我的双修炉鼎。就知道你们有埋伏。把海族公主交出来，我就放你一马；不然，对着被岩浆熔成雕像吧！该死！难怪竹兰不敢强攻，鲛人族就能控制岩浆。带开水刃去东海，我就是死了，也要让鲛人族陪葬。糟了，水火相冲，这疯丫头快不行了。疯丫头，你别死啊！师父，我再信你一次，你说过这丹药能保命。因为我吃的什么？难道是蛊虫？这是师父给我的保命丹药，
真是好心没好报。你居然真的是想要救我吗？对不起。你知道怎么出去吗？他们还在继续浇岩浆，我可不想变成雕像。我有一法。我们西海皇室有种独有的契约之术，这个术法只有在找到愿意追随之人才会使用。不过，看在你救了本公主的命的份上，本公主就纡尊降贵，同你签下契约。契约？你会那么好心？该不是什么强制我卖身为奴的契约吧？契约之后，双方可以获得海神的祝福。不过祝福给予的东西是随机的。当务之急是先从这里出去。你要不信，那我们一起死这里吧。行，契约是吧？来。以吾之神，弃汝之身，本命相携，永随汝之。殿下，周围都未寻找到公主的踪迹，只剩鲛人族那里了。再等等，若是鲛人族，我们就趁此机会荡平整个岩缝。怎么回事？谁让你们停下来的？族长，不是我们，是你们居然没死！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总算又有一个不花钱的招式了。可恶的人子！良心，快想办法阻止他！那个疯子想让火山喷发。这就是我领悟到的新技能之一，能控制一片海域内所有修为低于我的生物。可惜修为受限，时效范围都不太够，一天也才能使用一次。这些鲛人，你打算如何处置？给你们2个选择：一是跟随我，二是反抗我。不过反抗的下场嘛，前面那几个鲛人已经给你们演示过了。鲛人聂水向海神发誓，愿带领鲛人族上下追随主人梁息。二哥啊！尔雅，到二哥这里来。慢着，何事？我这有一笔交易，我给你提供武器，你给我提供矿石，如何？我现在是他们的首领，以鲛人控制岩浆的能力，完全可以解决你们海族苦恼的矿石冶炼问题，并且你应该能感受到，尔雅和我签下了契约。你的其他筹码呢？不愧是海族皇子，和某个公主就是不一样。不如我们去边上坐下来详谈如何？恭迎师尊出关，师尊已达金仙，我天灵门又多了立足的资本。我闭关结束，还需些时日稳固修为。这段时日，宗门内的事务便要劳烦你们辛苦些了。是。母后，我回来了。皇儿来了。西海公主尔雅见过龙神陛下。这位是，瞧着倒像是海族。母后，尔雅现在算是我的属下了，
过程有些复杂，我就不说了。小狐狸有来吗？也亏得你让那仙狐带着砍水人先回来，不然他怕是被击杀在外了。那小狐狸呢？他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你那小狐狸被我安置在龙蛋里修炼，正值紧要关头，你怕是见不到他。哦，没事就好。皇儿若是有事，先去忙吧。尔雅留下，陪我说说你和皇儿认识的经过。奇怪，明明是一样的地图，为什么会有地方不一样啊？难道是时间太久，山川变化了？紫薇大帝，这丝帛和图案都与紫薇大帝有关联，难道潮汐心诀按照图上所说之法修炼，施展出来的真力属性可随我心意任意转变？可这与天令门所学完全相反啊！算了算了，试试再说。力量增强了不少，修为也有所增益，感觉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力气。皇儿，你已经找到想找的东西了。母后，你可曾听说过紫薇大帝？紫薇大帝，我不曾听说。参见陛下，太子殿下。敖大哥来了，是出了什么事情吗？臣奉陛下之命，押解鳄鱼族犯人。今日犯人已全部押解到位。鳄鱼族？母后，我可以去看看那些鳄鱼族犯人吗？7界之中，鳄鱼族只遗留在东海的这一批，皇儿好奇也是理所应当。敖统领便带太子去看一看吧。臣遵旨。鳄鱼一族因为上古时期时被定下罪责，要终身劳役，除非立下卓越功劳，才能赦免。鳄鱼族都是数1数2的战士，可惜法令限制，让他们无用武之地。敖大哥，我同他们说话应当是没问题的吧？殿下请便。殿下问话，你等需如实回答，明白了吗？明白，大人。你叫什么名字？鳄鱼一族还有多少人？桑竹兰大人，我们鳄鱼一族生养率和成活率极低，在这里的已经是我们一族所有的人了。数1数2的战士，只是留在这里做苦力，有点暴殄天物了。敖大哥，法令只说不能赦免，但是没说不能换一个地方服刑，是吗？按理说是这样没错，只是此事还需禀明陛下。拿出实力证明给我看，战士。住手！难怪会被当作惩罚的地方，这石头以我的真力居然捏不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一族的土属性防御，可将自身所受伤害分担到脚下的土地上。殿下，陛下有事急召您回宫。我知道了。你放心，你们的事我会禀报母后，你们静待消息就好。这是你的师尊林承子通过秘法送来的。母后，我当时出来时与师尊曾约好，隔一段时间递个消息回去。这次间隔太久，况且若真的发生了什么事，连掌门和师尊都解决不了，我一个普通弟子回去有什么用呢？你这孩子，既然师尊担忧，你不妨先回去。尔雅与你定了契，
就随你回去吧。那仙狐还要待在龙魂蛋里1年才能化为人形，就留在我这儿。我听母后的。天灵门，我梁希又回来啦！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花花公子。你怎么会在这儿？仙儿见你久久不回，怕你出事，又觉得之前是我说话偏激，让我给你道个歉。哼，仙儿为人心善，不知人心复杂，这道歉想必你也不需要，毕竟我也没冤枉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没招你惹你。你既然执意假装，我也不多说，只是有了新人，便不要再去招惹仙儿了。站住！戒律堂巡查，梁希，把你的武器盘缠一并交出。梁希，戒律堂是干嘛的？你还没有同我说过。这位师妹想必刚入师门，还不太熟悉。我们戒律堂是责罚犯错弟子的地方，在门派里地位极高。哼，可惜摊上了你，现在简直是门派毒瘤。别理他，我们走吧。梁希影响戒律堂弟子盘查，本长老怀疑此人与外人勾结，意图祸害天灵门，给我拿下！还不快上！你们以为我之前让你们吃的丹药是俗世的糖丸吗？哼，今天就拿你开刀，刚好试一下我新领悟的潮汐流的威力。嘿，好快！这小子连护体真气都没开，肯定挡不住我这新得的宝贝。那可是纯银的，居然没用。这怎么可能？梁希，木无尊长，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尊师重道。若是今天治不了这个小子，在天灵还有何威严？这把我放在眼里了。住手！梁希，你刚回宗门，先去给你师父和掌门师兄报个平安，莫要在此处耽误时间。您是？我是天灵门副掌教宁水，灵橙子给你的丹药便是我所炼制。弟子梁希见过宁水师公。你这丫头体质恰好与我所修之法相合，不知你可愿做我弟子？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宁水道人的弟子。走吧，先带你看看你日后要居住的地方。弟子梁希见过师父、掌教师尊。梁希，听说你刚回山上就伤害同门，还对戒律堂师长不敬。依照天灵门门规，伤人者是要废去全身真力，被逐出师门的。可是师尊，你只回答是与不是。是。
只是弟子此举事出有因，不是故意挑衅。念你并无恶心，只是想维护他人的份上，我便给你一个任务，完成的好，这次的过错便既往不咎。弟子任凭掌门吩咐。如此，你便同其他弟子去铲除掉天灵门附近作乱的吸血蝙蝠。具体事宜，你师父凌城子会告知于你。你们先退下吧。是。天灵门不同于俗界营生，绝不允许仗势欺人。若有下次，梁希，师尊这次是在维护你。如果没有对你的处置，只是一味草草了事，那往后其他弟子也如此效仿，天灵门还有何规矩可言？我知道的，师父。这次前往的是伊氏族人的村子，他们一族医术精湛，若你运气够好，说不定也能得到他们的照拂。明日多加小心。弟子记下了。在下天灵门前来除妖的弟子，名为薛雨柔。后面这些都是我天灵门的弟子。仙长啊，你们可算来了！你们再不来，我伊氏一族怕是有不复存在了呀！村长莫急，先同我们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吸血蝙蝠半个月前到了我们这儿。仙长，请一定要帮我们除掉这头怪物呀！村长放心，我等定全力以赴。仙长，请随我来。那吸血蝙蝠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薛师姐，这东西是做什么？这香囊是用来掩盖活人气息的，可以骗过吸血蝙蝠的感知，一定要佩戴好，记住了吗？是。去。我的妈呀！吸血蝙蝠有这么大吗？急！竟然是乾隆境的刺骨蝠王！梁希，你要做什么？我去吸引他注意力，你们见机行事。诸位师弟，随我上去猎剑阵。成功了！梁希，怎么办？又来了一只！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看来对他们也适用。我们先静观其变，让他们打，不要趁机逃跑，否则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怎么回事？他们不见了！他们速度太快，你们修为较低，看不到是正常的。幸亏刚才我们先下手，否则这里的人实不存疑。啊！糟了，这只新来的蝠王是要吞噬同类，让自己进化。快走！
他要从乾隆境界结胎了。你们先送衣氏族人回村，我留在这里帮梁希。薛师姐，一个人护送他们足够了，我们也留下来帮忙。这是父王晋级到结胎境了，大家赶紧跑！空中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大家到林子里去。他想做什么？快走！谁？师姐，我把你从河里拖上来，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原来是你，这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还是谨慎些好。也不知道其他弟子怎么样了。放心，结胎境的刺骨符王出现，师门肯定能感应得到的。但愿如此。梁希，嘘，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废物，真是废物！别紧张，我们摸过去看看。这个地方不知是哪位大能开辟出来的，神识无法穿透，对方应该还不知道我们也在。蠢货！那些铁岭门的人，你竟然一个都没抓到！晋级到结胎境，比以前有用。这是什么人？结胎境的刺骨蝙蝠都毫无反手之力，他又如何知道我铁岭门弟子要来此处？你这么没用，就给我的小宠当做口粮吧！哼，等那一天到来，我有铁岭门的人一个都跑不了。大哥，我们该走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估计铁岭门的人也快要来了。小心，这尸体有古怪。我倒要看看，是我的招数快，还是你愈合的快。梁希，伤不到他，怎么办？只能拼了！梁希，你怎么了？祭祀神火，这术法早已失传，他怎么会使用的？我怎么浑身没力气啊？祭祀神火消耗精血，感到无力是正常的。这祭祀神火直接伤害灵魂，无视肉体，还无法治愈。只可惜使用时太消耗精气。梁希，那是什么？符王血晶石，师姐，这可是好东西，能卖不少钱呢。大家3人一组，顺着昨晚的路径慢慢搜寻，务必找到薛师姐和梁师弟。是，师兄。师姐，你们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村长，说好的吸血蝙蝠怎么成了刺骨蝠王？
而且还是临近进阶的刺骨符王。是我的失误，若是我能了解清楚情况，也不会害得大家白白丢掉性命。老朽对不住各位。村长不必同我道歉，只是失掉性命的那些族人的家人，村长要好好照顾。这次我和梁希将刺骨蝠王彻底消灭，以后你们上山采药可以放心了。那蝙蝠可是结胎境，以二位的修为，恐怕打不过吧？刺骨蝠王身上的血晶石为证，师兄可还有疑问？别以为随便拿一块石头就可以糊弄过关，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能捏出的东西？住手！没错，这绝对是那吸血蝙蝠身上的血晶石。血晶石是高阶吸血蝙蝠才会凝结的灵珠，是吸血蝙蝠精华所在。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极大的提高药效。村长，你这么激动，想必这血晶石能卖不少钱吧？这位县长，不知道这血晶石能否给我们一氏一族？在修真者手里，这东西不值钱，你卖不了多少的。这东西我九死一生才得到，你说拿走就拿走，那我还剩下什么？不如我们一氏追随于你，只要让我们可以用血晶石就行，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医治病人为你带来收入。不行不行，我只是一个普通弟子，哪有钱养你们？这点你不用担心，高阶弟子对师门做出贡献后，会有属于自己的封地。以你的实力，应当不会太久，到时再让他们过去。这位仙子说的对，梁兄弟，我相信你。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吧。师傅，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师尊要见你，你进去吧。老友，你这个传人倒是颇有几分性情。青木，这小子谨慎却又大胆，好好锤炼一番，日后定有作为。那就让我试试，这小子领悟了你几成真力。我的境界突破了！啊，竟然已经是结胎境了。多谢掌教相助。不愧是宇文青阳看中的人。青阳与老夫是至交，否则他又何必叫你来天灵门，我又何必帮你？是弟子鲁莽了，敢问掌教，弟子现在是什么境界？这是……如今你已是结胎境，仅凭铜钱可承受不了青阳的力量。玄陨界可以将各种矿石、金属性灵宝、材料凝炼成金元，储存的金元满一个刻度后，你可以借此发挥一次青阳的力量，最多储存3次。那要是用完了，需要继续凝练金元，但你记住，这只是外物，只有不断提升境界，强壮躯体，才是正途。弟子明白了。我听闻震动王曾拉拢过你，你拒绝了？弟子不愿卷入朝堂纷争。
你若是不想被人牵制，就早日修炼至飞升境，到时候便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主宰苍生万物。我就是个小人物，没那么大野心，只要保护好我想保护之人，便心满意足了。掌教若是没有别的事，梁希先告退了。你这传人的性格，真是琢磨不透。他不想飞升也没用的，那些人会逼得他不得不往前走。诸位请起，今日掌教突破金仙，是天灵门的喜事，更是我大楚的喜事。这位就是梁希，梁师弟。弟子梁希，见过景王爷。本王早对梁师弟的事迹有所耳闻，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不知师弟是否愿意辅佐本王，走一走大道？承蒙王爷错爱，梁希只想安心修炼，无意朝堂。梁希，你可要考虑清楚，我心意已决。本王再坚持，可就是强人所难了。不过，王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你们看，那是什么？大家小心，那是修罗界的空间之门。是混沌界的人面蜘蛛，众弟子准备迎敌。叶车子，你立刻前去燃起敌焰，向外求助。是。小心！这是迎敌。青墨，你这金仙元婴是特意为我们兄弟二人准备的吗？这是铲除吸血蝙蝠时山洞里那个神秘人的声音。双头老怪，整个天灵门只有你一个金仙前期，能抵挡多久？不如乖乖束手就擒，还能留你一个全尸。做梦！请求不吃吃罚酒。招魂幡，清末，我这招魂幡许久没有开餐了，今日就拿你的性命来祭旗。年轻弟子的灵魂的滋味可真香啊！双头老怪，你今日欺扰我天灵门，灭我弟子，就不怕人界大能找你算账吗？今日我只要将你的元婴吞噬掉，再离开人界，我看谁能抓得住我？哪怕是我拼掉性命，陨落在此，也绝不让你得逞！清末，你强行逼出自己的心头血，增强本命法宝的力量，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受了青木的元婴，天灵门竟要靠一个小娃娃来出面。掌教，这个丑家伙哪来的呀？
正好吃了你补补元气。烦人的苍蝇！你这黑气都是你这番旗的分身吧？看我毁了你的番！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我这番旗的分身？紫薇邪眼！居然是紫薇邪眼！原来紫薇大帝和神魔大战都是真的！找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他们怎么也知道紫薇邪眼的存在？一点护体真气都没有，简直是找死！小子，你把邪眼交给我，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金仙与结胎相去甚远，你不过是在垂死挣扎。呸！要打便打！哼，敬酒不吃吃罚酒。自不量力！嘿！你看看这一招！小娃娃倒有几分本事，不过若是你师门弟子的性命被我拿捏，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这么厉害？这女娃娃看上去不错，就她了，你休想！双头老怪，放下他！既然你想要，便给你。主教，您没事吧？没事，仙力消耗过多罢了。希望梁希和那个女弟子能安然无恙。还好开水刃早已被我炼化，不然现在连解宝都是问题。双头老怪到底把我们带到什么鬼地方了？连个门都没有。啊，薛雨宁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挂坠？梁希，你一个登徒子，希儿真是看错你了。哎，误会，都是误会。真的，你没骗我。真的，真的，这吊坠和小狐狸的尾巴有些相仿，这才一时恍惚认错了。哼，那我姑且相信你一次。这是哪儿？我也不知道。你说双头老祖怎么就把你抓来了？谁知道老怪物发什么疯？别看了，你醒来之前我就查过了，只有这里能出去。这是什么级别的法阵？如此繁琐，恐怕掌门来了，短时间也难解。我试试。这就行了。关键时刻还是靠我吧，走。难道是双头老怪他们？梁希，
福王身后的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那是福昌，是刺骨福王的影子分身，没有思维，但是有一部分刺骨福王的力量。那若是击杀福昌的话，刺骨福王的实力是否也会削弱啊？对，福昌越多，福王力量越弱。下面轮到谁了？这练的又是什么诡异邪术？下一个，我说下一个。你们想反抗？哼，你们的精元能给我使用，那是你们的荣幸。这把剑竟然这么厉害！可惜了这些精元，若是吞噬了，我的内伤就痊愈了。哥哥，你这次竟然没有吞噬我，现在我伤势大好，没有机会了。你我同为一体，我若此时将你吞噬，我也要没命。在我们分开之前，你绝对不能出事。这次抓回来的那个小子，天赋绝顶，是个好宿主。哼，如果夺舍成功，成仙就唾手可得。听上去，这两个人关系不好，说不定可以从这里下手。砍水刃此等宝物，可不止你一人心动。如今砍水刃和从云刃均已现世。我若是能再找到紫薇星盘，老夫便可以称霸极界。紫薇星盘和紫薇大帝有关，那就看谁能先拿到吧。竟然是龙族藏书里记载过的修罗族。修罗王给我们的酬劳呢？王交代的任务没完成，还想要报酬？待我禀报。哼，没有酬劳，你体内的精元也不错。小东西，还不出来吗？没想到你们居然能离开密室，我果然没猜错，你至少是结胎境。唉，既然紫薇邪眼都送上门了，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你也要有命拿才行。猖狂！我知道你同你哥哥不和，不如趁此机会，你我联手，让你独占身子。哼，哥哥，这小子想挑拨离间。你我本是一体，我们强行吞噬，只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不才，在密室里找到这么一本吞噬精魂的功法。哥哥，他这离间的手段也太可笑了。怪不得你的伤势恢复如此之快。你信这小子？哼，信与不信又如何？等拿下梁希的身体，我自会与你分开。你真甘愿放弃让给你哥哥？问鼎大道，自然伤势还未完全好，自然有哥哥代劳。
身体就暂时先交由哥哥控制。这火焰滋味如何？比火，你也来尝尝我的。这是什么东西？祭祀神火，专门灼烧灵魂的。小爷来送你最后一程。我哥哥当然是我来送。你若是强行吞噬我，我们都会死的。那小子说的秘法是骗我们的，不过我私藏的并蒂莲的确可以化解反噬效果。反正你也活不了了，这身子和仙力，不如就给了我吧。没想到你真的会吞噬掉你哥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呸！小爷还没活够呢。我与哥哥融为一体，区区结胎境如何阻挡？你的真力，你的身体，是我的了。你别想动良心！不自量力！多么美妙庞大的真力！梵天印竟然感应到危机，自动护住。你怎么会有梵天印？那和宇文清扬什么关系？什么宇文清扬？我可没听说过。小子，我要深挖了你的精元，再将你挫骨扬灰！竟然血祭来换取实力提升，还真是看得起我呀！嘿！空间之门在缩小，我们先离开这儿。我得借水中的真力疗伤，恐怕要麻烦你给我护法。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的。是你。我是宁水道人门下弟子，也是梁溪的朋友。原来是尔雅师叔，刚才多有得罪。我还小，你平白把我喊老了，叫我尔雅就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和梁溪刚从双头老怪那逃出来，都是我实力不够，连累了他。结胎境中期了。梁溪，你好了。
还差一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的天赋技能感应到的，厉害吧？厉害，难怪之前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是婆娑门的人问来问去，我早就找到你们了。婆娑门，他们到了。是啊，他们被人面蜘蛛埋伏，损失惨重，还在跟掌门要赔偿。什么？竟敢来我天令门要钱？毕竟人家是来帮我们的。哼，要钱没有？真这么仗义，还会在这个时候闹着要钱？听说婆娑门支援的时候故意落在最后，反而遇到了人面蜘蛛的大部队。走，回去。利剑！元爽，这里有2头人面蜘蛛。掌门命令我们清剿残余的人面蜘蛛，再撑一会儿，相信很快有师兄弟过来。上！呀！元爽！嘿！听说这一届天令门弟子资质不好，传言非虚啊。婆娑门的师兄，在下天令门弟子元爽，请师兄支援除魔。不奇，天令门术法冠绝天下，师兄还想从元师弟这儿见识一二。啊！天令门让我们婆娑门损失惨重，也别怪我们看好戏。成得姓袁的，只剩一口气再说。师兄，要不要救人？再等等，等什么等？婆娑门就是婆婆妈妈的。哎！这人是谁？竟然能一招击败人面蜘蛛！哼，管他是谁，无人能辱我婆娑门。还不起来？梁希，你回来了。你小子干嘛这么拼命？嘿！这丛云刃怎么跟双头老怪一样，越来越邪乎了？这是我那个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元婴。难道还没孵化？不应该呀。我现在还是个胚胎，破壳之后，你才算是有了真正的元婴。谁？刚才是你在说话？异识海中除了你我，还有其他人吗？你说的也对啊。这元婴有什么用？总不会就只是结态境的等级标志吧？元婴就是你的分身，既可以合体，也可以在危急时刻救你性命。救我性命？梁希，醒醒！我先出去了，下次再和你聊。希望那时候你已经孵化出来了。梁希，你怎么样？生龙活虎，就会贫嘴。不知兄台尊姓大名？
在下婆娑门弟子，胡能。无能？是胡？哈，是挺无能的。刚才一直在旁边看着，婆娑门的人都跟你一样无能吗？你一而再，再而三辱我婆娑门，是欺我婆娑门无人吗？哎，是的。天灵门的人都该死！这个怪物到底什么境界？宝贝啊，至宝！你什么你？同盟有难，见死不救。我？你是还想暗算我？不是，哼，没有实力，只顾出风头，这也算？别打了，别打了！说。婆娑门是不是拖延了援助时间？最后一个到的？是，教主担心敌人实力太强，我们上去送死。哼，就这样还敢来讹我天灵门？还有我这些师兄弟受的伤，我赔。你暗算我，我心灵受了伤，我赔。别耍，带他们走。青木掌教怎么不说话？难道是心虚了？说什么？啊？说你婆娑门实力不济，现在是来讹我天灵门了？啊，梁希，他不是被双头老祖抓去了吗？弟子梁希见过青木掌教。回来就好。你就是那个被双头老怪抓走的天灵门弟子？如假包换。你怎么偷出来的？灭掉双头老怪不就可以了？据我所知，你入门测试是近30年来天灵门里最低的，你这番话实在可笑。你不行，不代表小爷我不行啊！哼，好狂妄的小子！今日我就带青木好好教训教训你！你怎么会是结台中期？我就说你不行。靖王爷，老身怀疑这个梁希是其他人假扮的。婆娑门教主，难道你在怀疑各掌门的眼力不成？从余刃，难道梁希真的杀了双头老怪？还有什么要怀疑的吗？好了，梁希，你打伤了婆娑门教主，但灭了双头老怪。依我看，功过相抵，这件事就算了。帝师，这件事情没完。你还想怎么样？婆娑门支援姗姗来迟，反而讹我天灵门。门下弟子见我天灵门弟子有难，见死不救，这一件都要好好算。梁希，这个不能乱言。婆娑门弟子无能，都招了。这件事，我会和青木掌门、各门派掌教商议的。都散了吧。梁希，你既成为高阶弟子，又杀了双头老怪，想要什么奖励？我想要桑曲河作为我的封地。啊，桑曲河条件恶劣，你怎么会要他作为封地？天灵门仅剩的封地，也就这个还看得过去了。那我就勉强收下了。我还要去趟东海，掌门给我开个传送阵吧。桑曲河有连通七界的缝隙，他怎么会想到去那里？唉，或许
是天意如此吧。母后，我回来了。皇儿回来了，正巧，母后给你找了一件好东西。来人，把深海灵贝抬上来。这枚深海灵贝积累了1000年的精元，就是汲取有些难度。我有办法，这把剑能够汲取精元。你这剑和我龙族神兵天元逆刃很像，是我从双头老怪那儿拿到的。母后您看看。可惜不是他。皇儿愿帮母后寻找。傻孩子，寻找天元逆刃是每一任龙神的使命，你快去修炼吧。哦。这怎么回事？梁希，梁希，啊，你还活着？哼，梁希，你不该让从云刃吸收的精元流入到你的元婴中。什么意思啊？这将会成为我的元婴。嘿，嘿。梁希，你这具身体，你的元婴，本作药了。梁希，清净心神，守住神识。冰皇，这家伙的噬灵术你也多练练，对你、对元婴孵化都有好处。知道。竟然在误打误撞下学了双头老怪的功法，血炼了从云刃。皇儿，如何？母后，我已经结胎后期了。嗯。母后，那些在黑市场的鳄鱼族人，我能不能带走啊？不可能。先不说他们是犯人，你将他们带走，养在哪里？我现在有封地了，我养得起。好吧，但是你必须看管好他们。一定一定。母后，小狐狸那儿……小狐狸你就别想了，它要化为人形，现在正是关键期，谁都不能去看。那好吧，我去通知鳄鱼族人收拾东西。不愧是鳄鱼族战士。殿下，殿下，走吧，收拾收拾东西，换一个地方服刑。殿下，您指的是？母后同意你们跟我去领地了，你们不用再敲石头了。好，跟我出去大展拳脚，恢复你们鳄鱼族的昔日荣光。鳄鱼一族誓死效忠殿下。这个空间戒指一直是作为我族至宝传下来的，现在作为谢礼献给殿下。你要是这样说，那我就不客气啦。都起来吧，到时候让母后开传送阵，直接将你们送过去。我去通知鲛人族。是。
你们这是做什么？啊，主人，最近族中出了事，我们是在此警戒的。您跟我来。啊，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你们是不想离开这里吗？今日我是来带你们走的。真的？多谢主人。主人，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最好去清剿一下周围的魔物。魔物？哪来的魔物啊？魔物一直都在，我担心我们走后，魔物会把岩缝占领。我们都要走了，守着岩缝干什么？主人，岩缝中有我们鲛人一族的气息，若是被占领，气息消失，我们控制岩浆的能力也会消失的。这么严重啊？那看来这魔物非除不可了。今晚就出发。主人，那就是魔物藏身的地方。你退后，我来收拾它。是。烈水，你背叛我！撤开阵法，饶你一命！哼，梁希，在这阵法中，你以为这招还能控制我吗？哼哼，结胎期的独眼暴君，我看你还有没有命回来！梁希，等你死了，鲛人一族还是我的。主人！族长，我看到光柱的动静，就知道出事了。我们快去帮主人。哼，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还真把他当主人呢？族长，我们曾经向海神立过誓言呢。被独眼暴君震慑了心神，梁希，你败局已定。小爷已经结胎后期，区区一个结胎初期的独眼暴君，奈何不了我。最讨厌叛徒。还能动吗？主人，您没事就好。宇浩，你就代替聂水的位置。是。回去叫他们收拾东西，明日在天灵门山下等我。这是怎么回事？没事，没想到你能找到这么多金元，一时之间承受不了罢了。你没事就好，我会继续找合适的妖兽精元供你使用的。该回去了。梁希接册封文书，高阶弟子梁希，天赋出众，入门以来浪云入仙居刁难，闯东海结交龙族，斩双头老怪，护卫了门派，为宗门立下汗马功劳。啊，这家伙双头老怪都能斩杀，不过数月就达结胎境，梁师兄足以扬名七界。梁师兄真强啊！今册封天灵门高阶弟子梁希为桑曲河领主。梁希，即便你身处封地，也莫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若是做了有违门规的事情，我定不轻饶。弟子铭记在心。杨希，我能跟你一起去历练吗？当然。恭送梁希师兄。老爹，有消息了，桑曲河又来了个领主。不知道能待多久。好硬啊！若是不用上真力，这土地根本挖不动，还怎么种粮食啊？梁希，我们现在去哪儿？先找红薯城。大姐，梁希，怎么办？没事儿，小爷也是在江湖上混过的。哦，在下浪里小郎君梁希，不知道兄弟哪个堂口的？小郎君，哼，倒是个细皮嫩肉的。竟然把主意打到小爷头上了。喂喂，我们两个才是大美啊！哼，小娘子也不要着急呀。笨看，过来。身份、习惯、职业。马库，红薯城人，强盗。梁希，不就是你要去的红薯城吗？梁希，你的领地城强盗窝了。红薯城现在谁当家？布兰老爹。布兰老爹是修真者？没想到第一次尝试精神力就遇上了妖族。清心。天灵门秘术，你就是那个新来的领主。册封领主才多久？看来你们消息很灵通啊。带我去红薯城。哼，你根本不是布兰老爹的对手。轰通性转。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你想恢复啊？就看你听不听话了。我带你们去红薯城。有人来了。是马库。这次来了，就不要让他走了。对面的人，快快投降！本领主可以饶你们一命。领主，马库他们的话你们也信？那些领主哪次不是来了车队的？皇帝老儿来了也不顶用，射箭！还真是嚣张的强盗。是修真者，那是修真者，我们怎么会是修真者的对手啊？
就是妖化，你的能力提升了数倍。哎，这座城让小爷有兴趣了。领主大人这么对领民，不好吧？老爹，领民？哼，马库不就是你们派出来的强盗？马库是红薯城的叛徒，他做了强盗，玷污了红薯城的名声。红薯城一直在抓他，还是领主大人英明，一来就抓到了。马库，你敢骗我？大人，你也没问呐。领主这么暴力，不知是福是祸。哎，马库的声音怎么变了？红薯城是红薯村带着几个小村子一起建造的，沿用了红薯这个俗气的名字，让您见笑了。啊，不会，倒是城民们有妖族血统，让我很惊讶。只是有着很少的妖族血统，运气好会觉醒一部分妖力。老爹，老爹，老爹您来了。桑曲河畔贫乏，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老夫实在惭愧啊。一个水鬼咽口水，穷成这样，想让我知难而退？无妨，等我升任领主后，绝对会让大家吃饱喝足的。哼，无礼啊！领主大人别怪罪，我不会跟一个手下败将计较的。哼，领主大人恐怕还不了解，桑曲河畔盗匪众多，才让我们民不聊生。比如说，烈焰魔军足足有3万人。红薯城这一季度的粮食该交了。老爹，你醒的？是领主大人来得巧。来得巧，不作为，不合适吧？不合适。哼，这次不交了。哼，这个小白脸儿说的什么胡话？哎。这个水果好吃。鳄鱼族战士，你是谁？敢这么对我？桑曲河领主。领主？领主大人这么对我，是想红薯城被屠吗？红薯城是你能动的？哼，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齐安宇，你在干什么？还不道歉？哎呀，这孩子就是冲动，这下得罪烈焰魔君了。领主大人也是，烈焰魔君要什么，我们给就是了。真是看不下去了，你们这些唧唧歪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要不是秦安宇，你们能活到现在？领主大人，就算这次你们都交了，下次呢？你们自己都还饿着，还有多少东西能填饱这些强盗的肚子？我们自己的东西，凭什么要给这些强盗？没粮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不如跟着领主大人大干一场。反了，都反了！跟随领主大人！我良心发誓，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红薯城被攻下。追随领主大人，有下令传令！追随领主大人，保护红薯城！领主大人威武！人心算是聚齐了，表现得还不错。烈焰魔军应该很快就会攻过来。桑竹兰带着鳄鱼族人连夜给我加固城墙。雷雅属性好，带着部分鲛人沿着河流去探查敌方敌情。拷问烈焰魔军，问出他们的驻地，我准备主动出击。
我总觉得这点防御不够啊。你是担心对方也有修真者？有了。梁希，你这样真力会损耗过度的。没事，很快就会恢复的。梁希，梁希，看我抓到了什么？啊，妖族！他们是烈焰魔军的先锋，烈焰魔军已经过来了。烈焰魔军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尤其你刚刚还损耗了大量真力。红树城还是太弱了。如果领主大人不管我们，主动出击，说不定能摸到烈焰魔军的老巢，一举歼灭强盗。鲛人到现在都没发现他们驻扎的踪迹，烈焰魔军也不简单。来了！开门！铠甲不错，适合我们。奇怪，烈焰魔军里怎么有这么多妖族？之前没有。如果烈焰魔军有妖族，就不会只是排名第3的盗匪团了。哼！快开门！桑曲和领主何在？还不赶快将红薯城给爷爷双手奉上！哼，你这个胖头鱼，口气倒是不小。想要红薯城，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狂妄至极，有上！大人，小心！嘿，桑竹兰，去给他们点教训，让他们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锤子的确不俗，鳄鱼族的武器也该提上日程了。就这点本事！梁希，你真力不足，快回来！尔雅，真力不足也敢来送死？嘿！竟敢徒手握我的锤，我看你的手是不想要了。不好意思，你的锤现在是我的了。别说真力不足，就打不了你。碳烤胖头鱼，果然是好东西。藏竹兰，送你了。殿下，可以给我侄子暖暖吗？他的天赋在我之上，更适合这锤子。随你。谢殿下。胖头鱼已经战败，强者不死。这地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后退！逆魂椒岩兽，传说最高级可匹敌金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哎，其他人撤退，
殿下，我来帮你。是叫你们撤退了吗？看剑！殿下，成了！我从小在桑曲河长大，第一次见这样的怪物。这是上古凶兽，好在尚未大成，否则你们刚才就死定了。他在装死！哦，分开！云暖怎么样了？没事，大人。我们一族的土属性防御可以用土地分担伤害。岩剑地都裂开了，这伤害得多强啊！叫人来抬走。是，大人。这里有太多古怪，得问问布兰老爹。布兰老爹，您来了。不知领主大人叫我过来是为何事啊？啊，红薯城里没有人比布兰老爹见识更广的了，想必您应该知道些什么。不可能，这是时空裂缝。时空裂缝？传说7界之外还有一处放逐之地，由各界的时空裂缝组成。但这些裂缝全都被禁锢在了太古同门之中，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条裂缝？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裂缝存在，红薯城乃至桑曲河，随时可能遭遇比上古凶兽更恐怖的危机。多少人只想得到放逐之地中的凶兽和异宝，他竟然先担心城中的百姓。领主大人无需太过担心，裂缝很小，强大的凶兽无法通过。老爹，不把裂缝关了，红薯城怎么发展？我睡觉都不安稳呢。传说紫薇大帝留下的青铜柱能开启封印太古同门，将来也能封印这裂缝。在哪儿啊？我们打赢的，这些皮甲就该是我们鳄鱼族的。就你这块头根本穿不下，还是给我们防身更合适。你别想独占。你们两个一件皮甲有什么好争的？殿下，鳄鱼族有了皮甲，更能在战场上冲杀，为您效忠。剿、抗、敌、防、心、为、击。青龙寻星阵，领主大人，你能看清那几个字吗？我试试。落什么呢？这应该是他们要寻物的地方。敌人要的，咱们就不能给。先把时空裂缝遮掩了。走，去问问那些俘虏。回答我几个问题。你们皮甲上的青龙寻星阵是谁设立的？风染巨人。啊，这可是最顶尖的制甲师啊！为什么会效忠烈焰魔君？风染巨人是制甲师，不是阵法大师，到底是谁？
不清楚。级别太低了。你们老大是谁？陈天，他……这人的意识被人下了禁制，谈及一些秘闻，禁制就会启动。我从独眼暴君中学来的精神法门还是太过粗浅，没办法破开。大人饶命啊！小人只知道在找开启太古同门的东西，所以才通过皮甲上的阵法找到大致方位。青铜柱，这就能说得通了。普通强盗团怎么会有妖族，有风染巨人，又在意识里下了禁制？原来是有人在用烈焰魔君找太古同门。若是太古同门开启，天下大乱呐！那个地方在哪儿？小人被派出来搜寻粮食。说。桑暖暖，你们和鲛人继续调查烈焰魔军中的妖族。齐安宇，你派人去找烈焰魔军的动向，找一下桑曲河带有落子的地点。是。最快的方法还是提升实力，只要能破解白光，就能找到青铜柱。暖暖，我要闭关，你要是听到什么动静，一定要进来叫我。我知道了，殿下。小爷今天就喂饱你。就这一点，恐怕不够。先试试。怎么了？又要裂开了？这头逆魂蛟延寿的精元充沛的出乎预料，我好像要进阶了。进阶好啊，这样才有机会找到青铜柱。女的，我的元婴是女的。我还要。你在说什么？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让元婴进阶寻找青铜柱吗？就这点真力可不够。殿下，殿下走火入魔了。殿下，你怎么样？没事儿，怎么黏糊糊的？元婴蛋进阶，紫薇斜眼提升，应该可以看清地图上的字了。2个字也够了。暖暖，我们走，去找布兰老爹。殿下，布兰老爹他们都去了后城门。领主大人，领主大人，领主大人好，领主大人好。
他们去后城门干什么？这是器械大战后就已经绝迹的七凯之树。当年无意发现了一些种子，没想到活了下来。这七凯古树木灵充沛，才能在下方种出些粮食。这是在干什么？雨季快到了，得储存粮食。只是七凯古树攻击性极强，只能让安宇他们去收。安宇他们的隐身时间很短，一段时间只能用一次。神射手还会隐身，简直是天生的刺客。每次获取粮食，他们都是在拿生命冒险呐。好，嘿。老爹，怎么办？去通知尔雅他们，叫人准备点火。我就该拦着领主大人，不让他出手的。仙儿小姐，梁希，等等！仙儿，没事吧？没事。我木术体质，真力特殊，对七凯古树有益。七凯古树将我当作同类中的强者了。都回去吧。我跟七凯古树约好了，我们帮他们捉藏在树缝间的尸木虫，他们帮我们采集粮食。好多耐过球，这个方法我第一次见到。要是领主大人早点成为我们的领主，小飞他们也不会。好了，不说伤心事了。这次雨季，大家都不会饿肚子了。还是你们能力太过低微了。这枚玉牌记载了基础的修炼功法，好好修炼，提升实力。是教授大人。对了，老爹，我从烈焰魔君皮甲上看到了另一个字，是日字。落日，那就只剩落日大沼泽和落日山脉这两处地方。白光遮挡的是4个字，啊，是落日山脉。费了这么久还没到，难道老爹给了我一张错误的地图？乾隆镜，藏头藏尾的算什么本事？给小爷滚出来！多亏老娘，还振振有词。淫贼，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这位小姐，以我的修为，还用得着偷窥吗？喂，这是你自己扑上来的，别想讹小爷啊！
你身上的伤，我已经帮你处理过了。是我误会你了，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拓跋婉婉都可以满足你。别提太过分的要求。这里怎么走？迷路了？你的这张地图过于老旧，现在这条路才是通往落日山脉的路。今日多谢相助，这是我的信物，以后有事你可以来祁阳神室找我。你叫什么名字？梁希。祁阳神室，有意思，看起来地位不低。没想到烈焰魔君先来了一步，哼，借你衣服一用。你怎么一个人？你的队长呢？哦，我肚子痛，方便去了。好。什么？令牌呢？你外出，你们队长没留给你？队长给的令牌有点多，你说的是哪块啊？就是这块通行令牌。哦，这块啊，我找找放哪儿了？快拿出来！哎，不在这儿嘛，急什么？看看，是不是？这就是青铜柱。你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说！马上就去。给我加快速度！今天就要把青铜柱运出去。接触不了，怎么把青铜柱收起来呀？这是怎么了？青铜柱发光了！怎么回事？好诡异的气息！我的境界在不断突破。我也是。有问题，有大问题！我的手！献祭生命开启青铜柱，是你们的荣幸。是你？你的真力如此浑厚，不是我们的人吧？没关系，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别挣扎了，在这里，我就是神。这块青铜牌，你怎么也有？不过乾隆境妖族，也敢在小爷面前逞凶。这青铜柱跟拓跋婉婉、跟祁阳神师一族有什么联系？真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这份大礼我就收下了。可以使用一次万年真力了。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大人饶命，属下定会夺回青铜柱。哼，再给你一次机会。小贼，我一定会找到你，将你挫骨扬灰。是梁希大人的领地吗？好热闹的城。梁希，按照约定，我们来了。早关闭，早安心。这么多年过去了，激阳神世早就失去了太古同门的下落。您却突然要去启动禁制，还把您的青铜牌传给我，明明只是传说而已，为什么您偏要去？爹爹，啊！难道爹爹也用青铜牌看到了什么，才去启动禁制，导致了昏迷？我要去找梁希。主人就在前面。这次也找到烈焰魔君踪迹，记下大功。从这里到红薯城，骑行军也要3、4天。那天遇到的烈焰魔君精力充沛，一点不像赶路的样子。他们用了传送阵，这附近一定有传送口，沿着传送口找下去，说不定就能到烈焰魔君老巢。好奇怪的药香味儿。半步散仙，你就是红薯城城主，结胎境天才，梁希。你是什么人？取你命的人。好快的速度，得想想办法，不然今天就要栽这里了。偷拿大人的青铜柱，手伸得太长，是要下地狱的。难道你是烈焰魔君首领陈天？这是什么招式？居然给我一种躲不掉的感觉。好大的力量！烈阳阵，嗨！
真不愧是天灵门弟子呀，果然是有点实力的。不过和老夫相比，你还是嫩了点。怎么回事？二道境，你真武双修。要是二道境发作的早一点，我早就解决你了。可惜你还是慢了一步。这是什么？祭祀神火，很快就会烧干你的灵魂。看你那位大人怎么来救你。他可不先来杀死一只蝼蚁。雷龙真迹。糟了，红树城！这雷法明显就是从红树城来的，我只能断断续续感应到梁希，他伤得很重。梁希不会有事的，我们只需要保护好他的红薯城。那是什么？雷龙，快，所有人离开城口！梁希，殿下，殿下，大人你在哪儿啊？梁希，你别吓我！殿下，梁希，梁希，殿下在这里！一世族人，一世族人，快来！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医师村长说，血流不止，体内还有一股雷毒在破坏他的内脏。他伤得很重，要想将这股雷毒彻底驱离，需要寻找水属体质的人作为辅助。可现在去哪找水属性体质的人？我可以啊。医治灵主大人需要强行抽出你的真力，这个过程非常人能忍受。梁希他绝不能出事。那请尔雅小姐做好心理准备。快，把他扶起来，盘腿坐下，将真力打入他的后心。梁希体内的火毒已经被逼出来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准备好了。村长，情况不对，灵主大人在抽取这个小丫头的本源。怎么会这样？要是本源真力消失，尔雅恐怕一辈子都不能修炼了。还不赶快停下来！没用的，这种情况下，要是强行打断，两个人都会重伤的。梁希，你快醒来啊！
长，快看看他们俩怎么样了。梁希，你在做什么？快放下剑！他就是刚醒过来，脑子还不太清醒，现在没事了。医术高明的村长大人，你刚刚是想谋杀我吗？我要是真想害你，就不止一根针扎醒你了。抱歉，是我迷糊了。啊，二丫怎么了？他为了救你，甘愿替你引导雷毒，但你的灵力太过霸道，差点吸干人家小姑娘。今天辛苦你们了，都先回房好好休息吧。尔雅就交给我吧。你我之间可是有海神的祝福啊。接受了尔雅的真力，体内多出的水属性与龙族血脉契合，我现在是水、木、金3种体质了。该去找找那个面具人是什么来路了。都给我动作快点儿！谁要是敢偷懒，不给饭吃！水法，吃饭喽！终于吃饭了，饿死了。吃完了，没事，吃完饭就有力气干了。再来一个，不够吃。鳄鱼族都是吃货嘛。好久没这么热闹了，这还真是多亏了领主大人。大人，我们知道的真不多。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是不会再告诉我什么消息了。这是伊氏族人发明的小玩意儿，如果不想真的笑到死的话，就乖乖配合我。我有话说，我也有话说。早这样不就好了？陈天修为已经到了半步散仙，你们为何还是排名第3的盗匪团？大人，虽然我们首领外加功夫强横，但还是触及不到仙人的地步。面具人不是陈天，那他平时有什么异于常人的举动吗？特别的举动倒是没有，不过说起来，首领身上好像一直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像苦荷的药香味儿。对，就像苦荷的药香味儿。但首领正值壮年，平时看着也没病啊。好大的力量！烈阳阵，开！你们首领还是不是陈天都难说。要想搞清楚秘密，还是要让人先找到烈焰魔君的传送阵，再找到烈焰魔君的老巢。
此次城内翻新大建，气象一新，还请领主大人为新城命名。领主大人，番茄城，以食物为基，好名字啊！我的番茄面。大人，我已经带人探索在红薯城。领主大人已经新命名为番茄城了。是的。大人，这一月我们和鲛人他们配合，以番茄城为中心，向外搜查了近100里，只找到几处烈焰魔军残存的驻地。我打听过了，烈焰魔军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动静小了很多，几乎找不到人了。陈天受伤后龟缩了起来，这家伙还真是难找。打扰小爷的好心情，很好，去会会他们。我们是不是来错了？这还是那个破破烂烂的红薯城？报上你们的名号，若是再前进，别怪我们不客气。哼，楚国杨延寿，岂是这城墙能挡的？列阵！奉进！谁敢到我番茄城来闹事？给我上，让他们见识一下番茄城的战士。不过瘾，不过瘾！师门大爷，我这招！不好！放肆！若是惊扰了林荫大人，你死1万次都不够。你带领庞国杨延寿攻打楚国领地，我是否可以视你庞国要跟楚国开启战端？小小领主口出狂言，就是你们简王爷在林荫大人面前也不敢这样说话。杨凡出列。庞国人，你们的颜面是要靠犯人挣回来了吗？我们不是犯人。殿下，这不是普通人能爆发的力量。你叫杨什么来着？我叫杨凡，我们是整个大陆上单兵作战能力最强、攻无不克的血狂战士。什么血狂战士？你们现在只是一群战败待死的犯人，一群囚犯。我们不是囚犯，打了败仗在前，回抗命令在后，杀无赦。这位大人，打打杀杀的多不好，何必徒生业障？我们商对自己的事，领主大人
何必多管闲事？我这人最见不得恃强凌弱了。既然领主大人一定要多管闲事，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既然你自损庞国炼体独树一帜，不用武器，那我也不用，省得你们说我胜之不武。你这点力气可不够。一个修真者，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好了，可以停手了。押送重犯，蓄养军队。我倒看看这群甲客商还有什么名堂。领主大人，小人不识礼数，多有冒犯。雨季将至，还请您不计前嫌，出手助我们渡河。令大人说了，渡了河，多少钱都不是问题。我良惜爱财，取之有道。现在番茄城还缺血狂战士，缺杨延寿，没工夫帮你们。杨延寿乃庞国重器，血狂战士更是重犯，我无法交出。领主大人，换个条件如何？那你们另请高明，我们走。领主大人，请进来详谈。林大人，为何戴着面纱遮遮掩掩？小女子姿容平平，怕不入领主大人法眼。领主大人，请喝茶，这可是庞国的贡品。林大人客气了。精神力构筑的空间。听闻天灵门弟子梁希资质无双，早早成为红薯城领主，小女子欣喜，想试上一试。林大人想怎么试？我的话就是规则，还。不过如此，就这样的你，又是怎么从双头老怪手里逃出来的？看来林大人早就注意上我了。抓到你了！禁锢牢笼，剑灵刺主。若是领主大人愿意送我们过河，小女子这就放你回去。若是不愿意，你这么关注我，不知道凯水刃已经被我血炼了吗？你们扮作客商来我楚国干什么？寻找秘藏。什么秘藏值得派出血狂战士和扬言骑士军团，还要你这个精神力高手坐镇？太古通门啊！你们找到太古通门了？有进去过吗？血狂战败，损失惨重。这才是你急着回庞国的原因。你们是怎么进去的？不好，他要醒过来了！我
劲！小女子输了，愿意送出一半血狂战士和阳炎兽作为赔礼。告诉我进入太古同门的方式。哼，你不说，我也有办法让你说出来。你敢？这是伊氏族人研制的，笑死你！我要把你大卸8块！我说，是灵猫一族。灵猫一族？是的，他们能带我们进入太古同门。我只知道这些。我明白了，我要全部血狂战士和阳炎兽。你，送我们过河。成交。领主大人，看来你与林大人相谈甚欢。阳炎兽和血狂战士全部归我，我送你们过河。全部？你们从此不再是囚犯，而是我梁溪的战士。我将给你们武器，让你们守护桑许河，重振血狂战士的威名。谢领主大人！梁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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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溪！元婴象征，这么年轻就要迈入仙期了吗？闻所未闻。梁领主，成了，快走吧。后会有期。期待林大人下次的厚礼。玄武青铜柱就在前面的石头城里。是的，白虎青铜牌有警示。玄武青铜柱只能是我们白衣雪的。哼，这伙强盗是冲着番茄城来的。你跟着他们，我去向主人报信。怎么了？出发，夜袭石头城。是。是你！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从殿下房间里传出来的。走，去看看。啊，殿下。嘘。没事儿，一只野猫。你们继续夜巡吧。是。没想到你就是桑许河最近上任的领主。你一个大姑娘，孤身闯男子寝宫，不合适吧？不欢迎我。关于你手里青铜柱的问题，难道不想问问？
你怎么知道？4象青铜牌本由我七阳神士掌管，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感应。我那日通过青龙青铜牌看到你封印了时空裂缝，还有一块白虎青铜牌在白衣雪手里，他们正在寻找其他青铜柱。我想你的城池很快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梁希，我是来找你合作的，我比你更了解白衣雪，我能让你更有力的应战。什么人？放信号！死！阿宇，他会隐身。恶狱族，震慑！把他们拿下！强敌防御信号，什么人在这个时候一闯番茄城？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是修仙者，撤！大人，属下守城不力，请您责罚。不怪你，对方有备而来。主人，今夜派出的鲛人只投回1人，有军队想要攻城。是白衣雪。好得很，白衣雪，既然上门，我就好好准备，还你们一份大礼。你们先去找伊氏族人疗伤。伊氏族人。桑竹兰，带鳄鱼族和剩下会隐身的弓箭手驻防守城。博越，带鲛人族在城内河道中警戒巡逻。暖暖，带人铺设警戒陷阱，以防对方卷土重来。是。婉婉，我答应合作，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把白衣雪的消息告诉我。我想借用伊氏族人。没问题。拓跋婉婉，是我请来的援军。婉婉姑娘。哼哼，梁城主，昨晚睡得可好？无耻强盗，装什么君子？我们的真力消失了。你说的没错，白衣雪的青铜柱能屏蔽附近的真力。多谢2位美人的助兴表演。若是诸位主动打开城门，交出青铜柱和青铜牌，我们白衣雪保证善待俘虏。等等，这不是我要说的吗？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是。
桑竹兰，本领主被人小看了，你会怎么样？冒犯殿下者，杀无赦。让他们知道番茄城的战士是什么样的。为番茄城而战，为番茄城而战。痛快，痛快！走！血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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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青铜柱不是已经开启了吗？为何对方还这么强？上古青铜柱只能屏蔽真力，对方用的是纯粹的肉体力量和战气。极影军，血洗红薯城，遵命。遭受这么一番打击，也该来点杀手锏了吧？放箭发信号，让他们撤回。对方的隐身人应该要来了。叔叔，是殿下的烟花。众人听令，立刻回城。辛苦了，各位。准备。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丢！怎么回事啊？这些是生死会。那些是生石灰吧？生石灰遇到鳄鱼族战气加持的水，会爆发极高的热量。这股热量可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就算没有真力，小爷我照样也能收拾你们。现在白衣雪已经被我们击溃半数，谁愿意和我一同下场杀敌？誓死追随殿下。齐影军竟然也战败了。刀锋饮血，战无不胜。快打开那扇大门，召回上古的力量。怎么还没有好？不对，我的力量在流失，他在吸收我们的精元，快收回去！这次怎么全倒了？啊！时空裂缝！太古同门，他终究还是出现了。传说是真的，七阳神氏一族守护的也是真的。梁希，太古同门，散开，别靠近这个东西！来不及了，你们都将成为他的祭品，
这就是惹怒我们白衣雪的下场。这就是我们白衣雪的底牌，这就是太古同门的力量。那个小领主怕不是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吧？真力用不了，正好试试龙族传承中的龙族战气。那一下竟震伤了心扉。白衣雪，战无不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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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怪物怎么过来了？快跑啊！快跑！救命啊！这怪物居然敌我不分！他怎么能是我们自己人？这跟我预料的不一样，怎么办？怎么办？这家伙又盯上番茄城了。一招震伤我的心肺。这怪物修为没到散仙，也有极胎后期了，得先摸透这怪物的弱点才行。给我开！那怪物竟然能反弹战气伤害。梁希有危险了，我得去帮他。尔雅，冷静一点，现在用不了真力，过去就是给梁希添乱。大块头，我算是明白了，并不是你有多强，而是你能反弹我的力量。不能退。看看你血炼的力量！战气能对蓝色部分造成伤害。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这个怪物是怨气的结合体，必须在它吸收完前
用真力破坏红色的身躯。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干什么？看到那个怪物了吗？解除青铜柱的屏蔽，趁他还没恢复，小爷还能对付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来是没得谈了。好，我这就送你去跟那个怪物见面。我想，那个怪物不介意多份口粮。啊，停下！我解除青铜柱。草这样不就好了？我可以解除青铜柱，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这样的怪物，你说，白雪损失惨重，我肯定回不去了。你必须答应，让我就此藏匿在番茄城内。赶紧开始吧。青龙与南林。白虎座长存。白虎青铜柱竟然不限制你的真力。我作为白虎青铜牌的拥有者，自然不受白虎青铜柱的影响。嚣张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了。辛苦了，我的魔龙宝贝，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我们走。红色身躯不能反弹我的真力伤害。最后一击，再见了，大块头！那怪物倒下了，他人赢了。是啊，地下赢了。都说了，地下是战无不胜的。领主大人所向无敌！领主大人所向无敌！赢了吗？不，还没有结束。传说中的冰焰鬼帝可以相死而生，于毁灭时再临世间。这是。还没结束吗？这是冰焰鬼帝的内魂。不能去，你们的实力还不够。这家伙跟冰焰鬼帝是相反的。我从矿武洛那把白虎青铜牌拿来了。你有结胎境的实力，
可催动4项青铜牌射住他。梁希，灌入真力，寻其文，验其形。总算把他困住了。这怪鸟还真不轻。乖乖待着吧。梁希，有需要尽管来七阳神室找我。后会有期。青龙牌和朱雀牌，梁某就先暂借了。受伤的战士已经安排医士族人治疗，尔雅和仙儿姑娘也在帮忙。除了这位，罪人霍武洛，见过城主大人。把你知道的关于太古同门的消息都说出来。白衣雪迄今为止只挖到过1根青铜柱，我只知道利用青铜柱和大哥培养的7个柱技，能开启太古同门。7个柱技和1根青铜柱能开启太古同门？是的，但这次召唤冰焰鬼帝力量过强，他们都献祭了。大人，那头怪鸟在吸收青龙牌的力量。糟了！救命啊！白虎青铜牌失效了，除了我，能控制它的还有霍武洛。万年真力，不差你这一点。还有吗？照收不误。霍武洛，你在干什么？大人，是白衣雪的精神念师控制了他。那家伙还控制桑暖暖，与钱安宇打了个2败俱伤。你答应过要保护我的。精神念师？是的，我擅长精神力，可以从内部摧毁敌人。天劫！大人，您还是自求多福吧，这座城保不住了。我本就节台巅峰，这次又从怪鸟身上吸收了庞大的真力，竟然引来了天劫。天劫果然恐怖。好不容易建起的番茄城，
不能因为我毁掉真力。我回去。还不够，追！出了个窟窿，元婴进阶了。领主大人，等等我！桑统领，你要带我去哪儿？大人吩咐了，要我把你藏好。你不是进阶了吗？难道就只是变大了？这次进阶是你修炼出了内魂。内魂是什么？内魂就是修炼出自我意识的存在。那只怪鸟就是冰焰鬼帝的内魂。也就是说，我内外可以同时修炼了？有了内魂，你也多了一个保命手段。不过内魂修炼条件十分苛刻。不管多苛刻，小爷好歹也修炼出来了。我还远远跟不上你的修为。有机会进一趟太古同门，里面上古凶兽横行，生命精元充沛，能让元婴蛋尽快突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你不想说就算了。我说怎么一股猫骚味儿？你就在这里好好玩吧。领主大人，你把霍无洛藏在哪儿了呢？狡猾的领主，你把霍无洛藏哪儿了？看来你就是霍无洛说的那个精神念师了。怎么刚来就要走？这不合适啊！你可困不住我，笨蛋领主。谁会对一个精神念师不设防啊？
主大人，你弄疼我了。别白费力气，你觉得还有什么法术能瞒得过这双眼睛？紫薇邪眼！你是谁？来番茄城的目的？我是灵猫一族的清月，受白衣雪所托，确认太古同门的状况和霍武洛的生死。灵猫一族，霍武洛带着的7个老者是你培养的？嗯。那你应该知道如何进入太古同门。想进入太古同门，需集齐4根青铜柱和青铜牌，或是拥有足够强的精神力量。因为太古同门之后其实是精神力构筑的世界。太古同门之后不是放逐之地吗？怎么会是用精神力创造的？建造那个世界的人叫林轩，又或者叫紫薇大帝。领主大人，清月来自太古同门内，如果您想进入太古同门，我可以帮您。看来你有什么条件？您有紫薇邪眼，天赋强大，只求您离开太古同门时，能将我困在里面的族人带出。是真话？是真的。就你族人可以拿你修炼精神力的功法来换。啊！我梁大官人难得发善心，过了这村儿可没这店了。我答应你。这位是灵猫一族的清月姑娘，从今以后就是我们番茄城的新成员了。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哼。雨季将至，为了让战士们不会太无聊，我准备了一个专门训练的场地。这就是我构造的意识世界。桑竹兰，在这个世界构想的武器可以变为实体。殿下，来吧！好痛啊！虽然只是精神体，但在这里的感觉都跟现实一样，可以极大的提升战斗经验。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呢？要么等1个时辰，要么被打出去。这些怪物动作僵硬却有序，一定有人控制，得想个办法把这人找出来。统领小心！敖月，战场上怎么能分神呢？殿下，您怎么来了？城内士兵探到桑曲河边有2伙人在交手，我便过来看看。准备结阵。操纵傀儡作战，看来你就是霍武洛所说的白衣雪鬼师。霍武洛，带我去找那个叛徒，本师饶你们一命。不自量力，出能信死！你是龙神后裔。敢摸进小爷的地盘，就别想着回去。殿下，我等奉龙神陛下之命，前来辅佐殿下了。啊，敖月大哥，太见外了。
敌袭！有敌袭！哪个敢来番茄城闹事？番茄城无人，就派了头鳄鱼妖兽出来吗？你敢小觑鳄鱼族战士？叔叔，我来助你。梁溪的领地受到了攻击，却未见他本人现身，此事必有蹊跷。此次掌门派遣我们，就是为了助他管辖。袁爽，你先带雨宁去查看一番。是，师父。魔阵，来真的！师父，是我，快住手！梁溪，哼，臭小子，连你师父都敢捉弄了！师父，我错了，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梁溪，一段时日没见，你又变强了。那当然，我是谁啊？走，带你们去参观我的领地。这城不像师父说的那般落魄啊。七铠古树，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很吃惊。谁说丧去河贫瘠的？连消失的古树都有。为了大家的再次重逢，干了这杯。梁溪，我们这次除了来帮你，还想告诉你一个消息，希望你在半年后的修真大会上，帮天灵门守住第一宗门的名头。师父，您……你有这个实力。好，我答应您，尽力一试。梁溪，能帮我的只有你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婉婉。你醒了？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治愈了。这人实力不错，灵力也是罕见的纯净，倒是一个帮忙的好人选。你别想耍花招，不然我们的交易作废，你也休想得到我的身体。婉婉，本宫最讨厌别人要挟我，我改变主意了。交易条件上，我还要这个男人的修为。你怎么能反悔？只是要他一点点的修为，对他造不成什么影响。而灵药可是能救你父亲的命。父亲，婉婉，你怎么了？梁溪，我找到了救父亲的灵药，我想找你帮忙，但他那里很危险，万一你出事，可我怎么能看着父亲死去？你帮了我这么多次，我也会帮你解决的。放心，谁都不会出事。我们走。就是这里了。
我无法查探坛底的情况。婉婉，你确定灵药在这下面？你跟我来就是了。做得很好，只要乖乖按照本宫指示，自然会找到灵药。就是这里，我上次遇袭的地方，你小心点。你发现了什么？这是沉尸之地。沉尸之地，不好！他想用血祭阵法害你，你快走！婉婉，你说什么？没想到灵药还没到手，小丫头就要为了情郎背弃本宫。残魂，怪不得那夜给婉婉疗伤，总有一股力量在干扰。哼，如若不干扰，本宫又如何探测出你身怀恐怖真力？本宫真正要的是你。哼，就凭你？哼！紫薇邪眼，是你！林轩，你瞒了我们几千年了！林轩，还我命来！紫薇邪眼，你和林轩是什么关系？在下梁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是什么林轩、李轩。嘴硬，进了本宫的血祭阵法，由不得你不交代。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梁希的，你不是也没听本宫的话？梁希，这也是石碑。你胡说什么？占了我的身体，我也能模模糊糊知道你的想法。回去，没有本宫的允许，不准再出来。进入阵眼太危险，但错过了这具身体，我就无法摆脱它，我也等不了下一个千年。林轩哥哥，醒一醒！他就在附近，抓住圣女！天意弄人，终究还是回来了。这是你的地盘，你应该知道怎么出去吧？知道，不过你我只能出去一人。这是我的画，还给我！该死，还是找来了。这又是什么？七界排名前5的妖兽，耀日水母。圣女，
还不回来！哼，不过是我残缺魂体融合成的怪物，还妄想吞噬本宫！喂，快快逃！那是婉婉，不是圣女。梁希，这就是打伤我的妖兽。不是圣女打伤你的。这是灵药。他打伤了你，你又因他找到了灵药，冥冥中自有天意。天佑爹爹，希望爹爹能平安醒来。这么久都没动静，应该走了吧？耀日水母好像已经离开了。既然已经寻到灵药，我们就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梁希，这次还要多谢你。如果这次不是你亲力相助，我恐怕拿不到灵药，就无法救爹爹了。你是西洋神氏少族长，我是桑曲河领主，你我之间更应该守望相助。如果我不是西洋神氏的少族长，你会帮我吗？会，你多次助我脱离险境，我早已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尽管来城里找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总感觉有什么大坑在等着我。你若是有事，也尽管来七阳神室找我，我一定配合你这个大领主。那说定了。这畜生还在这里等着我们。他把路全封死了，只能一战了。好像惧怕玄琴锁。玄琴锁，这是圣女，还不回来？不过是我残缺魂体融合成的怪物，还妄想吞噬本宫。圣女神通，得圣女者可得天下。还想被锁住吗，圣女？你在胡说什么？耀日水母和圣女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明白吗？耀日水母
就是圣女残魂的一部分，他们在争夺意识的控制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玄情锁竟无七情无感，如若挣脱，将受契约诅咒，终生不得自由。圣女挣脱了玄情锁，却因为契约的诅咒变成了曜日水母。而你潜入寒潭，被曜日水母所伤，圣女的那部分残魂才趁机缠上了你。只是我很好奇，你答应了她什么条件？我把身体给他换取灵药，但我没想到他把主意打到了你身上，对不起。本宫又回来了。要想打败他，光靠损坏的玄情锁可不行。怎么又是你？快把身体还给我吧！我的事解决了，自然会还给他。千年来，他实力大增，你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如果不想被曜日水母吞噬，永远消失，就快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快呀！石台的灵珠上附有留下的传送阵，但不知通向哪里。都快死了，还考虑什么？你去拿珠子。快呀！冰皇。幸亏小叶留了一手。你把力量都用光了，怎么催动灵珠的传送阵啊？这里危险，你怎么还敢随意走动？你懂什么？放开我！有缘之人，破关方可寻得出路。林轩，我知道是你，千年了，你为何背弃我，不来救我？哼，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已成万物相生。我来试试。五行归一，
不需要排练。臭小子，别想占本宫便宜！那就请您挪开我脸上的这只纤纤玉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机关，我拆了你！啊，你疯了？想困住我们吗？这是……这铜铃应当是人为布置。青铜铃，我明白了，是潮汐心诀。心、肝、脾、肺、肾，对应火、木、土、金、水。过此关，便是我林轩的记名弟子，必须立下誓言，守护人界。若违此事，万劫不复。费这么大劲儿救一个记名弟子，啊，算了算了。弟子梁希起誓，日后神功大成，必定守护人界。若违此事，心魔缠身，万劫不复。紫薇大帝留下的宝物啊！这是什么地方？梁希，你可认罪？我何罪之有？邪欲起，业火炽然，非人凡辱，乃汝自凡。云爽，如果你力量不足，只能败在别人手中。你需要更强的力量，湮灭能威胁你的一切。我不能败。我要变强。梁希，救我！不可能，不可能！守护七界，应分清执念、魔念。都怪我，都是因为我，他们都因我而死。不确定的未来，应由你而定，切勿让恐惧替你主导。我明白了，谢谢你，小狐狸。等等，这是你内心的映射，是你的命。那我就逆天改命。你打开箱子了。你疯了！嘿，没事吧？不忘本心过业火，
不扰七情度人心。此关已过。这一束本命真火，对于炼气炼丹稍有用处，各种体会你自悟。弟子受教了。梁希，你的样子，我的声音。紫薇大帝的考验绝不会没有活路，先从书架开始吧。不是，也不是，没有。通过考验的方法会不会在这书里？原来时空裂缝竟是预示着七界大乱的开始。都不是，破关的方法到底在哪里？婉婉，你那边怎么样了？啊，这是生命晶元啊，是书。婉婉，看书能返还生命晶元。愈发的深奥了。这些书籍返还的生命晶元，竟然比之前多了1倍有余。婉婉，来不及了。你醒醒啊，婉婉！刚刚我不应该只顾自己，应该多看你一眼。如果连你都护不住，那我又谈何保护人界？一定有办法！梁希，为什么会这样？你明明已经恢复了。书山高耸，有琴为镜。拓跋婉婉，这关你过了。这颗仙丹是通关的奖励。仙丹有何功效？可让你直达仙境，长寿万年。直达仙境。若达仙境，你将带领七阳神氏重现辉煌。七阳神氏重信重义，梁希为了我身陷死地，我绝不会弃他不顾。这是突破结胎，晋升仙级了。只是仙力到了仙级，别哭了，我又回来了。唉，修真长生者，其实最是无情，而你们却愿意为对方舍弃生命。恭喜你们，真正的通过了考验。啊！要是我没有救婉婉，或者婉婉没把丹药给我，结果会如何？那你们将会永远沉浸在这书海之中。我从书山学海里学到了如何炼制玄情锁，需要你暂时拦住曜日水母。
不愧是苍穹古派的囚禁阵法，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就能破解阵法，带你出去了。这玄情锁能洗脱你的邪欲，你身为圣女，终生别想踏出宗门一步。他一定出什么事了，让我出去找一找他吧。凌轩与他师父决裂，早已战死在对决中，你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他一定还活着。林轩说过要带我出去的。听风石里记载了凌轩和他师父的决战，你在这儿好生反省。原来，这就是你的过往。真如动灭，三魂归一，收！感谢你们，让我重新化为人形，但我执念太深，再加上玄情锁的压制，一刻之后还是会变妖兽。抱歉，让你深受困扰，我会自封于此，不再出来。啊，等一等，这是紫薇大帝留下的。抱歉，没能带你出去。你终于来了。人界那一战，我只能进，不能退。这个责任，我必须得接下来。凌轩的师父无烟，入了邪道，这听风石或许对你有用，那你呢？我们也走吧。嗯。邪祟，今日就算与你们同归于尽，也休想踏进我番茄城半步。梁希，你回来了。饮水师祖，你带师傅离开，这里交给我。这是攻城的五行傀儡，他们能吞噬真力，并反攻回去，你要小心。来。能吸收真力，再转化为相克属性，反攻回去。看来不能再用真力对付你们了。今日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龙族之威。阵气有效，但他们能合力分摊散仙境的伤害，还能自我恢复。
真是麻烦。断臂空心，还有残留的阵法痕迹。梁希，他们是炼制出来的法器。法器那就好办了，损坏法器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内部瓦解。记住了，我是桑许和领主梁希。结束了。他们吸收不了战气，我用战气将他们内部结构都破坏了。不过还要收个尾。这几具傀儡的材质特殊，不如炼制成武器。看来你这段时日收获不小，都能踏空而行，步入散仙境了。机缘巧合。哦，对了，师傅，这些强大的傀儡从哪儿来的？桑朱兰他们呢？是那个叫清月的小姑娘发动了幻术，让所有人陷入了幻境。他趁我们对付五行傀儡的时候，掳走了尔雅和仙儿。金子，好多金子！你看到我的孩子了吗？美人，别跑，等等我！娘，我终于见到你了，娘，你怎么这么久也不上来看孩儿？幸好不是很复杂的幻术，我能解。我这是怎么了？我的金子怎么没了？我看到了死去的娘。啊，这……此事蹊跷，一定是有人针对你设下的陷阱。不管是查明真相还是救人，这青铜树我都非去不可。番茄城就拜托师傅和宁水师祖了。既然你执意要去，那就去吧。这番茄城，我替你护着。大人放心，只要那个番茄城领主过来，他必死无疑。何出此言？告诉大人，见到的梁希应当如何？不惜一切手段杀了他。届时打败了那个拥有紫薇大帝传承的梁希，就能将他炼制成傀儡，为我们所用，攻破太古同门指日可待。梁希，你终于来了！尔雅，仙儿，你们没事吧？吓死我了！要不是仙儿姐姐和清月，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们了。抱歉，我来晚了。好了，我这不是来了吗？别哭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不急，我要找到幕后之人。既然你不想离开，那我们就送你走。啊！邪祟入侵，这点手段也未免太小看梁某了。
梁希，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让他们自杀了。竟然有紫薇大帝的本命真火！是我做的。事出古怪，别自责了。清月，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之前我的意识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侵占了，然后……看你们自相残杀，真是有趣。梁希，他是白衣雪手里白沐风，擅长控魂，极有可能就是他控制的我。白沐风，他来做什么？哼，梁希，你数次破坏大人的计划，今日定要死在这里！能破开青铜树，看来你的战力已能和仙级相当。可惜呀！什么？这把阴雨赤血扇，就是从青木桐树中挖出来的，现在又吸收了本源树叶，区区仙级不在话下。梁希，我会帮你。不自量力！白沐风，竟然会使用一阵真力！梁希，你真是不断给我惊喜啊！我忘了告诉你，我也给你留了一个惊喜。烈日飓风乃青铜树传我的紫薇大帝绝学，你死在这招下也不算冤枉。青铜树内十死无生，想我大好年华就要断送在这里了吗？仙儿、尔雅、清月，没事儿。火属性真气，难道？火属体质觉醒？这是？可恶！放开我！听你那点精神力，还想与我为敌？白沐风，给我放开他们！你没死，该死的是你！哼！在我吸收了本源树叶的紫薇大帝绝学面前，不过多费一番手脚罢了。什么有形无神的假招？真正的大帝绝学不需要借用任何外力。等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的紫薇大帝绝学——赤炎离火剑。
竟然会败在你手里。但是，你战胜了我有用，番茄城你是救不了了。你能料到我来青铜树后会有危机？难道我就不会吗？呀！我要杀过来了！我好害怕呀！这次我们往右射，快往左跑！我摔倒了。城主英明，留下了符咒，给我们破了这精神控制的法术。这既然解了，还得装到什么时候啊？各位，梁溪来信号了，原地解散。好！仙气之力，梁溪，你注定会在修真大会上大放异彩。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别以为你赢了，你没赢，没有人能赢过我。不说是吧？棋子罢了。我要把你练成傀儡，我要你尝遍苦痛，任我摆布。哈哈哈哈哈！祭祀神皇，青铜柱要拿青铜柱。你说什么？梁溪，我没事。大人，不能放过梁溪。赤炎离火剑，可用记名弟子令牌催动青铜树，威力会更进一步。这是林轩的弟子令牌，走。他到底是谁？梁溪，你没事吧？可恶，让那个混蛋跑了。那个白木峰不足一提，只是那救他的人实在是实力高强，方才也只是拿紫薇大帝记名弟子的令牌吓唬他们罢了。真论实力，我绝不是他的对手。是魂体，我能对付。等下，容我狡辩一番。不用了，我才是这具身体真正的主人。百年来，邪线一直控制着我。邪线又是谁？等等，清月，说，邪线是来自其他界的控魂王，就是他带领白衣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喂，别装死，还没交代完。他魂体受创严重，是经不起精神力探查的。梁溪，我还可以救。不用了，他的消息很重要，带回去再说。梁溪，你有伤，我们带你。居然到了散仙，真是狼狈。谁知道那小子在青铜树里干什么了？青铜树火都没烧化他。不过倒是能确认，青铜树里没有那根青铜柱，也不算是一无所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能将那小子拿下，让他在我手里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退于废物，死一次足矣，你还想有下次？
邪线虽然无用，但它的力量尚可，交给其他人，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陈天绝不辜负大人的期望。是梁希他们。你们终于回来了。这猫妖怎么还带回来了？万一城内再被控制一次，后患无穷啊！师傅，先不说这个了，您知道邪线吗？邪线？控魂王？正是他控制了清月。我还遇到一个实力在金仙之上的强者，若不是靠着青铜树，我恐怕回不来。金仙之上，这等大能绝不会随意出手。还有其他界的参与，幕后黑手绝不是仅仅针对梁希。袁爽、雨宁，我们当即动身，回天灵门禀报此事。师父，如今事态严重，我想留下来，和我兄弟并肩作战。我也是，仙儿需要我。那个面具强者似乎有所顾虑，不会轻易出手。我也需要人手帮忙。这次多亏了大人留下的符咒。是啊，没想到精神幻术这么恐怖，整个城差点毁在了这上面。抱歉，梁希，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怎么在这里？我感觉你好像不太开心，就跟过来了。我打算离开番茄城。不要闹别扭了，跟我回去。我没有，我不想大家再因为我被置于险境，不想再让大家受伤，不想再拖你后腿，不想。既然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就这么想一走了之吗？我白木峰的魂体还需要你来温养，异世世界还未彻底建成，拯救灵猫一族的交易还没结束，受伤的人你还没去做补救，现在走，你未免也太自私了。这座城才成型不久，它很弱小，就算没有你，敌人也会找到下一个红月、白月。都打起精神来，好好巡逻，不能再出错了。有本大爷在，看谁敢乱来！每次就数你睡得最香。所以，在你赎完罪前，不许离开番茄城。对不起，只要你不赶我走，我永远都不走。狐仙，龙神有令，你不可外出。您怎么来了？你顶着这对耳朵是要上哪儿去？敖月来信，梁希中了烈焰魔君的计，差点就死在青铜树里面了。你此时出关，于他无助，况且你的元魂未稳定，若强行出关，不仅前功尽弃，就连小命都难保。可是，与其想着跑出去，不如加紧修炼，才能帮到梁希。是。想啥呢？当然是想着怎么修炼，
最近的变故这么多，我可不想拖你后腿。觉悟不错，再接再厉。与白沐风一战后，我看你似乎又精进不少。梁希，咱们还能不能好好并肩作战了？你也提携提携我呀！哼，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便来好好提携提携你。梁希他肯定作弊了，从未听说有人修炼能如此神速，必须得问问他。那家伙比泥鳅还要滑溜，肯定不会告诉我们的。那就只能委屈一下仙儿妹妹了。干什么？别！啊！我受不了了！他们在做什么啊？你们几个不好好修炼，在房间外偷听什么？我们只是……我们是来质问你的。你们俩偷偷修炼，为什么不带上我们？对，这都被看着了，那便不可藏私啦。行。这个秘法可以模仿五行之法，助你们修炼。灵神修炼，我以仙力助你们突破。开始了，灵神。你们再不突破，小爷就要力竭而亡了。终于成了。今日我们一同破境，这样的大喜事，是不是该有点小奖励啊？我赞同。我也赞同。前面给你白开小灶了。我看这几把剑都不错。不可能，别再想薅小爷羊毛了。尔雅，我听说某人跟七阳神氏的少族长出去几天不归。鲛人看到你跟拓跋婉婉一起出去了，这件事要是告诉小狐狸，拿吧拿吧，今日就是被你们薅到底，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不好，婉婉出事了。烈焰魔君、白衣雪、七阳神氏，你下一个目标又是哪儿？擒了拓跋婉婉，七阳神氏能担当大任的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廖仲狗贼与你们勾结，就凭你们这些山贼，也想攻进来？嘿，一群山贼也配与我们相提并论？
看到了吧？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这些人形势很多，不能再等了。移席。攻击！原来都是些低境界的小兵，仙儿，这里就交给你了。嗯，你放心去吧。我去救人。哼，连个口哨都学不好，玩也玩累了，交给你们了。竟然还有人不知死活，敢闯进来！给我上！这些人入魔后没了痛觉，速度和力量也增加了不少。两个没用的废物，给我起来！哼，我倒要看看是魔毒厉害，还是紫薇真火厉害。好，婉婉在哪儿？少族长被庙中掳走了，我带你去，就在我们七阳神师的封印地。魂天灵，婉婉在上面。禁言术，我先救你们出来。怎么回事？这是以他们的生命精元建起的囚笼阵法，强行破坏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哪来的老鼠？躲躲藏藏，不敢见人。哼，老夫倒要看看，你是选择破阵就拓跋婉婉，还是让他被魔丹吸干真力而亡？小子，你的时间不多了。到底躲在了哪里？梁希，那些战士都处理好了。好邪恶的手段，
来得正好，你们帮我找一下，是否有人藏匿在此处？嗯。好。得先想办法救人，不然他们恐怕坚持不住了。既然魔丹强行吸收真力和生命真元，那就用潮汐心诀让真力逆流返还回去。梁希将那怪物引到自己身上，不会有危险吧？怎么回事？真力怎么倒流了？仙儿，你和尔雅先带他们出去，我等会儿救出婉婉就过来会合。万事小心。抱歉，我来晚了。好在混天力护着我，除了损失点真力，庙中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周围没有庙中的气息，应该是逃走了。那魔丹内吞了你不少真力，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回来。梁希，小心！竟然躲在魔丹中，真是可惜，差一点儿就要了你的命。哼，怪不得之前躲着不敢见人，原来是个半人半魔的怪物。放肆！区区结胎也敢与仙争高低？仙力，你是散仙？不过是够到散仙的门槛，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就你这样，还想拿下七阳神士？我番茄城长弓小兵都比你强，回家洗洗睡去吧。你竟敢如此折辱老夫！今日就算身陨于此，我也要拉你一起陪葬！这股气息有些不妙，我们先离开这里。来不及了，七阳神士的封印阵已经解开。这怎么回事啊？七阳神士的封印竟然被解开了，上古妖兽应是大灾将至啊！这大乌龟分明没把你放在眼里啊！金吾号令！
去河都会被他摧毁。桑去河可是我的领地，谁也不能在这里肆意妄为。誓言离火剑，好硬的龟壳！真是便宜你了。吞灵仙魂，吞噬万物。梁希，今日就算毁掉从云刃，也不能让桑去河生灵涂炭。天书星现世，看来又一场纷争要出现了。哼，寻找紫薇星盘的第一把钥匙，终于出世了。北门神兵之一的天书星现世，速去查探天书星现世的原因。一有消息，立刻回报我。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入龙宫了，快去看看。星辰之力非同小可，你虽提前化形成功，但也需谨慎对待。可是，趁这段时间，还是好好稳定一下你的元神吧。散仙的精元，对元婴可是大补。王婉，你怎么样？竟然伤到了根基。你想做什么？既然是你伤的，那就拿你这个散仙的力量来弥补。你居然把自己当作进化的容器，当着魔丹侵占你的神识吗？
祭祀神火！没想到那位竟然会把北门神兵藏入太古铜门中。只有集齐北门神兵，找到紫薇星盘，才能完成大计。北门神兵，紫薇星盘，面具人在策划什么计划？我先关闭时空裂缝，以免时空裂缝扩大。果然，魔丹返还的力量足以让你入了结态境。因祸得福，梁希，多谢你救了七阳神氏一族。父亲，您是紫薇大帝的传人，大帝所留下的青铜牌和青铜柱，便都托您保管了。这青龙为首，能感应到其余青铜柱的位置。我试试。为何那一条迟迟不落下？怪了，这最后一条青龙，应该能给您指明方位，除非最后一根青铜柱已经不在人间。我明白了，这是你当日向我求救的混天灵碎片，现在物归原主。若不是你我在寒潭出生入死，我又怎么拿得到灵药和混天灵？番茄城事务繁忙，逗留不得。梁某先告辞了。下次我带番茄城特产来给你尝尝。如今境界越高，对手的境界却越强。你想增强实力，就进太古铜门去集齐北门神兵，找到紫薇星盘。那个面具人也是这样想的。在异时空间锻造武器容不得分心，重则气毁人亡。知道了。你说最后一根青铜柱的线索会在哪儿？难道被封印了？青木道人已达金仙，兴许他知道。你说的对，我回天灵门问问。仙儿，我要回天灵门，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仙儿，以后要一起去摘奶果球啦！幸好在树山雪海里学过变化术。这里怎么会有丝巾？正好出汗了。仙儿姐姐，你好了没？梁希。领主大人得好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登徒子。竟然有人敢到天灵门闹事！先等一等，来者不善，看清形势再说。宁水，交出北门神兵，天灵门别想独占。王爷也是如婆娑门教主一般的想法。为社稷安危，特奉陛下旨意，领修士数千，前来护送北门神兵回京都。天灵门没有北门神兵，你们回吧。宁水，王爷顾惜天灵门颜面，才把朝廷修士驻扎在外，你别不知好歹。天灵门从不惹事，
也从不怕死。你们几个话说的倒是好听。这小子踏入仙气了。梁小友，战争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在威胁我？数千修士组成的军队，即使不敌天灵门，也能让天灵门元气大伤。好，我答应了。帝师，我可以交出北门神兵，但不是现在。梁希，即使你拖到青木掌门出关，也改变不了结果。给我3日时间，让北门神兵帮助天灵门凝聚气运。之后你们谁想要，价高者得。不过这3日之内，我会指派天灵门高手来守护神兵。慢着，说来叨扰天灵门这么久，本王也是过意不去。我愿意派人替天灵门弟子守护神兵。梁小兄弟意下如何？王爷说的是，我们2派弟子也会一同看守，为王爷分忧。王爷心怀苍生，替梁希解难，梁希感激不尽。那就劳烦各位费心了。欺人太甚，他们真以为我天灵门无人？梁希，你放心，就算提前唤醒师兄，我也会保下你的神兵。神兵都丢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吃？你们都别担心，没准用不着3日，神兵就会失踪。为什么？我是故意提出派人看守的，就是为了引诱解王爷坚守自盗。但用北门神兵去引诱解王爷，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世人只是从云刃，却不知神兵藏匿其中。从云刃碎片沾染了神兵的气息，我重铸的这把说它是神兵也没错。好计谋，这样也不算我天灵门失言了。锦王爷拿走了这把神兵，这也降低了梁希自身的危险。在外许久，你倒是成长了许多。真没想到你计划了这么多事情。不好了，神兵失窃了，来人呐！果然不出你所料。这样一来，即便日后他们召唤不出紫微星盘，他们也只能打坏了牙往肚子里吞。这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人。慢点啊！神兵失窃，本王之责，我实在是愧对梁小兄弟的信任，愿赔偿黄金10000两。黄金10000两？哼，这是在辱没东海龙族殿下吗？此次云路仙居也是看守不力，愿意赔偿100颗上品灵石。婆娑门也愿赔偿上品灵丹100粒。王爷，楚国与东海妖族近来相安无事，万万不可掀起波澜。梁小兄弟说笑了，锦王府还会差人送上100箱珍稀玉石。不敢不敢，龙族殿下可收不起你们这份大礼。东海龙族重宝无数，这点东西可能无法让他满意。本王愿将私藏的2/3差人送来天灵门，给梁兄弟当做赔偿。云路仙居再加1000颗上品灵石，中品灵石10000颗。这里面有上品灵丹1000粒，中品丹药1000瓶，梁小友定要收下。哎，使不得，使不得。这是陛下赏赐给锦王府的一条金灵矿脉，还望梁小兄弟不要嫌弃。梁师兄，这下富可敌国了。钱算什么？里面可是灵矿。这次景王爷真是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那多谢解王爷了。哼。
神兵一事，你处理得很好，没丢天令门的颜面。此次回来，还有一事想求掌教解惑。掌教可知太古同门和青铜柱？我可以告诉你。宇文大哥，你何时来的天灵门？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何要把万年真力传给我？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你的疑惑，看了这块听风石，你就都知道了。这是……正如你所见，七界1000年成一线，时空裂缝1000年一期。1000年前的时空裂缝，为人界带来了混战，生灵涂炭。这些家伙，境界最低也是金仙。当初人界强者们付出极大代价，才勉强护住了人界。如今裂缝已经再次开启，现在你站在过去，可去遥望未来。啊！誓死保卫番茄城！良心，不要！良心，救救我！到处都是废墟，他们都在向我求救。这不过是诸多未来之一。当初我传你真力，也正是因为看到你能帮助人界度过危机。宇文大哥，自我传你真力以来，你拜师天灵，独闯东海，以劫胎败双头老怪，剿烈焰白衣盗匪，今日又强迫锦王谋划，这些事无不印证着我是正确的。如今我把集齐北门神兵的任务交给你，你可敢接受？我不仅要进入太古同门，集齐北门神兵，更要找到紫薇星盘。不愧是我选中的人。想要深入太古同门中，需要4根青铜柱为基石，你已有3根，这最后1根就在北冥列境。这块青铜令牌可以带你去北冥列境。这应该就是宇文大哥说的入口。糟了！这里灵气诡异，仙力被压制了。我需要时间转换真力。良心，你放心，还有我在。别扯裤子！都快被卷走了，还在乎这些？快转换真力！良心，本公主快撑不住了，这些沙子在侵蚀真力。仙儿，好了。良心，多亏了你，我还以为要变成鲨鱼干了。北冥列境是吉凶之地，更别说你们水族了。我先试试七阳神师的阵法，找青铜柱。
复原。糟了，快跑！快走！没有仙级力量，他们是不会死的。火毒侵蚀了经脉。他怎么样了？没事了，你们退后。阵法有感应了，出去青铜柱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是什么情况？啊！你醒了？救命恩人，多谢你救了猪猪。这是玄武一类的阵法，但北冥烈境环境特殊，它起不了作用。这青铜柱，猪猪姑娘见过？我不确定，但好像在一只妖兽的巢穴中见过。我可以带你们去。还好有大人在，不然我等早就被这魔杀侵蚀了。梁溪已经到了，罢了，我们去镇压地，那里才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赤火阙的青铜巢穴，大家小心点找。怎么拽不下了？找到了吗？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干什么？哎，蝎子！打死你！打死你！啊！你待在这里。青铜柱，灵犀，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拿到青铜柱了。
结4项伏魔阵，助梁希一臂之力。成了。不。篓子捅大了。都没事吧？哼，这下可真是没有立足之地了。猪猪呢？臭鸟，放开我！这臭鸟把猪猪抓住了。别颠了，我。这鸟是在嘲笑我们吧？臭鸟！小心，你伤到妖兽的腿，猪猪要是掉下来就糟了。掉下来。赤火雀非常喜欢青铜器具，只要北冥列境内出现青铜器具，它都会飞过去抢夺。那岂不是用青铜器具就可以把它勾引出来了？仙儿，你们这样。喜欢吗？喂，就这么放了？快结阵！去拿青铜柱！梁希，青铜柱。小红，停下！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突然停战了？猪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这不是很明显吗？他跟赤火雀是一伙的，我们都被耍了。那个，其实小红是我养大的。好。终于碎了。这已经是第3次了吧？也不知道雪纹姑娘还能坚持多久。竟然利用天劫来破除星辰真理空间，但你要是渡劫不成，那可是神形俱灭。只有提升到散仙，才能帮到梁希。梁希，我来了。所以，被烧毁的那根青铜柱是假的，我才是那最后一根。你怎么会是那根青铜柱？
当初紫薇大帝将我点化成人，就是考验那些来到北冥猎境的人是否拥有得到最后一根青铜柱的资格。在我跟青铜柱之间，你选择救下了我，你心性善良，我承认你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集齐青铜柱了？我虽然是青铜柱，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青铜柱的力量。我没猜错的话，跟这北冥猎境有关吧？我把青铜柱的力量都用来封印异界生物了。如果解开封印，这里将会变得非常危险。能否拿到这股力量，关乎人间安危。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去。既然如此，我们出发吧。没错，这就是青铜柱的力量。你去拖住梁希他们。遵命。过了峡谷，穿过山洞，就到镇压地了。有进攻禁止啊！以前没有的呀。这么久了，谁知道发生什么？加快速度，我总觉得不对劲。小心！陈天，梁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糟了！梁希，与我作对，就是这个下场。我们还活着。我怎么感觉他们越来越近了？梁希呢？你在给我挠痒痒吗？哼，你也就只能动动嘴皮子了。梁希，梁希在下面。梁希，混蛋，有本事冲我来！哼，结阵，给我把他们打下去。是。你是谁？竟敢擅闯灵主寝宫！猫妖，告诉本宫，梁希去哪儿了？婉婉，他不知道从哪里闯进来的，有梁希炼气的痕迹。散仙，清月，去叫人。等等，
狐仙，您出关了。这2位小姐都是殿下的好友，请您不要为难他们。梁希在哪儿？殿下去了天灵门，不过好久没回信了。我去找他。宝月，这谁呀？狐仙，殿下心中最重要的伙伴。不行，不能让你和梁希独处，我也去。要是小狐狸在就好了。天狐一族修成人形后，能移山填海。这点距离又算得了什么？已能和仙级相当，可惜呀！起！梁希这是要做什么？这是他最后的招数了吧？垂死挣扎！宁！呀！都给我上！先疗伤。很好，就快完成了。怎么样？好一些了，这次真的是九死一生。梁希，我感知到青铜柱的力量在被吸收。是那个面具人，陈天只是他派来阻挡我们的棋子。那我们赶紧。袁爽和雨宁还没恢复，尔雅和仙儿留下照顾，以防烈焰魔君来袭。快走，来不及了。抱歉，面具人极度危险，你们先留在这里。过了这个山洞就是镇压地了。猪猪，要是你的青铜柱力量被吸收完，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也许会消散吧。那还不抓紧了，快走！鱼儿上钩了。奇怪，这跟我来过的地方不一样。梁希，这次我看你如何逃出去。糟了，中计了！传送符失效了。
吸收我们的真力。要是被吸收完，我们恐怕也会变成壁画困在这儿。我感觉也不对劲儿，刚才我好像看到那个兽人动了动。谢过尊长。看来老夫真是闭关太久了，又多了一位散仙。尊长身为金仙，对付散仙轻而易举，又何必这般试探？道友误会了，老夫只想看看天书星城镇的妖族到底有何本事。诸位这次来天灵门，所谓何事？为找梁希而来。你们来的不巧，梁希他们去了北冥列境。唉，扑空了。多谢尊长，学完告辞。晕了就消停一下。浪费你的真力。紫薇大帝的本命真火能炼化修补法宝灵气，你的本体是青铜柱，我能掌握你。该死，没完没了。他们似乎不敢靠近了。这些壁画之物本就是被顶炼化的，而紫薇真火对炼化之物有用。果然有用。吸了这么多真力，也该吐出来了。哈！堂堂紫薇大帝传人，还不是陨落在我手里？竟然能从炼灵鼎里出来，这么好，新仇旧仇一起算。昔日你废老夫一只手臂，今天我要你的命来偿还。这鼎效果奇异，若是能炼化，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法宝？猪猪，这怎么回事？鼎内消耗了我太多真力，我已经维持不了人形了。梁希，
赶紧去镇压地。青铜柱的力量越来越弱了，只有收回青铜柱的力量，我才能恢复原样。我明白了。本座吸收完青铜柱的力量，就赐予你们自由。陈天这个废物，这点时间都拖不住。要是我再慢一步，恐怕真就如你所愿了。哎！帝师，无冤。哼，没想到过了1000载，还有人记得本座。风沙太大，根本看不清方向，这还怎么找梁溪？不行，北冥烈性太大。根本搜索不到梁溪的踪迹。天元逆刃的星辰之力，在那边。快走！你小子倒是有点眼力劲儿。无冤，你身为紫薇帝师，为何要勾结邪线？勾结邪线，你跟林轩还真像。当初本座将要一统人界，他也与你一般质疑我，并且背叛了我。本座念师徒情分，留他一命，他却借着紫薇星盘将我打入混沌界。你个土豪，你的一身本事都是本座教的，别以为你能困住我！紫薇星盘的封印超乎我的预料，若不是混沌界助我逃离封印地，我恐怕要永远活在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所以，你这次是来复仇的？复仇？本座是来征服人界，又何来勾结邪线一说？就凭现在的你，虽然本座被封印1000载，实力不足鼎盛1分。但只要等我恢复到巅峰，这天下唾手可得。本座惜才，只要你交出神兵和青铜柱归顺于我，我保证你未来的成就绝不低于林轩。只要你弃暗投明，来我番茄城麾下，本领主也可以既往不咎，不然让你灰飞烟灭。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偷偷积蓄力量？只可惜你慢了一步，本座已经吞噬了青铜柱力量，如今这里只有
有我是仙姬。翻天印！刘希，师傅，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此子不到双十之年，便跨入半步散仙，天赋比林轩更深。若是人界再出一个紫薇大帝，小狐狸，傻瓜，总是那么乱来。小乖乖，你化形成功了。分开的每一天，我都在想你，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一分一秒都不会。九尾仙狐。孤灵剑诀。夜火红莲。哈哈哈哈！哼，小小妖狐，倒是有一点手段。刘希，刘希，小狐狸不是无缘的对手，我得去帮他。老实在这疗伤，别给雪纹姑娘添乱。可是小狐狸，你安心疗伤，别忘了你之前教过我们的五行阵。我与袁爽身上都有伤，发挥不出五行阵的威力，你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本座就陪你们玩玩。哼，真当你们能以术取胜吗？袁爽，继续帮我护法，帮帮我，要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唉，心气浮躁，不利修行。你可知五行真气由何而来？不就是吸收天地灵气，从经脉运转而来吗？都火烧眉毛了，问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快帮我想想办法。但你的潮汐星诀
可是与寻常功法不同。潮汐心诀是在五脏中运转的。这位客官，在下一算，你命里缺水。啊？你看啊，心肝脾肺肾对应着火木土金水，你这么虚弱，肯定是命里缺水。但书山学海中的一本禁术典籍曾提到，五脏对应的五行只是表面，五脏内还有神藏，若将其中蕴藏的五行之力激发出来，不仅能让修炼者伤势恢复，还能将潜能逼至极限。但禁术效果消失后，也会真力衰竭而死。就算拼尽性命，我也要将他们平安送出去。在本座面前，还想临危突破？天分阴阳，人生五行，心主火藏，至阳之焰，驱除黑暗，烛照沉沦之躯。废断金苍，锋利之刃，肃杀无息，掌控无力之躯。肾凝水藏，圣人之水，涤荡污浊，润养枯竭之躯。肝肾木藏，灵物之息，激活生机，复苏濒死之躯。现在谁还能阻我？当车，你们就给他陪葬吧。梁希，你一定能醒过来的，他一定能醒过来的。梁希，梁希，圆满之地，凝血祭心，重塑至强之躯。太好了！不可能，他明明已经真力枯竭。梁希，像先天仙气。没想到我竟然会败在一个小辈手里。你们谋划这么久，是为了北门神兵和紫微星盘吧？未免把那些人想得太简单了。论实力手段，你还是差林轩太远。
想让老夫说出来，你还不够资格。自毁根基，日辰还用万物朽，28星天下走。梁希，老怪物，这样自毁值得吗？你怎么样？没事儿。就说嘛，你向来皮糙肉厚，想来也不会出什么事。禀报，第4根青铜柱到位。这样一来，太古铜门也能开启了。你的手，梁希的身子，要离开了呀，儿雅，以后别再这么意气用事了，脾气要收敛点。大坏蛋，我们订过契约的，我不允许你走。狐仙，你肯定有办法救梁希的，是不是？婉婉，有事不要总是自己扛。你不会有事的。仙儿太过心软，雨宁要保护好的。你别总是这么直，在门派会吃亏的。你总是想的太多，要多和别人商量。小狐狸，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梁希，怎么会这样？我还活着，我怎么在炼灵瓶里面？炼灵瓶是由炼灵鼎炼化而成的，炼灵瓶可能跟炼灵鼎一样，能吸收修士灵力，保存灵体意识。你在里面感觉怎么样？破而后立，本源提升。等休养一段时间，说不定能渡过关卡，成为真正的散仙。大坏蛋，叫你吓我！别晃了，别晃了！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办妥了，你答应过我们的条件吗？一切都会在修真大会上分晓，本王难道会骗你不成？那就好，希望王爷不要像吴越一般愚蠢。你在教我做事？修罗界该换个使者了。放肆！就先让布兰老爹暂代城主之位，趁着这段休养的时间，带你们在俗世玩一玩。前面有算卦的，咱们也去看看相。这我老本行啊，我自己就能算。医者不能自医，卦者不能自算。老板，我要算姻缘，给他。好。梁公子的姻缘不在远处，就在眼前，正是在下。我看是仙儿，梁希和仙儿师出同门，我还跟梁希缔结了契约呢。我与梁希在寒潭共闯紫薇大第3关，经历生死考验。大家都一样是梁希的挚友，没有必要争个高低。你说的对，是吧，梁希？梁希！梁希见过诸位师长。开始吧。等等，我的体质好像完全转变成仙体了。怎么会引来如
如此强大的青雷天劫。进太古同门吧，躲过这次天劫，也能成为散仙。不经历天劫，会比同境界的人弱，我可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九转天劫，青阳兄，从古至今，只有此位大帝晋升金仙时，才出现过九转天劫。哎！啊！气意盈满，这应当是人界最年轻的散仙了吧？诸位师长，弟子拜别。一定要安全回来，梁希。我们先去冥河，过了冥河，才算真正进入了太古同门后的世界。这附近也没有河的迹象啊！抱紧我！嘿！刚来就给个下马威，难道刚才那就是冥河？不过冥河向来平静，不知今日为何这么反常。他刚刚明显是奔着我们来的，还有其他方式能通往上面吗？冥河是连接上方世界的唯一入口，只有顺着冥河才能进去。那也只能如此了，保持警惕。是。冥河领主，他若不让过河，没人能过得去。擅自过河者，饶我不赦！给我滚！原来只是个被人控制的傀儡，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进入太古同门世界。孤灵尾盾，吃我一刀！休想过河！梁希，冥河断了就过不去了。
你把河断了，只好借你用了。清月，你早知道会乾坤倒转吧？人家也只是一时忘了。看你们刚刚害怕的样子，可真像是娇弱的小宝宝。才没有！梁希，怎么了？我在想，是谁要阻止我们？玉魂王。世间皆苦，神魂如玉，解脱吧！这跟无渊的力量有点像，他也是混沌界的人。杨希，交出天元逆刃，本王留你个全尸。混沌界的人脑子都像你这么混沌吗？哎，到灵头海水印。出天炎域。古天中落，嘿，快救梁希！今天就给你送终！不好！这天元逆刃，本王就笑纳了。想跑？群寇莫追！看这是什么？梁希，这是怎么回事？我拿着天元逆刃，肯定会受到别人觊觎。为了以防万一，就提前准备了一些备用件。不过就这么轻易放过他，日后肯定还会来找我们麻烦。哼，找我的麻烦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定让你知道愚弄本王的下场！穿过这片草原，就到灵猫族领地了。混沌界也渗透进这边了，看来太古同门一行不会那么简单。三眼噬星鸟，去！记住这股灵力的味道，找到他们，一个活口不留。区区7阶妖兽也敢放肆？恐怕没那么简单，不要轻敌。只凭这一招，就是越级的实力。没错，太古同门的妖兽比外界的更强悍，他至少已是9阶。胆敢挡道，今日就送你去投胎！呀！
个被控制的傀儡。星月，快走！吃我一斧！星月之前受的伤还没好，无法抵御这种程度的极寒之气。保护好星月，我去了结他。敢伤我的人，拿命来偿！藏在里面鬼鬼祟祟的，给我现形！小心，13眼噬心鸟会侵蚀宿主的心智，变成他的傀儡。给我滚出来！阴险狡诈的东西，别脏了我的刀！星月，醒醒！梁希，我的精神力受损，普通手段治不好，只能回灵猫族招老了。我们快去！这么可爱，我要带回血海龙宫养起来。这草原危险重重，不宜久留，先离开这里。定位之血已激活，梁希何在？大王，他在迷雾森林。哼，梁希，你到底还是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御魂卫，随我诛杀梁希。是。大王抓到了。梁希，今天本王必要让你元神俱消。这就是你说的抓到了？御魂王，跟我斗，你还早800辈子，再找我麻烦，小心把命丢了。御魂王，跟我斗，你还早800辈子，再找我麻烦。梁希，本王定让你求死不能！唉，派御魂王这种蠢货来阻拦我，混沌界也太小看我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哼，再敢追来，下次见面就是他的死期。这里应该就是灵猫族的领地了。清月，我们到了。是我们灵猫族的死敌灵皇圣蜥蜴。过去几年，他神出鬼没，已经杀了我们几10名族人，我的一个妹妹也丧命他手。那今天就让他血债血偿！给我出来！有毒！哼！错！没时间追了，先送清月回灵猫族治疗。哼，没一个能
能炼化的。给你50年寿命，换你强大10倍。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部下。记住梁希的灵力，杀掉他。终于到灵猫族营地了。滚出灵猫族领地！且慢，我们并无恶意，我们是来……管你是谁，擅闯者斩杀无声！外来人放了清月，一言不合就开打，灵猫族就这么待客的吗？姑娘想必是误会了。通灵灵犀神转，通灵灵猫困阵，还没完，今天就好好治治你们。干嘛？刚才打也打过了，现在能否乖乖的听我说几句？谁要听你说？有本事放开我，再打一架！清月受伤严重，我们是送她回来疗伤的。刚才真是抱歉，我这就带你们去见姥姥，请。不知姥姥在何处？我就是。姐姐这么迷人，这姥姥二字我真是叫不出口。这么会哄女孩子，怪不得身边跟着这么多家人。送几位姑娘先去歇息，你跟我来。多亏你用木薯真气压制了极寒之气，我才能这么快让清月恢复。你救了清月，我该怎么谢你呢？姐姐客气了，我和清月是朋友。当真不要答谢。既然姐姐诚心诚意的说了，那我要你帮我占卜北门神兵的位置。占卜北门神兵需要打败3个极为可怕的妖兽，找到他们身上的3种特殊材料。你可想清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北门神兵我必须找。圣西林、暗鸦眼、黄猿类，这圣西林就是硫磺圣蜥蜴的鳞片，在东南500里外的硫磺池能找到它。那另外2种呢？拿到圣西林才能指引你们找到别的。不过切记，太古同门里面物性奇特，材料如果沾染了外来的灵气就不能用了。此弓是以精神力驱动，不会损毁材料。多谢姐姐。不必谢我，我还指望将来你把我灵猫一族带回人界呢。没问题。婉婉，我担心外出期间会有敌人来犯，就劳烦你守在这儿了。有我在，尽管放心。这里就是硫磺池了，不知道那硫磺圣蜥蜴在不在？那怪物能隐形，指不定在哪儿躲着，提高警惕。看样子他是刚成人形，还不太会说话。我要报
恩。报恩？我们刚到这儿也没报过什么人吧？你打我，我爽。哦，你是之前被打跑的那只蜥蜴啊！你刚化形还没名字吧？我送你个名字，手下败将，怎么样？我是手下败将。没错，有气势吧？你可以叫我梁溪爷爷。梁溪爷爷。嘿，乖孙子。别！姥姥说材料不能沾染外来的灵力。我鳞片硬。乖孙子难道没有发现，从开始到现在，爷爷我射的都是同一处吗？不可能！最后一箭，送你归西。我没事，梁溪，别让他跑了。这地震是怎么回事？乖孙子跑的倒是挺快，圣西林到手。姥姥说拿到圣西林才能指引我们找到另外2种，不知是怎么个指引法。先出去再说。若是我没猜错，这山洞应该是个活物，我们在一个巨兽的腹中。走，去看看。有埋伏，不要恋战，先救孩子回部落。那就先拿你们开开胃。哎呀，女王，你作恶多端，害我上百族人，天理难容。天理，没把你们赶尽杀绝，就是为了留住食物而已。小小人族，胆敢阻止本王！路见不平，自然拔刀相助。来，真是自不量力，就让你尝尝本王死亡压巢的厉害。什么？哎呀！敢趟浑水，就要有死的觉悟。今日就让本王尝尝人族的味道。装神弄鬼，废了你的压巢！梁溪，三位快跟我走！你们带孩子先走，我来灭了这臭乌鸦。按压之力，你惊涛巨浪斩！解阵！阵法只能支撑一息，快进去！
老夫是独眼族族长，多谢公子出手相助。族长不必客气，敢问这是何处？实不相瞒，这是上古黄猿的腹中，也叫黄猿洞。我们独眼族世代居住于此。黄猿？如此说来，这黄猿类应该也在此处。不知那安雅女王为何要追杀你们？安雅女王心狠手辣，为了提升安雅眼的控制力，夺取我族生命作为力量来源，此次更是连孩子都不放过。暗鸦眼，实不相瞒，我们此次前来正是为了寻找此物。既然你们的阵法能将它迟滞，不如我们联手把它除掉，一举两得。只是我们的阵法只能支撑片刻，片刻足矣。不在龟壳里缩着，还敢送上门来？结阵！破！臭娘，真是杀不尽！我这种硬骨头，你可砍不动。死到临头还嘴硬，暗鸦飓风！这可是堪比金仙的力量，就凭你也想阻拦？就算是金仙又如何？快结阵！暗鸦眼到手。多谢族长助力。不，应该多谢各位了结了我族大敌，还请各位随我回去招待各位。这就不必了。不过我想打听打听，这黄猿类可在这附近？此物去向黄猿讨要即可。今日黄猿怎会如此暴躁？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也正好要去寻找黄猿类，烦请族长送我们出去查探一番。请跟我来。这三眼噬心鸟是想把巨猿变成傀儡，这样下去，独眼族要有灭顶之灾了。休想！来！冰封九天，给我滚出来！黄猿类材料总算齐了。黄猿是想让你成为他的主人？有史以来，他可只向紫薇大帝臣服过。要是收服了他，你和你的族人怎么办？无碍，我族始终生活在他体内，在里面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至于黄猿去哪儿都不影响，老夫就不妨碍各位了。既是如此，你也好就跟着我吧。以无之力，弃之如身。收！看来此行还是没白来。是清月的传音符。小心，有异族入侵！快回灵猫族。清月，施法。
清月，没事吧？凉溪，你终于回来了。找死！最后一拳，孤灵剑诀，漫天剑雨。这凉溪竟然看一遍就学会了数雷通灵之术。凉溪，幸亏你们回来的及时。你们没事就好。不知谁有能力把混沌界的暴熊族带到太古同门世界？啊？你想找我玩？啊？这是血图不公阵。灵猫族的位置被混沌界获知，日后只怕有无尽的麻烦。那今日更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了。凉溪，本王今日不光要杀你，还要屠光灵猫族，让他们知道包庇你的下场。上一个敢这么威胁我的人，已经魂飞魄散了。哼！苍龙破，竟是龙族狂化！哼！地狱锁链！哈哈！别费力了，本王这地狱锁链就是金仙也休想挣脱。这不可能！暴殄天物，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锁链。祭祀神火！看来只靠分身已难以对付凉溪。不知大王有何吩咐？本王来太古同门，是为寻找北门神兵和28星宿的所在。想不到这凉溪处处阻挠，只怕会破坏我混沌界的大计划。本王已将你强化10倍，不管用什么手段，拖住凉溪，等本王出关。是。哼，凉溪，3日后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凉溪，你可太厉害了！多亏你救了我们，我想和你一起冒险，行下仗义。我也要，抢多了，让我跟你。好啊，手控机械的伙伴越多越好。太好了，再这么快，凉溪他可要飘到天上去了。让我跟你走。毕竟凉溪救了整个灵猫族，别担心，凉溪有分寸。没错。凉溪，我是来找你看占卜结果的。看你这样子，是要把我灵猫族连窝端了不成？啊，岂敢岂敢！弱水3000，我凉溪只取1半。1半？姐妹们，就上他！啊！乾坤力道列南北，造化天地成万物。暗鸦魔眼观往西，神兵天降。圣息逆鳞惊沧海，星移斗转。黄猿有泪哭苍生，劫数难逃。
了，结果如何？不好，卦象显示，眼前之人不仅风流倜傥，还以大义为先。于他而言，守护七界苍生才是头等大事，难免会冷落了身边之人。若选择了他，可要看住了。姥姥，你别说这些其他事情了，我们要占卜北门神兵。自身际遇和北门神兵都是头等大事，同样重要。姥姥姐姐这是在教我大道理呢。我们灵猫一族的未来，可全都靠你了，梁希。你们放心，我定会带灵猫族离开太古同门。这神兵在正南3000里外的群山之中，但被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干扰，我也无法补出准确的方位。神秘力量？难道又是混沌界的人？真是阴魂不散，夜长梦多。我们早点出发，绝不能让他们抢了先。水上风下，阴阳颠倒，大凶之兆。灵猫族听令，筑起防御结界。这点小水，在我龙族太子面前可不够看。龙神遇水术，哎，好厉害呀！不愧是龙族太子，竟然有逆转天象的力量。天怒狂风，灭世之兆，筑起3层结界。这么大风，这下通灵术垒怕是保不住了，还是随时准备撤离吧。秀恩，保护好灵猫族。惊涛巨浪斩，这风源源不断，看来必须把天空的裂缝堵上才能消停了。梁希这是要补天？梁希只有散仙修为，真的能做到吗？差一点，紫薇真火！啊！就算是金贤，也做不到梁希这种地步吧？梁希，我代表灵猫族感谢你。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梁希，我终于可以放心把清月托付给你了。姥姥姐姐，清月和灵猫族的未来我都考虑好了，我早已在番茄城给你们留好了地方，随时恭候。看来你是一心要把我们灵猫族全都收了才罢休。只是这洪水和狂风来得实在蹊跷，姥姥姐姐可得好好补一卦了。思南紊乱，词极倒转，原来是冥河出了问题。那冥河里全是沙子，怎么会跟洪水和狂风有关？冥河是太古同门的磁极中心，河底封印着上古娇女。这娇女曾经兴风作浪，被紫薇大帝封印，只是年代久远，封印削弱，极有可能跟她有关。紫薇大帝，那更要去一探究竟了。这一路走来，太古同门世界已有多处坍塌，怕是支撑不了多少时日了。梁希，冥河河地下全是热的，极为反常。这里必有玄机，我先下去探探，你们随后再来。下面不知有什么危险，安全起见，我跟你一起下去。也好。
你们等我信号。那是什么？他在破坏封印石碑。哎！哎！御魂王已死，你个御魂卫也敢来兴风作浪？乖乖投降，我大人大量可以饶你一命。哼，你不过打败大王一个分身而已，你敢直呼大王名讳？分身？御魂王居然没死，为何没有亲自前来？哼，对付你有我就够了。混沌葫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雪文，你修复封印，我来了解他。混沌吞天，收！哼，没人能躲开混沌葫芦的召唤，受死吧！混沌五行阵，吸光你的灵力。放弃吧，还能死得更安详。我梁希这辈子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放弃。呀！天以为这样就能逃？混沌焚天火，就凭一个破葫芦也想困住我？哎！这些黑烟是封印石碑中的上古妖力，竟然能被天元逆刃吸收，而且还让天元逆刃升级了战力。怎么可能？这可是金仙法宝！什么法宝到了你这种废物手中也白费。梁希，等大王出关，定会将你碎尸万段。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梁希，封印要破！这力量真是无穷无尽，必须尽快把封印修复，此为真火。梁希、雪文姐，你们没事吧？没事了，这股力量若是放出来，太古同门真要天塌地陷了。封印已修复，清月，再试试玄同司南。此即正常啊，北门神兵的方向就在前面。事不宜迟，速速前去。不知雪文姐姐他们去了哪里？这漩涡像是个随机传送法阵，定是有人故意捣鬼。又是你，玉魂王老怪，真是贼心不死！竟然被你发现了，哼！不过太晚了。梁希，刚才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你的声音？儿雅，不要惊慌，我们只是身体互换了。喂，别乱摸！梁希，任你再强大，只要换了身躯，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这就是乱魂界的厉害，我看你还怎么打！哈哈，就是大罗金仙换了身躯，也只是普通人的威力，你能奈我何？嘿！啰啰嗦嗦没完没了，堂堂海族公主的身躯，也是你一个御魂卫能瞧不起的？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熟悉新身体？别急，还有呢。
试着找到我体内的龙魂之力。这怎么找啊？这就是龙族血脉吗？对，现在感受丹田之中的真力流动，把这股力量从经脉导入内脏。梁希，我找到了，可是该如何传给你？梁希，我们怎么换回来了？这是我的意识海，我们只是意识进入，快按我刚才教你的方式施展龙魂之力。用海族身躯施展龙族狂化，这怎么做到的？玉魂外，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好好学学。呀，嘿！地狱熔岩，把你们埋葬在这洞穴里！水龙破！呀，嘿！换了身体为何还能这么强？没天理呀！乱魂戒交出来，饶你一条狗命。梁希，这笔账我记下了。梁希，他跑了，我们该如何换回来？跑不了，早晚抓住他，拿回乱魂戒。真没想到我的身体也能狂化。等换回来之后，我也要好好学学。放心，无论多难，我都一定会教会你的。喂，你不要用我的身躯这么爷们儿好不好？这要传出去，我堂堂海族公主的颜面何在？别怕，这事儿也就咱俩知道，传不出去。你这突然让我变身，不讲武德啊！哼，我看你还乱动。入侵者，发现入侵者！竟然是九尾狐！为什么连强大的狐族都惊动了？他们是斑山蚁族，领地意识极强，任何闯入者都被视为仇敌。是斑山蚁后，怪不得如此大胆，原来是有九尾狐在背后撑腰。以后我们无意冒犯，找到失散的2个同伴之后自会离开。太古同门建立之初，我蚁族就据守此地，外族均不可入内，此是铁律。我斑山蚁族和狐族素无瓜葛，既然今日你们破规矩在先，那也休怪我不客气了。哼，挣扎也没用，这可是我蚁族秘传的捆仙术。接下来就等鱼儿自己上钩。梁希，我们3人在蚁人巢穴等你们会合。许文他们就在前方，马上就能见到了。果然来了，拿下！你刚才说果然来了，似乎在等我们前来。你们3个同伙已被抓获，要想他们活命，劝你乖乖束手就擒。无缘无故，为何要抓人？蚁族领地，外族不得入内，任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敢抓我的人，这辈子也该改改了。梁希，我们换回来了。你不是梁希？哎呀，我在这里。梁希，这次给你换个废物蚁族的身躯，不信你还能这么整。这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死在这个蝼蚁的躯体中吧。哼，你可知蝼蚁也能瞬间爆发出远超自身1000倍的力量？哼，蝼蚁终究是蝼蚁。我只能发挥50倍的力量，以后也才100倍，他竟然发挥出500倍的力量。抱歉，
刚才那拳没发挥好，接下来是1000位。儿呀，我们去抢回乱魂剑。那御魂卫躲到哪里去了？他的气息就在附近，这里应该就是雪文说的蚁族巢穴。分开这么久，也不知他们如何了。啊！良心！看来这光线只对蚁族没用。班山卫，你能将他二人引来此处，做得很好。你的神魂之中并无蚁族气息，你不是班山卫。蚁族身体以兽身强度见长，不能动用灵力。这股力量竟跟龙族狂化如此相似。不可能！你竟然可以狂化！以后我无意冒犯，只是被人陷害，才跟着班山卫交换了身体。你为何能这么快掌握只有本宫才会的蚁族狂化之术？这蚁族狂化似乎与龙族狂化有些渊源。我族乃是上古龙族的仆族，龙皇赐下蚁族狂化之术，便是龙族狂化术改进而来。原来你我出自同源，怪不得我能掌握。同源？莫非你是？快保护蚁后！是。住手！你们可知他是什么人？回蚁后，他就是那3个女人的同伙，刚才让他跑了，属下救驾来迟。放肆！他是龙族太子，不知太子驾临，多有得罪。太子，以后不必多礼。实不相瞒，我们此次是为了寻找北门神兵而来，阻止混沌界破坏太古同门。北门神兵？不错，你之前所抓的3个姑娘是我的同伴，还请以后高抬贵手。太子随我来。雪文、婉婉、清月，快醒醒！放心，他们睡半个时辰便会醒来。阻止混沌界困难重重，此物或许能对太子有些帮助。这是何物？此乃玄天蚁鹿。上古龙皇之所以看重我班山蚁族，便是因为这玄天蚁鹿能激发龙族血脉，使之更容易体悟到龙族狂化的奥妙。你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这班山蚁后之躯可借用万蚁之力，我看你如何抵挡！这点程度可伤不了我！挣扎也没用，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你没有胜算。蚁族狂化，4次叠加！狂化术竟然还能叠加！要不是测试让他离开那副躯体，刚刚恐怕就神魂俱消了。总算是换回来了。没了叠加狂化，我看你还能如何？龙族狂化！这可是上古龙皇留给蚁族的法器，龙族狂化也休想出来。别人家的法宝，你倒是用得得心应手。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说笑？逆世天雷！龙族2次狂化！只有上古龙族血脉才能传承的2次狂化，怎么可能？太子，你救了我。你既然这么爱坏身体，那就满足你。
你要干什么？哎，哦，滚！梁希，你敢戏弄我，我绝不会放过你的！哎，变成蛤蟆了，废话还那么多。本王终于出关了，梁希，那你祭天之后，是时候执行本王来太古同门的终极计划了。为表感谢，这些玄天乙路全送给太子，可助你提升龙族狂化。多谢以后，不知如何让他们快快醒来。唯有通过人工渡药之法才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你们安然无恙，我也就放心了。梁希，我们昏迷之时，你到底跟以后发生了什么？这个一言难尽呐。快把发生的事统统告诉我们。臭蛤蟆，你笑什么？大王出关了，你们全都死到临头了。千年的蚁族巢穴根基已经不稳，诸位速速离去吧。若是玉魂王赶来，对蚁族将是灭顶之灾，快跟我们一起撤离。不，南山蚁族是与故土共存亡。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真的？哎！呀！此等神力，堪比紫薇大帝。你们可愿追随我？我蚁族是追随太子终生。是追随太子终生。以吾之力，弃之如身。收。我们也该走了。竟是狐族的天狐之门，此门从来只在狐族领地才有，怎么会出现在太古同门世界？姥姥说过，太古同门世界是参考七界创建的，七界中的一些事物能在这儿看到也不奇怪。雪文，这天狐之门有何来历？传闻此门可连接阴阳两界，是狐族最强大的禁制之一，只有上古狐神方能开启。寻常人见此门，如见死门。这么一说，我们岂不是死定了？别吓自己。莫说只是个禁制，就是阎罗王来了，也得打上一场再定生死。走，进去看看。是六尾天狐，原来是雪文姐的同族。这可不像是同族之间的情谊。他们只是狐族形态，并无一丝狐族气息。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原来是灵体，真没见识！这是游离于七界之外的守墓之灵，专门看守陵墓的。日辰海涌万物朽，28星天下走，这是28星宿的名讳。传说紫薇大帝将28星宿封印在了陵墓之中，这里极有可能是跟紫薇大帝有关的陵墓，更要进去看个究竟了。赤炎离火剑，快去门口！连姥姥也从未听说太古同门竟有如此浩大的陵墓。狐族的天狐之门只被用作陵墓入口，可见此人身份之高。哇！七界之中，极少有人知晓28星宿灵兽的名讳和星图，如今全在壁画之上。看来紫薇大帝真的将他们封印在此。 28星宿随便一个都拥有绝高实力，
紫薇大帝以一己之力封印了全部星宿，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等境界？原来是石像，只是石像就有如此震慑力，若是被混沌界解开了封印，奇迹真要大乱了。擅闯封印之地，违背紫薇神律，那就永远的留在这里吧。清月，他不仅法力高超，竟然连体术也如此强悍。对付灵体，必须用魂技了。梁希也成为灵体了。一念生，一念死，十方天葬。梁希怎么不见了？该结束了，祭祀神火。你们快看！你们难道没发现，这白衣女子和雪文姐姐长得如此相像？这是紫薇真火的雏形，她是年轻时的紫薇大帝。这个陵墓，或许是紫薇大帝为当年救他的那位女子所建。她定是紫薇大帝极为重要的人，也难怪这陵墓能有如此规模。雪文姐姐，你怎么了？不知为何，忽然觉得很伤感。此剑灵气尚在，说不定是在认主。雪文姐姐定是跟那白衣女子有关，这剑想必是把你当做主人了。九灵玉剑，他竟跟我的九有感应。哦，好强的剑气！大王终于来了，梁希，你的死期到了。充沛的灵力，本王就笑纳了。梁希，下一个轮到你了。是月光王，大王，丢人现眼的废物！竟对自己的忠心手下也如此狠毒。他只是为了拖延你们，等待本王出关而已。倒是没想到，还是被你们误打误撞找到了这里。看来这里就是混沌界的目标。哼，你们根本不知这陵墓中有什么，不过也没机会见到了。诸天预言剑，这是混沌界8大神兵之一，100年未曾现世，先拿你来祭剑。你这老贼纠缠不休！今日就让你烟消云散，休想再祸乱七界！混元斩，来！竟能跟本王打成平手！你处心积虑闭关这么久，实力也不过如此。哼，所有小瞧本王的人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就让你见识见识混沌界8大将领的真正实力。
诸天预言，破！就这点能耐，还不值得我使出全力？九龙烈云斩！给我起！这家伙的真力深不可测，绝对不止散仙境界。现在想求饶也晚了，今日必须跟你做个了断。激怒本王的下场，就是杀得你们一个不留。诸天预言，王！敢伤我的人，我要让你尸骨无存！龙族二次黄化！这么强的战气，他居然是真武双修，同时修炼真力和战气。整个七界能做到真武双修，并且实力同样强悍的人屈指可数。哼，若是吸收了你的灵力战气，本王或许可以直接晋升惊仙境界。哼，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只怕你没这本事。赤炎离火剑，诸天预言阵，太费力气。昔日3个惊仙一起都难以冲破我这诸天预言阵，何况你一个散仙3重？本王现在就将你的真力和战气全部吸光。打不过就使出这等鬼域伎俩，真不愧是混沌界。给我破！快去救梁希出来！无谓的挣扎，先把你们几个蝼蚁收了。武林剑诀。这件看似寻常，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剑气。武林月光神剑。这阵法居然能同时吸收真力和战气，只有用潮汐心诀让真力逆流了。气烈云神，乾坤倒转。三元佛术。自寻死路。万灵归一。收！怎么可能？不光收回自己的真力，竟能反向吸收诸天预言阵的真力。玉魂王，我要你的狗命！雷霆灭刃！哇！从未有人能伤到本王，玄羽换体。每个换体都拥有本王全部的实力，我看你怎么破！哼！惊涛巨浪斩！你竟然知道这是本王？好好的技能被你用的这么废，
看我的玄羽幻体！来！只是开眼就能学会，幻体竟然比我多出1倍。就送你去和控魂王邪线作伴。今日之后，混沌界再无御魂王。此非真火！结束了吗？结束？不，这只是开始。呀！南方第3星，玄天踏月兽。28星宿已经释放，太古同门世界和你们都将被毁灭。梁希，玄天踏月兽只会带来灾祸和战乱，若是放他们出去，7界将永无宁日，必须把他封回去。只是3仙3重境界，也敢跟玄天踏月兽正面对抗？梁希能跟他打平手？不，玄天踏月兽只是还未完全苏醒，他可是万年前呼风唤雨，能将7界整个天翻地覆的28星宿之一。一旦他彻底苏醒，为大地封印本尊万年，竟终于出世，凭你一个凡人也想与本尊对抗？力量这么强，28星宿竟如此恐怖。玄天踏月兽已完全觉醒，梁希，你这是自寻好可怕的实力，还是暂避锋芒。梁希，为大地开辟7界，本尊就要血染7界，千重劫，万世难，无人可阻挡。有我在，没人能毁掉7界。龙族3次狂化！受到如此冲击，不仅没死，竟还能突破。整个龙族如今能达到2次狂化的人都寥寥无几，梁希竟能3次狂化。是梁希的龙魂觉醒了。龙魂？我记得姥姥说过，龙魂觉醒时，若是控制力不够，龙魂将支配身体，成为只知道杀戮的可怕存在。哼，28星宿算什么？来战！锁天钟！虽然本尊只恢复了7成实力，你竟以散仙之躯与我一战，那就让本尊再试试你的实力，踏月神技！好强的威压，呼吸都如此困难。杀吧，杀吧，让龙血尽情燃烧，拿出你全部的力量来杀死他。你命数已尽，这将是你最后的声音。梁希的状态不对，完全无法感应他的真力和战气。我也搜不到梁希的意志，他好像已经被龙魂掌控。这么下去，梁希会丧失本心的。清月，能否以精神力将我们的意识打入梁希的意识海？我们一起唤醒他。当然可以，只是龙魂之力太过逆天，若是被反噬，我们的意识也会容易丧失。生同亲，死同学，若不能与梁希相守，纵使活1000万年又有何用？快将我送入。跟着梁希未必能一世安稳，但我仍不离不弃。我也去。我们早跟梁希有约，这一世若不能同行，那就下一世再相遇。我们一起去。月英，
我为何被封锁在此？3次狂化令你体内的龙魂觉醒，不光占据了肉身，还想封锁你的意识。心浮气躁，如何能打破封锁？你必须压制龙魂之力，否则意识会烟消云散。梁希，把你的意志交给我，我会让你成为七界最强的存在，无需真力，无需战气，轻轻吐一口气，都足以令天地变色。休想蛊惑我！我的意志必须我来掌控。既然你不配合，那我只好强取了。你们怎么来了？龙魂试图掌控我的意识，你们留下会受牵连，快出去！不把你唤醒，我们绝不回去。我们来就是要和你同生共死。梁希，光照撑不了太久，快想办法出去。龙魂之力难以硬抗，除非能将其吸收。潮汐心诀，这力量竟如此雄厚，源源不断。我们帮你一起吸收。这力量无穷无尽，我快撑不住了。我有办法了，快将所有力量都传给我。物换星移，元婴吸收龙魂之力，便可冲破元婴弹。龙魂之力果然充沛。龙魂之力竟能让元婴直接出世。过了这么久，你终于出来了，让我给你个爱的抱抱。现在可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个大麻烦等着解决。总算都活着回来了。梁希，没了龙族战线，看你还能怎么逆天！终于要结束了。面对本尊，请再多救兵也没用，何况只是个元婴。聒噪，就拿你来练手吧。金黄之怒！竟然打伤了玄天踏月兽。元婴刚出世便如此强大，要是加以修炼，不知道会突破到何种境界。我乃28星宿玄天踏月尊者，你们既然敢激怒本尊，那就派同门一起修饰吧！不好，玄天踏月兽发怒了。这才是28星宿的真正实力吗？这种实力才够格做我元婴的对手吧？今日定要你们灰飞烟灭，玄天灭世！世界中人生难得，你再强也只是个灵兽。紫薇星辰，这是把玄天踏月兽封印了。便是最强的28星宿，想破开紫薇神印，也得耗费数月。我得回去炼化残余的龙魂之力，之后就靠你自己了。我这元婴还真是冰人冰语，不过总算暂时了结了这怪物。他的元婴居然有压制28星宿的力量，先撤退为妙。不完成把玄天踏月兽带出太古同门世界的任务，这毒性印记会要了我的命。混沌界上面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只能再搏一次了。梁希，我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哼，你早已是强弩之末，何必硬撑？诸天预言，梁希，你战气尚未恢复，不要硬撑。我没事，我们5人正好用五行阵打他个措手不及。震动！哼，本王还以为是什么高招，原来只是个寻常的五行阵。破！哼，这种程度的破阵法也想困住本王？竟然是双层阵法！正逆五行阵瞬间爆发的威力超过普通五行阵的10倍，休想冲破！死
死到临头还想钻空子，星雷光波！你的修为已被废，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你为何不一刀杀了我？因为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老实交代混沌界的线索。哼，想让我背叛混沌界，真是痴人说梦。这印记我认得，是混沌界的夺心印记。你的生死行踪都被种下印记者所掌控，你也是王者之姿，却被如奴隶般对待，你真的甘心吗？哼，这与你无关。如今想必他们已经知道你被我抓到。即便你不说，他们可会信吗？我给你1刻钟考虑。骷髅王大人，这便是幽冥界入口，不过有千年结界封锁，只需1万傀儡士兵日夜不休，7日内便能打通。废物！一招就破了幽冥界的千年结界。骷髅王大人究竟到了何种境界？玄天踏月兽已被释放，本王去幽冥界寻个能解开烈焰冥火蛇封印的关键之人。御魂王何在？哼，御魂王那废物竟被人族抓了，还好这个夺心印记跟他身上的相连，不然连他泄密都不知道。不能让他泄露我混沌界的大计划。激发夺心印记，你去接替他。御魂王，就让我来帮你解脱吧。周冥王，你这狠毒的女人！这是怎么回事？是夺心印记，看来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你竟然能解夺心印记！我只能延缓，救不了你。你本可以骗我，却如实相告，我死生于混沌界，他们却连一句解释都不听，便舍弃了我。哼，既如此，我便全都告诉你们。你总算醒悟了，说说吧。千年前的7界大战，混沌界初代8大将领折损了7位，唯一活下来的就是如今的8大将领之首骷髅王。骷髅王竟参加过7界大战？这么说，现在的8大将领是重新组起来的，都有哪些人？除我和邪线之外，还有极乐王、纣冥王、噬灵王，实力与骷髅王齐名的傀儡玄世王，以及连我都不知何等实力的魑魅王。巡天踏月兽只是开始，九蛇师令已经发现烈焰冥火蛇，他们即将前来释放，你们自求。这个蠢货，不愧是8大将领中最无能的一个。你的力量我就收下了。以夺心印记做传送法阵，不在乎同伴死活，真不愧是混沌界。一点小手段罢了，你若喜欢，人家可以教你啊。整个人都动不了了。这可是连金仙都扛不住的冥神威压阵哦，凭你们休想挣脱。潮汐星诀断！散仙竟然能越级吸收金仙级别的威压，吃我一击！给我破！墨灵弱化阵！这股阴气阻断了灵力使用。在我的墨灵弱化大阵里，只有我能施展灵力，而你的实力则会削弱10倍。这就不行了吗？人家可还没玩够哦。被我的弱化术削弱了10倍能力，连屏障都放不出来了吗？哼，连弱化10倍的我都打败不了，混沌界8大将领真是一个比一个废物。哼，死到临头还嘴硬，炎运术，墨灵弱化阵，逆转。你竟然用战气使出了只有灵力才能施展的墨灵弱化阵，这种把戏可难不到紫薇邪眼。哎，最后一刀破！抗揍能力倒是还可以嘛，不能跟他纠缠下去了。
玄天踏月兽才是目标。玉魂王，你的力量就献给混沌界大业吧！大罗转移兽。不好！献祭堪比金仙的力量，启动转送阵，混沌界做事还真是果决。还是让他跑了。混沌界得到玄天踏月兽可不是一件好事。紫薇神印可没那么好解除，而且玄天踏月兽那么强，混沌界要想收服它可没那么容易。当务之急还是先去九蛇石林，阻止混沌界释放烈焰冥火蛇。玄通司南显示，九蛇石林的入口就在下面。此地如此清幽，封印烈焰冥火蛇的九蛇石林真的在这儿吗？玄通司南不会出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九天揽月湖啊，这茶壶跟我的紫薇真火有感应，或许是紫薇大帝留下的神器啊！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抓紧我！良心！不好，这里无法使用真力，龙族狂化，天儿连战气也不能用。良心，抱紧我，我有办法。九尾合一。差点就没命了。不知道尔雅他们情况如何？这个空间在吸收我们的真力，得赶紧找到尔雅他们出去。真力，如此雄厚的真力，几百年了，终于又有真力进来了。你们是谁？嘿嘿嘿，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你们身上的真力。我们无冤无仇，不如各自离开。我手上的天元逆刃可不是吃素的。偏是北门神兵又如何？没有真力，你连他1/1000的力量也用不出来。我们个个金仙修为，杀2个小散仙就跟碾死蚂蚁一般，你凭什么跟我们斗？哼，希望你们的实力能跟你们的嘴一样硬。嘿，此子明明只有散仙修为，却能跟我们5个金仙打得有来有回，匪夷所思。5打1都打不过，真不知道你们怎么修炼到金仙的。放肆！这里明明无法使用真力，为何他们能释放法术？他们用的是精神力。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了解到这里能用精神力的奥妙，倒也算个奇才。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你们现在就滚，我还能饶你们一命。真是狂妄！我们8个金仙的精神力足以灭杀你100遍1000遍。你们大可以试试，废物们，找死！刘希，我的部下们，把你们的精神力献给我。是。给我破！他怎么有如此强悍的精神力？快逃！这小子绝对不止散仙实力，保命要紧！逃不掉！你们的精神力归我了，潮汐仙诀转！大仙别杀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我什么都可以干。说说吧，这边的具体情况。传说9天揽月湖残留着紫薇大帝的部分精神力，引得无数修炼者来此寻找，可结果就是被困在此地，被吸干真力，失去实体，成为了精神体。你在这待了这么久，总该发现紫薇大帝的精神力线索了吧？几百年来未曾找到，而一旦在此地待着超过1000年，就会消散成精神力，成为这个空间的一部分。
所以你们才想吸收我们的真力，恢复实体。是小的有眼无珠，两位大仙不要怪罪。我问你，我要在这个地方找人，该怎么办？这几乎不可能。这湖内世界由数千个独立空间互相构成，各不相通。那怎么找到婉婉他们？良心，尔雅，你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受海神契约的力量跟你联系，我们被一群修士围攻。尔雅，尔雅。尔雅，他们有危险。你知道他们在哪儿了？啊，知道也没用，没有人可以突破紫薇大帝创下的空间限制。照你所说，这个空间应该残留着大量修士的精神力吧？没错。哼，潮汐心诀，收！我们走。啊！既然用精神力冲碎了这个空间，这是人吗？还好，他们只是真力流失过多，暂时昏过去了。数万年了，终于有人通过本地的考验。考验是什么？这些是你毁掉的300个精神力空间，现在他们都将成为你的精神力。收！获得紫薇大帝的部分精神力，这回也算是因祸得福了。给我狠狠地撞这个丑八怪！好耶！水一服，无极锁链，开！我这新发明的机关兽力量、速度都不错，本公主很满意。年纪轻轻就能造出如此强大的机关兽，哼，就抓你去跟我破解烈翼明火蛇的封印。乖乖跟我走，还能少吃点苦头。哼！丑八怪，谁要跟你走？发射万丛剑！这机关静静地吸收本王的真力，实现自身的变强。哼，让你追本公主。从墙上走。小丫头，你们幽冥族就这点手段吗？本公主还没发力呢。噬天炮，起！天雷破！还雷电，本公主可不会输。仅凭机关竟能将天雷浓缩至此，幽冥族不愧是7界机关领域最强种族。灭天雷环，给本公主灭了他！哼哼，这就是跟本公主作对的下场。给我破！啊，丑八怪还没死，快跑！游戏结束了，跟我去一趟太古同门。我们刚刚不是在湖中世界吗？已经没事了。纣明王的气息，过去看看。这纣明王在搞什么鬼？那些守卫有接近散仙的实力，先别轻举妄动，观望一会儿。纣明术收。
雾心石终于成功激活了，这下控制另一名火蛇又多了一份把握。骷髅王大人也差不多快来了。后退！人家还没去找你报仇，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哼，还想报仇？忘了上次差点被我打的元神巨消了吗？哼，这都是从数万年前7界大战中活下来的不灭不死的吞天魔兵，本想用他们来围猎另一名火蛇，看来在这之前，要拿你的血祭天了。切，废铜烂铁也当成宝？混沌界这么穷吗？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上！嘿！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把施法者除掉，他们也就无法行动了吧？嘿！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嘿！嘿！哟！结束了！这边有我，你安心对付他。怎么感觉他预判我的每一次行动？你的感觉没错，你的所思所想，人家知道的一清二楚哦。这块石头有古怪。我这雾心石可是混沌界8大神器之一，能知晓你的所有想法，还能预判你至少10招动作。梁希，你没有丝毫胜算哦。上次敢对我说这种话的人，坟头草已经3米高了。龙族狂化！再多花样也没用，有了雾心石，我是无敌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无心石出问题了？暂时先撤，逃不掉！呀！再吃我一刀！哼，你的预测在我的速度面前就是垃圾！给我去死！暗影厉鸟！就凭你也敢挑战我精神力？呀！怎么可能？我苦心炼化100年，凝聚无数巨兽精神力的无心石，竟然就这么被毁了！受死吧，纣明王！惊仙巅峰的修为。梁希，骷髅王大人，你必死无疑了！梁希，我混沌界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杀，我要灭的人就是阎王也留不住。胆敢当着本王的面杀我的部下，放肆！废话少说，来战！誓言离火剑！骷髅王实力高深莫测，先撤退。本公主就是好奇这边环境，不是想跑。暂且先放过你，跟我来破阵。雪文，你先带婉婉他们找个地方疗伤。骷髅王的目标是另一名火蛇，我得回去阻止他。一切小心。
用雷电掩盖气息，骷髅王应该发现不了。得找机会阻止他解开烈焰明火蛇的封印。哇，哈！上震下风，英文阳克，八方聚灵，其所中宫。这竟是传说中的九宫锁龙阵。不错，这是紫薇大帝设下的阵法，万年来还不曾有人解破过它。啊！七界第一机关师紫薇大帝的阵法，那今天本公主非解开它不可。不愧是精通机关术的幽冥族，这么快就显阵了。哦，这算什么？接下来要解析阵中的9种力量，然后再将这9种力量精准引入到9个宫格之中，这才是此阵最难的地方。不能让他破阵，不过硬拼风险太大了。不知道之前获得的紫薇大帝精神力能不能控制住他。巨雷控魂术！啊，这竟是紫薇大帝的精神力！梁希，又是你坏本王好事！等本王出去，定要你碎尸万段！应该是暂时限制住他了，但不知道能撑多久。先阻止他破阵。他跟阵法正在相融。这阵法的力量在保护他。血爆术破！果然还是控制不了他太久。啊，这石柱跟紫薇真火有反应，里面似乎封印着什么。梁希，想靠精神力来控制住本王，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哼，小看我可从来没把你放在眼里。找死！紫薇真火，破！就这种把戏也想拦住我？九神合一！哈哈哈，有意思。那本王就也展现点实力吧，万魔之灵！怎么回事？啊！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借助对拼的力量破坏掉阵法。不好，阵法在被破解期间被打断，启动了防御机制。只要把他带走，骷髅王就破不了阵。可恶！不仅让我失去了了解紫薇大帝万年法阵的机会，还让我困在这9宫锁龙阵里面了。姑娘可知，这阵法是烈焰明火蛇的封印，若封印破除，7界又要生灵涂炭。哼，本公主叫福蕊，不叫姑娘。其次，生灵涂炭跟本姑娘也无关。看你的外貌，应该是幽冥族人。你们幽冥族在1000年前的7界大战中失去了大部分族民，你应该对灾难深有体会才是。难道忍心这样的惨剧再次上演吗？对，骷髅王的目标是人界，跟我幽冥族有什么关系？或许可以从内部破解这个法阵。哼，哎，不许破阵！把笔还我！哼，是你逼本公主的！啊！我说你怎么不讲武德啊？把笔还我，我就松口。再不松口，我可打你屁股了！松开！哎呦，我不打你了，不打你了，你别哭嘛，我给你道歉行不行？我听我娘都没打过我屁股，你这个大坏蛋！我请你吃奶果，这是7界里只在人界桑曲河才有的美食哦。
好吃哎！没想到人间还有这么美味的东西。人界比这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唉，要是让烈焰冥火蛇去人界，那这些美食估计都保不住了。本公主决定了，不光不解封印，哼，还要把这封印阵给毁了。这可不是你说了算。他应该也是强行攻击时阵，触发防御机制被吸进来了。等会儿我跟他打起来，你找机会破解出去的方法。骷髅王，有我在，你绝对破不了这个阵。广修万劫，驱使金咒，鬼妖丧胆，魔怪王行。哦，这些平台上的符文都是紫薇大帝留下的驱魔符咒。玄羽幻体，给我破！血魔掌！不愧是极限巅峰，实力果然强悍。你确实很有天分，但今天注定要死在这里了。绝灵咒，去！让你这丑八怪尝尝紫薇大帝的驱魔咒。你们也别想好过。从那里可以出去。别怕，一定不会有事的。啊！坚持住，我马上带你去解毒。梁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这是幽冥族人。姥姥，福蕊中了骷髅王的毒，你有办法救他吗？骷髅王的毒融合了混沌界的黑暗之力，不仅会破坏人体内真元，还会吸收真元壮大。怪不得我的木系力量无法维持住他的生机，反而加重了他的伤势。跟我去圣泉，圣泉中凝聚着太古同门中本源的力量，也许能化解这股毒素。清月，你先带着雪雯他们去休息。知道了，姥姥。姥姥，梁领主，出去警戒。是。梁希，这就是我族圣泉。这表面似乎还掩藏着阵法。果然，这种隐秘阵法在紫薇邪眼面前是无所遁形的。这灵气不仅比外面的浓郁几乎100倍，还蕴藏着一股独特的生机。有效。希望能对你有用，幽冥族人。福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滴水之恩也不用这么报答。我的技。他体内难道寄宿着怪物？力量。糟了，他在吞噬圣泉的力量。星辰缝隙，一旦身处其中，便是处于一个平行空间中，无法交集。梁希，我控制不住体内的真力了。我来帮你化解。
竟然吸收了我幽冥王族的血脉。这是为了救你。我不是怪你，因为幽冥王族的血脉中存在邪恶的力量，幽冥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死去，这也是幽冥族人丁稀少的原因。而你在吸收的时候，竟然净化了这邪恶力量。似乎是天元利刃压制了你体内的那股力量。原来传闻是真的，集齐7把北门神兵真的可以清除我幽冥一族体内的邪恶力量。我愿意认你为主，只求你救救幽冥一族。福瑞愿以圣女之名起誓，只要主人能拯救幽冥一族，我必定带领族人与您齐心对抗混沌界。幽冥族再被邪恶力量吞噬下去，就只有灭族了。好吧，我答应你了。等集齐北门神兵后，我定会助幽冥族摆脱这邪恶的力量。福瑞见过主人。这是乾坎位、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东方角宿、北方毕宿、北极紫微宫。这里封印了什么恐怖东西？竟然要动用这么复杂的天宫星象？我们在哪儿？对了，是浩劫。杀！封印！不要封印！这是紫薇大帝林轩。林轩，是你将我封印在圣泉之敌。至元离火剑。你不是林轩，我出来了，你们躲好了吗？找到了7阶大战的余孽弟子，他怎么活了？竟然是弟子！上古战乱，众人都以为弟子战死，原来是被紫薇大帝封印在这里，用太古同门本源为其养伤。如今弟子出世，带走了太古同门本源，那意味着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了。太古同门出世了，清月，快叫族人收拾东西。九宫阵的力量在变弱，明面阵法破开这里。是可以将法宝练成北门神兵的星辰琥珀。还不够，该是你们献祭的时候了。终于可以出去了。骷髅老王，你们3族族群遍布太古同门内，我要你们去找一个人，找到了，免你们族群一死。幽冥族，快告诉我，你在哪里见过？听闻过，我可认识这位灵猫族。我吞天叔与灵猫族有着血海深仇，我愿意带人前往搜查。好，若是找到福蕊，这枚可以突破境界的定仙丹就归你了。用小世界给弟子养伤，不愧是紫薇大帝的手段。我倒想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梁领主，姥姥好心借圣泉给你们解毒，你们竟然毁了圣泉！蓝领主，你太过分了！你们看，这是紫薇帝文，弟子从封印中苏醒，圣泉才彻底毁了的。传闻紫薇大帝曾将弟子封印于圣泉下，难道是真的？我怎么没听说过？一定是他为了逃避责罚编造的谎话。没想到还有太古同门本源的残余力量，那我就收下了。你还敢吸收圣泉的力量？滴血！吞天鼠一族入侵！冲啊，兄弟们！抓猫女回去享福！雪文姑娘，你先疗伤。
什么时候灵猫一族中有了狐狸？还真是柔嫩的小手。在下吞天鼠族长是神鼠，不知狐媚芳名。雪原姑娘，快走！噬神鼠是吞天鼠的变异血脉，不惧灵猫血脉为压，极难对付。九尾天狐，先撤退。好奇怪的视野。啊！姐姐的背不拔罐可惜了。主人，你在看什么呢？怪我！当初紫薇大帝的帝后是九尾天狐，今日我也要收你作为属后。我是神鼠，并不比林轩差多少。灵猫族的先祖，大帝入侵，请您降临夜天魔猫。这视野竟然能看到方圆10里的人，让我看看小狐狸在干嘛。在我家良心面前，你这点天赋也算不上什么。我家这么说多不好意思，不过他怎么跟人吵起来了？夜火红莲，通灵，夜天魔猫。清晰，交出幽冥族女人，再送上猫女和天狐，我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痴心妄想，滚回你的老鼠窝！臭老鼠，吃我一剑！我的属后这么快就想谋杀相公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有非分之想？够了！一群不自量力的蝼蚁，烈心鼎去！太古同门本源炼化的差不多了，这眉头怎么总在跳？再看看婉婉他们，不交出幽冥族女人，今日我噬神鼠就要灭绝你们灵猫一族！灵猫族领地被攻击了，福瑞，你留在这儿，他是来找你的。哎，我也要去，为了主人，夫人什么都愿意做。姐妹们，靠着通灵术类护体、护心、护神，别被炼化了。是的，族长。负隅顽抗，翻天！梁希，你就是梁希？天狐是我命定的属后，双手呈上来，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臭老鼠，既然你想救黄泉，我就送你一程。哎，散心3重，也敢在我面前叫嚣？哎呀！你们！到此为止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对天狐不敬，不应该打扰灵猫族，饶过我，我愿意交还通灵树雷本源。快点交出来！梁希，终究还是我快了一步。梁希，你们谁先跪下臣服，我就放过谁。本公主是西海公主，谁要跟你这头臭老鼠下跪？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你们都不愿意，那我就亲自动手。金龙拳！把通灵树里本源给我拖出来！我的仙里本源！
的境界突破了。我也是。好充沛的灵力。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烈仙顶爆！糟了，锁天钩！没事吧？毁我仙宝，夺我属后，杀我族人，梁息，此仇不共戴天！灵猫族，你们已被包围，都来跪在我面前求饶啊！筑起防护阵法，必须守住通灵树垒。太古同门要毁灭了，快跑！别进梁息的，去投靠混沌界，还能有点生路。他们听不进我的命令。梁息，你快去找姥姥，我们在这筑防护阵就行。你们4人去外面对抗外敌。香姬，你和我一起开启传送门。香姬，你叛敌了！你们都会被骷髅王大人灭杀！我撑不了多久了，梁息，你别管我，快去开启传送门。鹰毒，上古3毒之一，没有特定的解药，只能先用潮汐心诀试试了。姐姐坚持住。噬神树，你还敢回来？我得到了骷髅王大人的秘传，亦是金仙3重。树后，这次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福瑞，跟我们一起回混沌界，否则整个灵猫族会就此毁灭。福瑞，多好，姐姐们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只要有我们在，你们永远别想带走福瑞。敬酒不吃吃罚酒。姐姐们，福瑞不能去啊！我跟你们拼了！灭天雷环！再顽抗也没用。你们撑不过下个回合了。4对2，亏得你有脸说得出这话。雪文姐姐，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我只是个落魄的幽冥族人，根本不值得你舍命去保护啊！换作是梁息，也会这么做的。树后，你这么想送命，就送到我怀里来吧。梁息，你现在变成只会躲在女人屁股后面的废物了呀！你再不出来，你的女人们都会变成供奉我一辈子的仆人了。噬神鼠，就这么渴望见你的梁息主人呢？怎么，真的见到你主人后，反而吓得屁滚尿流了？主人，还好你来了。你们做好死的觉悟了吗？只不过是散仙，我杀了你！梁息，你要让太古同门所有种族为你愚蠢的行为陪葬吗？少给我废话！混沌界的走狗，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神识外化！混沌界破坏太古同门的磁气中心，引来洪水与狂风。
太古同门的崩坏，本就是混沌界带来的。你们还想助纣为虐，继续破坏自己的家园吗？这都是梁希伪造的。姬别约，难道你也有质疑吗？你们异人族不想离开太古同门了？没错，混沌界绝对不会害我们。骷髅王说过，会带我们离开太古同门。带你们离开，简直可笑！哈哈哈！28星宿已经释放，太古同门世界和你们都将被毁灭。混沌界释放28星宿，为的就是毁灭混沌界以外的6界，使众生涂炭。太古同门之灾，正是一切阴谋的起始。不可能，这不可能！族长，我们刚刚要离开太古同门，却被混沌界拦下，他们族人都被杀了。混沌界、骷髅王，还有你，食神鼠，都给我滚出太古同门！老兄，不投靠混沌界，我们也没救啊！这世上强者为王，梁希怎么对付得了骷髅王和玄天踏月兽？强者为王，那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玄天踏月兽已被我封印，各族已纳入我麾下。参见主人，参见主人。执任主紫薇大帝的黄猿，竟然拜伏在梁希面前。有了黄猿，我们肯定能从太古同门离开。寡族不可能臣服于你，给我去死！现在该你们做选择了。我们灵狐一族愿世世代代侍奉公子，只求公子带我们出去。大人，刚刚的事，我愿意以死谢罪，只求大人救我们一人一族。大人，您如果觉得不解气，我们当灵宠坐骑都可以。那你们就在这里协助灵猫族守护通灵树垒。是，大人。是时候启动阵法，控制玄天踏月兽。食魔鬼现！模仿紫薇大帝制造的阵法倒是有点手段，哼！再过几个时辰，你将完全臣服于我。梁希，你的死期到了。幽冥族看到没？只有我这种阵法天才，才能成为梁希大人的仆从。这种小事，我随便就能做到。哎，哼，哼，我可不会让你抢走我的主人。喂，幽冥女，你别嚣张，比用毒你肯定不如我。那比机关术你肯定不如我呢。有一股势力正冲着这边过来，各族准备。福瑞，启动天诛阵法。5、4、3、2、1，发射！魔鬼，踏平通灵树垒，守住壁障。生死存亡，唯此一战。竟然还有人抢先来过这里，还是用前锋烈影冥火蛇。
林轩封印的孽畜，我要将你们全部斩杀，证明我才是七界第一仙。弟子，属下甘愿为您做牛做马，只求您饶我一命。配方的好气功强大力量，让你们的他们与弟子相斗，我还能牺牲血畜，休想逃！就这么维持下去，不能让屏障被毁。28星宿之一的烈翼明火蛇竟然被放出来了，这可是个好机会。这是我的猎物，你要妨碍，我就连你一起宰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弟子，这里不是你的猎场，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竟然是传说中的弟子，我跟他实力差距太大，还是先躲开为妙。灭了你！那我便陪你玩玩。来！弟子，放我！放我！我再也不想再抗！请把本座当头来物，此等羞辱，就当自焚也要杀了你们！离轩！啊！紫薇大帝的封印还有些许残留着，怪不得弟子神识不定，疯疯癫癫。这样下去，整个通灵数列都会给弟子陪葬，只能拼尽全力搏一回了。潮汐心诀，给我收！真是不自量力的莽夫！你一定会被反噬，死无葬身之地。潮汐心诀，收！怎么可能？那可是纵横七界的烈翼明火蛇呀！就这么没了？赤炎离火剑，起！多此一举，若要脱困，我自己足矣。不过你的手段与家父倒有几分相像，报上名来。梁希，纵观七界，只有你的资质堪堪与我并论。但你经验尚浅，羽化尚早，还入不了我的法眼。此物倒是个好材料。此话怎讲？北门对应星宿，今何能炼成神兵？28星宿能炼制共28把神兵，家父也只将其中7头炼化，这便是神兵的炼化之法。烈日熔炉，炼化！给我化！不愧是紫薇大帝，竟能创造出如此精妙的炼化之术。这把神兵就叫做落日弓。梁希，你就快点成长起来，来当我的陪衬吧。哼，我的目标是超越紫薇大帝，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梁大人，您刚刚的炼化和战斗都能和紫薇大帝媲美了，你一定能成为下一个大帝。那倒是，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各个王，就像紫薇大帝设下的24王。这都是后事。我现在要做的是除掉你，骷髅王！魔鬼，替我挡下！落日神剑，嚯！我费尽数百年心血练就的魔魁，就被这么一剑给全灭了。骷髅王，今天必将你葬身此处。我不会就这么结束的。玄天踏月兽现！
玄天大月兽竟然被你放出来了！玄天踏月兽已经觉醒了全部力量，我看你们如何挡下它！哼，我3剑就能解决它。这是第1剑，碎雷霆。第2剑，天飞镇压，合翻身。第3剑，神魂湮灭，放逐星空。哇，竟然打败了玄天踏月兽！梁大人的散仙境恐怕不弱于金仙了吧？梁希越来越厉害了，主人神功无敌！哼，梁希，得意什么？尝尝我的北门神兵黑暗镰刀的厉害！来战！梁希，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犹如天堑，不是你一个散仙能够跨越的。今日我便跨给你看看，冰皇！冰皇神金星恢复能力强大，不要给他恢复的机会。太古同门世界的空间法则已经崩坏，不消半个时辰就会彻底毁灭。巨星，你们灵猫一族在太古同门中生活了这么久，应该有什么对策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尽管说，我们几个金仙应该能帮上忙的。熄灭语说的不错，只要能让族人活下去，拼上我这条老命也没关系。梁希已经控制住骷髅王了，灵猫族听令，结阵召唤太古同门。清月，你做阵眼。是，姥姥。还愣着干什么？雪文，你们向大阵灌输真力。明白了，姥姥。这是灵猫祖先传承。太古同门穿越时空河流，破碎虚妄混沌。看，成了。梁希，我们可以出去了。骷髅王，结束了。梁希，就算限期1000年寿命，本王也要招来真身灭杀你们！今日我便将你们炼化，融入我的仙府6藏中，看谁还能救你们！混沌真身，这已经是超越金仙的手段了。太古同门已经打开，我们留在这里也没用，不如赶紧走吧。我们是不会放弃梁希独自逃命的。没错，我们绝不会丢下梁希，即便结果是粉身碎骨也无所谓。我们把力量传给梁希，他一定会赢的。好，我同意。我也相信梁希。别啊！要是分散力量给梁大人，太古同门就不能完全开启了，我们到时就没退路了。哼，梁希就是我们的退路。太古同门灭！你疯了！姐妹们，将精神力灌输给梁希。梁希一定会打败骷髅王，带我们离开的。挣扎吧，蝼蚁们！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是徒劳的。雪文，我收到你们的精神力了，我的部下们献出精神力，助我破敌。祝大人破敌！祝大人破敌！祝大人破敌！给我破！
你的精神力竟然在瞬间提升了数百倍！可恶！骷髅王，逃不掉！梁希，来日再找你算账。留下！这是黑暗镰刀损毁后溢出的北门神兵之力，炼化它们，你将会有第2把北门神兵。这趟太古同门之旅倒是收获颇丰，我防御薄弱，不如把它们炼化到战甲上。太古同门的法则彻底崩毁，我们出不去了。啊，那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要死在这里了？唉，时也命也呀。诸位不用担心，我刚才已经学会了骷髅王离开太古同门的法门。大家都进我体内的欺凌之地，我带你们出去。以无之力加耻辱身，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太古同门了。好在大家都能平安回到人间。哼，等你超越紫薇大帝，再建一个太古同门了。别贫了，我们也走吧。太古同门消失了，是梁希。来人！叔叔有何吩咐？修真大会在即，梁希势必回宗。侄儿，你带领荒毒即刻前往天灵门处理掉他们。是。若是一者。异空间，天灵门。好好感受回宗的痛苦吧，梁希。师父，师父。小心，这是能混乱真力的毒。看来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到达天灵门，做好埋伏了。可恶，刚才的爆炸影响到紫薇邪眼了。主人，我来找。往这边。你们留在这儿，我带福瑞去抓人。他们追过来了，上钩了！异空间，四方幻象。这是什么情况？福瑞呢？师傅！没完没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进了四方幻象，就是大罗神仙也难逃。你是谁？到底想干什么？交出天元利刃，否则你和全天灵门都给我困死在这吧！不准动天灵门的人！主人，我马上救你下来。我回来了，难
能随意切换场所的阵法。福瑞，这是异空间阵法。知道是什么阵法，那就好办了。居然能在解除四方幻象后追踪攻击我们，到底是何方神圣所为？幽冥公主福蕊。终于逮到你们了。是你？此阵连楚国顶尖造阵师也难以求出半点端倪，你如何瞬间破解的？哼，我能破的可不止这幻象。紫薇邪眼恢复了，阵法已破，我们不是对手，快跑啊！想跑，门都没有！你不是想要天元逆刃吗？我发发慈悲，送你一刀。说，谁派你们来的？哼！主人，他们几个就交给我吧，正好试试新学的咒法。嘿，这就完了？问什么答什么。这咒法除了维持时间短之外，没有缺点。谁派你们来的？杀我们的目的何在？是锦王爷，他想获得太古同门里的力量，察觉到你有所行动，就让我们出手了。梁希这伙人经太古同门一行，变得更强了。事到如今，只能牺牲荒毒来保侄儿一命。时效到了，怎么才维持了这么点时间？叔叔救我了！胆敢伤害我身边的人，这就是你的下场！梁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梁希，你们回来了！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哎呀，抱歉，一下子没收住手。嗨，仙儿，好久不见。呸！你个不要脸的臭流氓，离仙儿远点！哎，我这才刚捡了条命回来，你下手也太重了。他就是那个威名震震的梁希，衣服怎么这么破？但身材不错啊。把衣服给我换回来！快，马上换！听到爆炸，我们就马上赶来了。看样子你们已经收拾掉入侵者了。是锦王爷的人。我看到你打破太古同门的迹象时，便捏了把汗。没想到祸事来得这么快，还是锦王爷。该来的总要来。再说了，我这不是没事吗？臭小子，你们为了苍生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如今能平安归来是大喜事。我这去让人安排仙宴给你们接风。太好了，太好了，吃席了！太古同门之变，7界皆受其影响，众位仙师连夜修补守护大阵，实在辛苦。修补完成后，我将以从落日沼泽中找到的续灵牌为报酬。听闻落日沼泽内藏着不少惊天秘宝，想必那续灵牌里必有雄厚的灵气。这续灵牌到手，我们师兄弟3人又可提升不少。一觉醒来腰酸背痛的，什么续灵牌？可是我错过了什么宝贝？这几位是专研阵法的仙师，宗门特地请他们来修复大阵。修补大阵何须找外面的仙师？找我就行了。就凭你，大言不惭。或许我不擅长，但太古同门内的种族倒是精通阵法，不如我换他们来。太古同门内的上古种族会让你召之即来？若我真的能请他们出来呢？要真是如此，我便撅着屁股在这大殿爬上3圈。包罗万象，开！这是上古异人族。参见主人。
主人，上古异人族居然认这毛头小子为主。荒神谷，灵光族。参见主人。荒神狐，这是比凡阶狐族强上100倍的上古狐族啊！独眼族，红莲鳄，斑山蚁族。参见主人。都起身吧。是。不知道林仙师方才与我打的赌还算数吗？就是那个在大殿上爬3圈的赌。自然作数。好了，你们各自去帮忙修复守护大阵吧。遵命。既然如此，这续灵牌还是给梁希。几位仙师辛苦一晚，我会另寻法宝赠予几位仙师。不可，说好的报酬是续灵牌，如今梁希半道劫了我们的任务，当我们好欺负吗？天灵门这么做，怕是有失偏颇。那几位仙师的意思是？师兄，听说梁希这小子鬼得很，万一……怕什么？我们师兄弟3人还能输给一个毛头小子？这续灵牌自有上古封印大阵，不如谁解开这续灵牌上的阵法，就归谁所有。梁希，你觉得呢？如此甚好，咱们凭实力说话。几位请吧，要是被我一举破阵，有人又要说天灵门袒护门徒了。师兄小心啊！才这么点能耐，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了。嘿！这续灵牌的灵力竟将玄陨界的能量补充了半格。宁水师祖，以后还有这种好事儿，可先要想着我呀。那你就去落日沼泽探访一番吧。正好宗门也派出袁爽他们去那儿找远古金仙境修士的传承，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弟子领命。落日沼泽这么大，咱们这样漫无目的的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不就送上门来了？袁爽，他走火入魔了，小心！杀！梁希，梁希，梁大官人，我想死你了！怎么样了？尔雅，你怎么也在这里？不对，我们这是在哪里啊？你是怎么接触到玄天太月兽的？这是玄天太月兽的力量，刚才差点被他伤了。原来太古同门那一剑没有杀掉玄天太月兽。现在看来，当初那一剑是打破空间壁垒，将他射到人界了。虽然没死，但他也必受重创了。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被控制的吗？哦，是地精国的人偷袭，好多外来修士都被地精国控制了，也不知道地精国有什么谋划，肯定跟玄天太月兽有关。你带路吧，我们去地精国一趟。站住！什么人？哪里来的？我们是天灵门弟子。天灵门是什么东西？我们可是千年一族，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得着的。如今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说自己历史1000年。小姑娘长得倒是俊，
这说出来的话怎么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呢？咱们在别人的地盘，为了大局起见，还是少起冲突。哼，你小子倒是懂事儿。本大爷还在这儿呢，就敢动我的人？你给我等着！我去找我们剑圣。今天你们别想离开这里。既然如此，你们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外强中干，弱爆了。有人入侵，速速前往城门。地金国，我就陪你们玩玩。擅闯地金国，打伤皇家剑卫，还想往哪儿逃？喂，首先我们不是想要闯宫殿，是他们无礼在先；其次，我们不是逃，是走。哼，我倒要看看你的其他部位是不是跟你的嘴一样硬。硬起！梁希，这些怪物身上的气息跟玄天太月兽的一样。他们被玄天太月兽的力量控制了。害怕了？呵呵，晚了。这些剑卫的实力不仅提升到了结胎境，他们更恐怖之处在于他们身上无处不在的侵蚀之力。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只知道杀戮侵蚀的怪物。别说，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和雪文。你说的倒是响亮，我看你是风钻进了骨里。什么意思？吹牛皮！你找死！这里遍布皇家剑卫，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真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应城！只要你们还在地金国，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传送过来的人都会眩晕一段时间，没想到你能醒得这么快。你的称赞并不能保证你的安全。还不束手就擒！仙力，原来你保留了实力，根本不需要我来救。救我？你跟那些剑士不是一伙的？他们都是接受邪恶力量的坏蛋，我死也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你说的是真是假？等会儿就知道了。别碰我！啊！真力暴动，再这样下去，他恐怕要爆体而亡了。这是玄天太月兽设下的本命雷符。除了那道雷符，他的身体内还埋藏着其他封印。玄天太月兽竟然如此看重这具身体，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坐视不管。抱着美人的感觉怎么样？还行，瘦了点，不如尔雅。你再说一遍。是尔雅不如他。不是，是你不如他们。我说错了，是他们不如你。雨宁，你们怎么在这里？梁希，快放开公主！公主与人接触会灵力暴走的。公主？没错没错，我刚才就是在救她。灵力暴走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不用谢，更不用报答。还贫嘴！公主是我的救命恩人，
多亏了他，我们才没被地心国剑卫抓走。梁希就是您感应到的强者。想必你们也是听闻金仙传承之秘才到这里的吧？听你这口气，难道这消息是假的？是的，地金国金仙发布这则密文，就是为了引诱这些修士过来，侵蚀他们的本源，来供养他背后的邪恶力量。这些事恐怕都跟玄天太元兽有关，不能放任不管。文雅公主，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开口，我们一定竭尽所能。我有阵法可以净化侵蚀之力，但真力有限，无法彻底施展，还请你帮我化解这侵蚀之力，让无辜百姓免遭邪恶力量的侵害，过回安居乐业的日子。这小公主是不知道自己与玄天太元兽的关系，还是在跟我演戏？不过无所谓，要是靠阵法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没什么难办的了。还请公主传授阵法。这阵法晦涩难懂，由数百道小阵符组成，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问我。怎么可能？我学了3个月才勉强掌握，他才看了1遍就学会了。虽然这家伙看起来很不正经，但论起天赋悟性，人界无人能比得上他。阵起！看呐，这是什么？仙人显灵了吗？仙人保佑！让开，都让开！散了。是你，竟敢闯我国都城，给我去死！你这弱小的手段是阻止不了我的，祸乱地金国的侵蚀之力，就让我来净化。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是来找金仙传承的。卑鄙的剑卫，就是你们打晕我的。我想起来了，就是你们把我关在塔里的。折磨我们这么久，也该轮到我们了。破杀星！都给我去死！这都是什么？是阵符！快跑！做得好，福瑞。这帮坏蛋残害无辜，就该给他们教训。滴血，滴血！按照计划行事。福瑞，你们守外面，阻挡他们的援军。不会让你们继续打扰主人的，尝尝我的噬天炮吧！这些大家伙做什么的？他们是风染巨人，我只知道他们一直在里面构筑高塔，没想到在做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梁希，只要破坏它，就能消除地境国中的侵蚀之力。第3次尝试，侵蚀之力效果加倍。都别动，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快跑！先救人，把侵蚀之力的源头破坏掉。想在我的掌控下毁掉晶石，未免太不把我这个金仙放在眼里了。呸！邱天海，我最后悔的就是把你举荐给了父王，让你成为了地金国的护国金仙。这次我一定要毁掉侵蚀之力的源头。文雅，如今仙途大道就在眼前，你又何必与我作对？乖乖做个公主不好吗？什么仙途大道？这些侵蚀之力只会让你堕入魔道深渊。哼，在我手下撑不过1招的散仙也敢插嘴？
金仙级别的战斗你们插不了手，我去助凉溪。你到底是谁？这根本不是散仙能有的实力。桑丘和领主凉溪，但你别忘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嘿，哈哈，在这血脉规则中，不论实力，只比血脉。你的任何攻击都是伤不到我的。我的血脉经过大人培养，比起传说中的28星宿也丝毫不逊色。没有血脉之力的你，在这里就是个废物。哼，只比血脉是吗？哼，收剑也晚了。今天你注定无法活着出去。杀了他！真龙血脉！怎么可能？难道你是东海的真龙子嗣？冰皇血脉！凉溪竟然具有2种血脉，论起血脉，整个人界恐怕没有能跟凉溪相比的。仇天海只是自寻死路。真龙血脉，冰皇血脉，一个人怎么会有这2种至尊血脉？嗯？什么？我说，小心你身后。怎么会这样？你以为你赢了吗？这些阵法爆炸的威力，足以夷平整个地境王国。只要你们跪下求我，我可以教你们如何阻止他。你还是留下来陪着这座塔吧。不！主人，你们没事吧？一个金仙而已。不足挂齿。没想到，光是金仙身上炼化的金属性能量，就填满了玄陨界的一个刻度。这个大家伙不会也是你的吧？文雅，你在干什么？果然，一个能让玄天踏月兽在体内布置封印的人，肯定不简单。我想，这里也是你特意带我们来的吧？我本不想这么早暴露，但没想到连金仙都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不下手，我就更没机会了。我乃圣兽亲选的巫女，凉溪，你是我为圣兽选中的肉身，还不速速跪下臣服！巫女文雅，恭迎圣兽降临。又见面了，凉溪。大人，你们认识？你所崇拜的圣兽，就是被凉溪打出太古同门的。别说是你，就算是他来了，也得在凉溪面前俯首称臣。放肆！太古同门法则有缺，无法发挥出我的实力。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知道28星宿的厉害。这威势比掌门还要恐怖，快撑不住了，要死了，要死了！凉溪，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可惜我早早就发现你布置在文雅体内的封印。凉溪，锁天钟。
连你巫女的生命都要蚕食，你这恶兽，还是滚回地狱去吧！许温，你来封锁文雅提供的灵力，我去消灭玄天太月兽。声响！竟然能吸收我的天雷！哼，早在太古同门时，我便看穿了你的一切招式。对付不了梁希，就想来对付我，只可惜我们早有准备。你命数已尽，梁希，哇！我去死！文雅，坚持住，已经足够了。星宿巫女的宿命便是如此。许文界限，梁希，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公主，公主，能看到帝金国获救，我就知足了。嘿，公主已经不在了，你还要对她做什么？滚开，给我看好了！我没死。那是当然，公主，梁希大人刚刚简直是神医在世，几下就将您救活了。比起医术，梁大人的武力更是一绝，简直是紫薇大帝转世啊！梁希，你刚刚对文雅做什么了？我对天发誓，什么都没做。还轮不到你辩解。文雅妹妹，梁希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了？你告诉我，我们帮你做主。雪文姐姐，不要责怪梁希，毕竟她也是为了救我，我原谅她了。啊，你们不能平湖冤枉好人呐！姐姐们，对梁希轻点啊！这臭丫头，待会儿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文雅，你说你能感知到玄天太元兽真身的所在地？那是当然，我可是玄天太月兽的巫女。哼，你还挺自豪。只不过距离过远的话，只能知道大致的方位。父亲，哈哈哈，梁希，这次帝金国的危机真是多亏了你救场。哪里？文雅，过来。父亲，我有些累了，这里就先回房歇息了。放肆！为父的命令都不听了吗？梁希，你愿不愿意与文雅成婚，成为下一任帝金王？帝金王恕我拒绝。虽然文雅很有魅力，但我生性自由，难为一国之君。梁希，你不是要带文雅去找玄天太月兽？只要你与文雅成婚，我就同意你们一起离开。罢了，只要能剿灭玄天太月兽，成婚就成婚。只不过帝金王就免了。哈哈哈，梁希，有你在，我就放10000个心了。父亲，我反对这门亲事。我和梁希也才认识几天，况且你的目的是利用他牵制落日沼泽其他种族。你给我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了。哎呀，梁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就行，婚礼就在明天举行。来人，送梁希去最好的客房休息。不必送了，我自行前去便好。你们这群废物，还在这杵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护卫新郎！是。
梁希，是你，你不能答应和我成亲这事。我的内心还存有被玄天太月兽侵蚀后的影响，一旦与你一起行动，肯定会背叛你，将你的肉身献给玄天太月兽的。假装以巫女的名义将我献给玄天太月兽，在执行仪式的时候将他击溃，好主意。你真是顽固。不顽固可娶不到公主啊。不要，梁希难道真的对我起了歹念？你可不要生气，刚刚是在驱散你体内玄天太月兽的残留影响。梁希，我最后说一次，请你拒绝婚礼的事，否则我父亲会利用你，将你当做地精国的挡箭牌的。放心，我不会让他得逞。要怎么做？一起逃走，现在，立刻！啊，精灵集合！精灵集合！西族攻打过来了，有内鬼，内乱了！抓紧了，离开这破地方！走了，离开这破地方！哦。让你派人去找文雅和梁希，他们人呢？梁希此人实力深不可测，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还请国主再宽裕一些时间。废物！再找不到他们，提头来见。是。哼！地精王，请王府锦龙华前来拜访。锦龙华怎么这个时候来了？难道是为了他和文雅的婚约？本想把文雅许配给梁希，来摆脱景王府，现在可如何是好？地精王，我是奉父王之命前来履行婚约，迎娶文雅公主的。这个恐怕不成了。那散仙梁希带着文雅私奔了。什么？私奔？防护会国主！要不是因为玄天踏月兽，地精王有什么资格跟我景王府联姻？这婚一旦没结成，我就会在父王心里落下个办事不利的印象。你和梁希都该死！别杀我，这是玄天踏月兽沉睡之地的钥匙，我愿意用这个赔罪。哼，光有钥匙可不够，你给我把消息传出去，让文雅3天内来风染巨人部落完成婚礼，否则我就带兵踏平地精国。是。嘿，什么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过来看看。看看。看来你父王还是不死心。就算他再逼我，我也不会回去的。这贴的是什么呀？哪个识字的过来说一下。村长来了。哦。地精国公主文雅与人私奔，破坏楚国景王府与地精国婚约，限公主3日内到风染部落完成婚礼，否则楚国将会发兵踏平地精国。啊！怎么会这样？这要是打起来，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明明就是公主与人私奔，与我们何干？别说我们了，就算是公主与她的相好，也难逃楚国追杀呀。他这是想用一国的安危逼文雅回去。其实我和楚国的景龙华早有婚约在身，父王欺骗楚国皇室，将我许配给你，楚国出兵也算是师出有名。哦，地精王本想利用我和景王府相争，他来渔翁得利，却没想弄巧成拙了。文雅妹妹不用担心，有我们在，他们抓不走你的。多谢雪文姐姐。对不起，我不能让地精国因为我而陷入战乱之中。白天看了那则公告后，你一直心不在焉的，以你善良的性子，肯定还是要回去的。抱歉，梁希。你一个人回去，无异于羊入虎口。景龙华想要的是我的调灵体质，只要我与他成婚，将体质给他，地精国就会平安无事。可你自己呢？
要是你的体质被锦龙华强行剥夺，你也活不了。我知道，可是地金国百姓的安危比我重要。交给我，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给我点时间。动作快点，要是错过良辰吉日，扒了你们的皮！新娘子到！快，开门！哼，什么散谢良息，在我锦王府面前，谢谢啊，是乖乖把美人送回来了。恭喜景府，贺喜景府，万千之喜！景王府景龙华少爷求亲文雅公主。下来。龙华莫要着急，文雅好不容易答应成婚。地精王，俗礼就免了。我这就与娘子入洞房。怎么这么沉？龙华，这是怎么了？没事，我抱得动。地精王，这边入席，今晚一定要不醉不归。你没事吧？你相公我身强体壮，怎么会有事？娘子，我来了。嘿，少爷，你没事吧？哎呀，你吓到人家了。没事，今夜不管你们听到什么，都不准进来。本少爷要与娘子促膝长谈。相公猴急什么？按照我们地心国的习俗，入洞房前你要先行亲携之礼。难道相公不愿意？娘子说亲，那就得亲。你还要给新娘一座金属矿山，寓意夫妻之间情比金坚。这么多，一座金属矿山对景王府来说算得了什么？还是相公觉得我还不如那些俗？剥夺了你的体质，什么金属矿山都能拿回来。怎么会？不就是一座矿山？这里面有父王恩赐的灵金，储量不亚于一座金属矿山。我就知道相公是在乎我的。这总可以了吧？哎，还有最后一个，你要趴在地上学狗叫，3声为吉庆，和和美美。学狗叫？什么狗屁习俗？刚才那些都是你在戏耍我。你好啊，相公。你是梁希，我见过你的画像。你们敢耍我，明日我便带兵踏平地金国。看你这副蠢样，还妄图沾染文雅。少爷的动静还真大。走，去吃席，别打搅了少爷的好事。你不敢杀我！要是我明天没有出现，我手下的护卫就会通报楚国，到时候地晋国依旧会被楚国灭国。哼！今日我假扮文雅把你们聚集起来，就是要把你们尽数剿灭。饶我一命！我立刻取消与文雅的婚约。你死了，自然取消了。我还能打开玄天太岳兽沉睡的禁地遗迹，还请您饶我一条贱命。如此一来，倒不用费劲找玄天太岳兽了。起来，带我去禁地遗迹。是。少爷，拿下他！来吧。我这鞋子的味道可不好闻。来人！你们竟敢造反！我们本来就不是你的人。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景龙华已经在我手上，你们不用那么拼命也能活下去。他给我们下了毒，这是解药。您这是要放了我们？不然呢？
各族觊觎风染巨人的功义，囚禁我们智甲，打造机关。只有大人愿意赐予自由，我们想追随大人。好，有了你们，番茄城武器甲胄终于有了着落。以吾之力，弃之汝身，收。严爽、雨宁，你们留在这里处理后续事宜，别让他们逃出任何一个。没问题。放心，交给我们。这里就是禁地遗迹了，可以放了我吧。遗迹地大门通常是有威力极大的阵法机关，你去打开它。快去啊！要么开门，要么开你的脑袋，你自己选一个。梁希，这笔账我记下了。随洞符，你松开这个机关，可能就破不成了。不！主人，成了。大门怎么还没打开？这钥匙绝对是真的，可能我实力低微打不开，也许您可以试试。钥匙已经没用，玄天大月兽躲进遗迹后，让整个遗迹的构造都发生了变化。哼，你也不是进不去。进去啊！那座黄金棺上面有金仙的气息。哼，没想到这金仙传承秘文还是真的。圆润的走开！这黄金棺中的气息怎么这么腐朽破败？老夫金仙为身，等待100年，终于等来了你们。既然是你们2人唤醒的我，那便是能接受我传承的有缘之人。只要能得到金仙传承，打败梁希岂不是轻而易举？前辈不愧是金仙，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资质，请前辈传法。这把剑会把你们俩的修为提升到同一境界，谁胜出，老夫便给他传承。我感觉全身充斥着用不完的真力，这剑上面的力量更是腐朽破败。梁希，同一境界下，看我怎么教训你！哼，不管你借助什么外力，都不会是我的对手。锦龙华身子虚浮，根基破败，不用梁希，我就能把它解决了。哈哈哈，好一个剑随意转，意随心动。梁希，我要将我的毕生所学尽数传给你。我当然不能，你耍什么花招？请前辈传法。这座黄金棺内蕴藏着我的金仙大道，进去修炼就能获得我的传承。啊，我好像看到了金仙大道。好精纯的仙力，我也要得到。仙力是属于我的。怎么了？快醒过来！没想到还有9尾天狐。等我夺了这小子的身躯，活出第2世，再好好用秘法与你修炼。进去修炼。哼，原来你的大限将至，怪不得仙力腐朽。不可能，你怎么没受腐朽仙力影响？嘿，刚才是怎么了？我好像失控了。我可以送你金仙传承，求你放过我。这么无用的传承，不要也罢。连金仙都不是梁希的对手，父王救我！废物！不仅没拿到文雅的体质，还让梁希钻了空子。梁希，我拿不到玄天踏月兽的力量，你也休想得到。只要我唤醒玄天踏月兽，你们都会死于他手中。我父王唤醒了玄天踏月兽，梁希，你死定了！竟然是28星宿！哼，再次见面了，玄天踏月兽。梁希，你要是就此离去，本座大人有大量，可以不与你计较。怎么，
你害怕了？害怕？呵呵，天大的笑话！本座已经恢复了全部实力，只是今日心情好，不想杀生。既然你不想，那就由我来跟你清算一笔账。梁希，你我先途不易，何必拼得鱼死网破？现在的你没资格与我商讨。玄天大月兽被他一招击败了，怎么可能？连28星宿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谁能打败他？臭女人，只要抓住你，梁希就不敢对我下手。哟，还有空关心别人呢？别急，下一个就是他。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合力干掉梁希。不好，他有夺舍，快拦住他！多亏了这惊仙大成的肉体，解开了本尊在太古同门中的星宿之力限制。加上在落日沼泽吸收的天地灵气，看谁还能挡我！今日本尊便要一雪前耻，斩仙剑！哼！哼！哎！这一击已达到小神境界。好在他还没熟悉新身体，我们必须抢在他适应前打败他。尔等鼠辈，叽叽喳喳什么的？哎，这就不行了！哈哈哈哈！怎么可能？还没尽兴呢！哎，哼！破空斩！真抗揍啊！受了北门神兵的攻击，才只伤了40%。文雅，你是本尊的巫女，别忘了自己的使命。遵命，大人。他被玄天大月兽控制了。我的内心还存有被玄天大月兽侵蚀后的影响，一旦与你一起行动，肯定会背叛你，将你的肉身献给玄天大月兽的。干脆装作不知，利用文雅献上我的肉体，再在执行仪式时击溃他。精力快承受不住战斗了。既然如此，就只能让我们巫女大人虔诚地把我献给他了。不行，这个方法风险太高，文雅能不能接受也是个大问题。我谨遵星宿巫女之责，势必奉上汝之肉体，促大人完成霸业。他入戏入得好快，就算文雅能接受这种把戏，又怎么能骗过玄天太元兽呢？哈哈哈，很好。下手这么狠，他真是公报私仇了。哎呀，文雅，你怎么打自己人呢？哼，不要打了，疯了，还不快住手！文雅，你的调灵体质可将灵体转化为真力，速速展开调灵仪式。文雅，清醒点，你到底要干什么？本尊不仅要你的肉体，还要吞噬你的灵力。再装下去，真要被这小妮子吸干了。潮汐心诀破！潮汐心诀化！你干嘛？你受了玄天大元兽控制，我在帮你解控呢。你的调灵之力则涌入我的体内。你等出去了，我再找你算账。出去之后随你处置，先陪我把戏演完。梁希，你完蛋了！好好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吧，梁希。束手就擒吧！啊哈，我要被吸干了。应该差不多了。大人已准备妥当。哈哈哈！本尊终于等到了今天，我要用你的力量屠尽你所爱之人，踏平机界。我的星宿之力在流失，你做了什么？
托你的福，文雅将调灵之力传送给我了。它是属于你的，就叫你玄天踏月剑吧。竟敢如此羞辱本尊，不可原谅！九霄踏月！我要扒了你的皮囊，剥了你的晶核，拿去造福七界！你休想！这地方快塌了！糟了，何蕊他们！还好赶到了，没事吧？凉溪，这里有我撑着，你们快走！你干什么呀，主人？要走一起走，我还要找你算账呢。只有我的力量才能抵住冲击，不然大家都得死。我是不会弃伙伴于不顾。凉溪，我来帮你。笨蛋，叫你们走就走啊！我死不了，一会儿就出来和你们会合了。小狐狸，帮帮我，带他们走。任由这股力量持续爆炸，恐怕整个落日沼泽都要遭殃。得找到晶核，从源头解决它。嘿，连北门战甲都抵挡不住冲击，看来只能使用万年真力了。调灵之力，收！梁溪生死难料，虽未能收回玄天踏月兽之力，但不会对修真大会计划造成太大影响。哼，踏进去这么多，才只拦住一个梁溪，神界手段就是不行。哼，极乐王有何高见？我开启灵月阵，片刻就能过去，亲手将梁溪、藤溪的小美人们一网打尽，再做要挟，他能不降？哈哈哈哈哈哈！噬灵术，破！小心！怎么会这样？梁溪还没有出来啊！我的海神契约感受不到凉溪了，我不信！主人，你绝不能出事，绝不能！都怪我，要不是我，梁溪就不会来这里，就不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见到梁溪尸体前，我绝不会相信他死了。雪文姐说的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什么？这是混沌界的星云之门，我想请你们与我一同前往混沌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看一下雪文他们。哈哈哈哈！小美人们，你们很快就会体会到混沌界的美妙了。嘿，敢掳走我梁溪的人，就算是混沌界的老巢，我也要给你捅出个窟窿来。
欢迎各位小美人来到混沌界。这里有古怪，我无法发挥出全部仙力。人界修的是真元，混沌界修的是魔气。在没有将真元彻底转化成魔气前，你们的实力在这里发挥不出一成。只要你们在我手中，梁希还不是任我宰割？嘿，别想利用我们要挟梁希！丑八怪，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尔雅吭一声就不是夏海公主。哼，我倒要看看你们的身体是不是跟你们的嘴巴一样硬。噬血魔蛛是混沌界最残忍的种族，他们会钻进你们的伤口，把你们当作母体吸食真力繁衍。等吸干你们全部真力后，就会剖开你们的肚子，从里面钻出来。我就是死也不会拖累梁希。好，那我就先成全你。梁希，我没办法陪你走下去了。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梁希，我不是做梦吧？还好我来的不算晚，要是你出事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北门战甲，怪不得你能无视混沌界的魔气。本王乃是混沌界8大将领之一，极乐王。都没事吧？梁希，你没事，太好了！主人来得太及时了，差点让那极乐王得逞了。梁希，既然你来了混沌界，正好省得我麻烦。这次来了，就把性命留下来。你有吓死我！海神契约都感应不到你了。我是仙体，肉体坚硬，这么打疼的只是你自己。还硬不硬？每次就知道让我们担惊受怕。我看你只会在我们面前硬气。哎呦！你们竟敢无视本王！哎，二丫姐，错都是主人的，跟我无关啊！哎，好你个福蕊，竟敢出卖主人！我要杀了你们！按压圣咒，都去死吧！喂，极乐王，你就是仗着混沌界的地利罢了。要是在人界，都不用主人出手。哼，就你会说话。你们找死！这份耻辱，本王必定要100倍奉还。今日我就把你送往极乐。这是双头老怪的噬灵术。哼，那2个家伙不过是学了我一点皮毛而已，他们太笨，没有学到精髓。哼。噬灵术最强大的能力，不是吸收对方的力量提升自己，而是吞噬对方灵魂，完全变成对方。而在100年前，我机遇非凡，吞噬了一头重伤的上古怪物——混沌龙。混沌龙又如何？我用3把兵器就能灭了你。哼，3把兵器就想打败我这混沌龙身，痴人说梦！星辰盾，梁希，我要吞了你！天元利刃，斩！我不信你还有第3把北门神鞭，是吗？落日弓，就算是3把北门神鞭，也奈何不了我。梁希，你毁我仙体，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混沌界的规则对我们人界修士限制太大，先回去。这次你毁了他的仙体，极乐王想要复原要不少时间。梁希，你什么时候用互换身体，让我也体验一下这3把北门神兵的厉害？互换身体？二丫姐，你什么时候跟主人换过身体的？哎呀，都给我进去！
从混沌界回来2天了，这玄天太元兽爆炸产生的瘴气终于清理完了。这次灭了玄天大元兽，肯定收了不少宝贝吧？没有，福瑞文雅他们都可以作证。元爽，你别听他胡说，他可收了不少宝贝。梁希，你就给我几件宝贝吧。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不好了，城外来了一群闹事的人界修士，喊着要禁地传承。什么？哼，那就去会会他们。要我说，干脆我们直接就闯进去。对呀，万一他们带着传承从什么地方跑了呢？哎，出来了。梁希，你和风染巨人族勾结，擅自夺取禁地传承，当我们这些人是傻子吗？速速交出传承，否则……话狠话浅，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梁希，我们今日还代表着天灵门。啊，我明白，这些修士的修为不高，但毕竟牵扯到天灵门，那只能对你下手了。诸位刚才言之有理，梁某在此将这份传承赠与这位张浩然仁兄。来，我告诉你，嘿。这便是禁地功法传承的开启口诀，便托付给浩然兄了。姓张的，把玉符交出来。我看是你想独吞这传承吧。对了，传承金子一份，不可分割。张兄，好东西就是要一起分享。给我，藏着掖着就是你的不对了。抢到玉符，再逼问他功法口诀。我们走。梁希，宗门有贵客特来寻你，尽快回来。不知道是哪个贵客来了，红颜，再快点。本王在天灵门内已等候4日之久。若是他无法赶回，也算了吧。弟子见过宁水师祖。梁希，1周后在阳都城举行人界的修真大会，赵王爷想让你代表镇北府出席大会。宁水道人，此人现在不过散仙7重境，府上的侄儿已散仙9重境，如何能比呀？梁希的散仙7重可比寻常人的厉害上许多。仙儿，赵王爷的侄子在比赛时可千万别对上我，梁某最瞧不上这种眼高于顶的做派。你就是传说中的梁希？我以为是个普通的洒扫弟子。你这气质，我还以为你是镇北府中的侍卫。那是小美人，你眼神不好，把这牛粪当成宝。赵一香，劝你好好说话。我这副战甲用的是山海宝芯锻造而成，梁希兄弟若想证明自己，不妨来试试。只怕你这山海宝芯的战甲也不是我的一招之敌。龙鳞紫金刀。原先我也打算找个山海宝芯来加持战甲，却没想如此不堪一击。或许赵兄也来试试我这北门战甲。招来！嘿！这是龙还是虫？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丢脸！梁希，我要杀了你！呀！我看赵兄这散仙9重，怕是服用丹药催化出来的吧？方才只出了3分实力，你以为你一个散仙7重能是我的对手吗？吹牛什么3分实力？仙儿，别逼我送你回去。
梁希，水可克火，你这一团灵火，只怕3两招就被我的紫霄秘拳给灭了吧？嘿！嘿！雨星，哎呀，你忍你们很久了，跪下！梁希，对不住，我给你赔不是。赵王爷刚才也见识到我这紫薇真火的力量了。见识了。那么，日后镇北府想借此蓄意报复，那这一小团灵火便会让赵王爷您死得很不痛快。好，我保证绝对不会对天灵门有任何非分之想。修真大会，我会代表天灵门参加，届时镇北府要为我们提供一切可行便利。好。当然，赵王爷找我参赛，无非是想压锦王爷一头，到时我能帮则帮。那就多谢梁小友了。那我带着侄儿先走了啊。梁希，紫薇真火真的会要了他的命吗？当然是骗他的。万一他日后来寻仇怎么办？从前竟不知道你有这么细的心思。我的优点多着呢。自夸自擂，真不害臊。哎，你娘亲，看仙人！中原王城的热闹果然不是番茄城可比的。这次修真大会开在阳都城，楚皇要彰显楚国实力，当然是大办特办。来到阳都城后，你一直心不在焉的，怎么了？没事，就是想家了。这样啊。各位，今日店内特地请了白小生来说书，还不进来看看唠唠嗑？走，白小生说书难得一见，咱们也去见识一下，在大比前放松心情。话说，上有修仙大派，下有世家各族，这次修真大会真是龙争虎斗。来，客官这边请。小二，把你们的招牌菜都弄上来，银钱管够。好嘞，客官您稍等。哼，土包子进城，这么些绝色女子在他身边，倒是可惜呀。若是以年轻一辈弟子实力、修为、功法排个榜单，我认为阳都城内齐、陈、楚、白4大家族实力最强。4大家族不愧是楚国4柱国呀！我看这次修真大会的最强者应该就在他们其中了。梁希，以你的性子，不上去说2句？就是，我认为咱们天灵门不弱于他们。人家不是说阳都城内吗？咱们天灵门在外。说的不错，不愧是修真界的白小生，还是有几分实力的。该赏。但在这阳都城外，还有一位天灵门最强弟子梁希，他的实力更是在4大家之上。哪来的野把？看来有人恼羞成怒了。白小生，你竟敢拿一个毛头小子来辱我4大家族，你给我改了！我说的全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就算你要杀我，我也还是这么说。梁希自从拜师天灵门以来的战绩，远超所有同辈年轻人。这人倒是有一副傲骨。你不改，让你死！何必为了一个虚名而拿人命出气？白家真是好大的威风，在天子脚下如此目无王法，肆意欺凌百姓。这里我白虎就是最大，我说他该死就该死，我说把你带回去，今晚你就得出现在我房间里。这一掌教训你出言不逊。我爹都没扇过我大嘴巴子，我杀了你！这一掌教训你目无法纪。我可是京都野王白家的人，知道我爷爷是谁吗？这一掌教训你不知悔改，还敢用权势压人。我把话放在这儿了，就算是楚皇来了，也是你的错。
恩人还是快走吧，白家手眼通天，连夜逃出城还有一线生机。哼。来不及了，恩公，是吉家的齐步声。老齐，救我呀！白普，齐家办事，无关人等都散了。上面的识趣点放开白普，然后自废经脉认罪，不要连累到你们宗门。我要是不放呢？竟敢不把我齐家放在眼里，抓住他们！天杀的，他夺走了我们的灵气！我们好好给他们上一课。好，没问题，看本公主的厉害！你们被包围了，小贼，把灵气还回来！他还抹出了印记。跑啊！通通打翻！老爹，救命啊！爹，这是打了小的，又叫来了老的。爹，就是这帮贱民，他们竟敢以下犯上，我一定要让他们好看。我相信两位柱国大人一定会调查清楚事情缘由的。小美人，你别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爹，把他们都押入大牢。臣陈绵见过公主殿下。仙儿不是楚皇之女？若不是这次本公主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大楚国的四柱国后人竟然如此目无王法。还不赔罪！是我有眼无珠，还请公主，这位兄弟饶了我这条贱命。是我公子里吐不出象牙，是我胆大妄为，还请公主息怒啊！公主，这位小兄弟，我们愿意全力做出赔偿。一切都由梁希做主。看在仙儿的面子上，白小生，给你的，你别光写实力榜单了，顺便也给美丽的女修真者排个名。我想这是大伙儿很乐意看到的。恩公，这倒是可以考虑。公主，陛下日日夜夜想着您，还请您随臣回去。此次我是代表天灵门来参赛的。公主，您的生母灵妃已经在冷宫病了半月了，至今下不了床。怎么会这样？就算您不思念陛下，也要为灵妃想想，她正是需要您的时候。我这就回宫。仙儿，还可以再见到你吗？当然，用这块玉佩，随时可以进宫来看我。梁希，仙儿只是回家见见父皇，就跟我回西海见父皇一样，不会有危险的。怎么舍不得了？要不陪仙儿妹妹一起去见见楚皇？胡说什么？我们要好好准备明天的修真大比。那保重啊，仙儿。回宫。哎，白小生，这巅峰榜、乾隆榜我都识得，你这倾城榜是几个意思啊？各位，能设立巅峰、倾城、乾隆这3榜，是我白小生的荣幸。但这只是我一人所设想的排名，还不能够服众，所以我也开放打榜的权利。嘿，投入你的灵石，甚至可以有更改榜单排名的机会。榜一大哥还有机会可以与各榜单的榜首见面。我倒要见见这榜首，谁都不要跟我抢，都让开！我投灵石10万，旁比一兄，我投了8件灵榜，我看谁跟我争。
能兄，近来可好？黄启兄，又见面了。楚皇到。恭迎楚王！哇，不愧是楚皇，这排场可真不小。各位道友，许久不见，见过楚王。修真大会大楚盛世，朕只愿众修士们在大比中一展风采，取得佳绩。借楚王吉言。我的小公主在昨夜回宫了，朕很高兴，决定开放皇家秘境作为第1轮大比的赛场。秘境中藏有紫薇大帝的功法，还放了小公主的信物。敢问楚皇，放这小公主的信物是何意？寻得信物者为第1轮大比第1，可迎娶楚国小皇女。我听闻小公主位列京城后裔，样貌倾城。我日夜不辍的修炼，就为了此事。这次获胜者必然是我。没想到仙儿妹妹一回家，楚皇就将她作为了大比的奖励。这个所谓的皇室，不过将他女儿当做笼络人心的物品。这次比赛我一定会赢下，绝不让仙儿嫁给别人。请楚王开启秘境。请各位参加试炼。这不是仙儿留给你的玉佩？我在书山学海学过一种寻物术法，可用玉佩的气息做牵引，可以寻找到信物。先找到梁希，不把他淘汰出局，我不安心。把消息散出去，淘汰天灵门梁希者，白家赏灵石数万，灵器法宝2件，木灵矿脉1条。是。听说了吗？白浦发布了对梁希的悬赏令。不知死活，掌门已经说了，梁希在年轻一辈没有敌手，我们专心寻找信物。师兄，梁希真是活该，被白家全境悬赏。走，我倒要看看梁希那小子的惨状。人刀流楚海波接了白家悬赏令，前来淘汰你。白浦，你好大的狗胆，敢悬赏我！嘿，霸绝天下！这就是你的最强仪式吗？什么最强仪式？连你的剑都没逼出来，我输了。不过，你的敌人不止我一个。出来吧，别再躲躲藏藏了。你去送死啊！不是叫我们。你倒是有些本事，连涂海波都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一个人如何对付我们4人？哎，小齐啊，我也是有队友的。对付你们都不用梁希出面。你们怕是连我一招都挡不住。哼，那就来试试。好好看着，再动我就废了你。大海无量。不可能，年轻一辈达到结胎，已经是翘楚中的翘楚了。你们的实力怎么会逼近仙级了？换个角度想想，会不会是你们太弱了？梁希，我只是路过。路过的也不能放过。按照玉佩指示，希儿的信物应该就在里面了。黄启，啊，黄启身上怎么会有修罗界的力量？无属性之力阵法环环相扣，若不是我也会这无属性，还真不好破解。绝域幻体。
原来这就是紫薇大帝留在秘境中的5转阴阳神功。这一丝阴阳之力，相当于数倍的五行之力转化而成。如果用阴阳之力催动秘法，那效果岂不是成倍提升？啊，仙儿！修罗族已经渗透进楚国皇宫，父皇被修罗族控制了。记住，不要相信任何人。你是说这次大会可能被修罗族利用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既然仙儿能在这里留下信息，说明他来过这里，并且是安全的。我要尽快找到他。秘境就这么大点儿，梁希能藏哪儿去？后山西左，剑木向北100步。陈如此这小子冒这么大风险，把皇女信物的地点提前透给我，有意思。通知所有人集合。才这么一会儿，你就把阵法破了？刚才那个人影是谁？啊，是紫薇大帝给我留下的讯息。原来是紫薇大帝的传承。听说这处秘境是大帝闭关疗伤的行宫，难道有什么隐藏机关？紫薇大帝把弑神的秘密留在这里了。大帝旨意，尔雅、雪温、拓跋婉婉听令。你等当尽心辅佐梁希，劫袭北门神兵，守护人界。今后务必以梁希马首是瞻。他说往东，绝不能往西；他说撤退，也不可迟疑。你胡说些什么？好啊，占我们便宜是吧？别打了，这里真的有讯息。哎呦，仙儿的，仙儿的，这次是真的。好了好了，正事要紧，让别人捷足先登娶了仙儿，梁希就得去抢婚了。仙儿给我留了讯息，暂时应该没有危险，但是楚皇恐怕已经被修罗族控制了。怪不得要拿仙儿当比赛奖品。多谢梁兄大救！你们身上为何有修罗族的力量？我们中途被几个修罗族追赶，逃进这座宫殿，却又被幻境困住，大恩无以为报。梁兄，我等与皇女信物无缘，这是方才拿到的线索。走，仙儿的信物不能让别人拿到。找到了，小心！看起来像哪个宗门的护法剑阵，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速度太快了！只会偷袭的小人，有本事出来一战！梁希，这是我白家传承的诛仙剑阵，你就别想出来了。不过嘛，你给我磕3个响头，我也可以勉强收下你当条看门狗。哼，什么破玩意儿，也敢称诛仙？梁希，水火既济，则金石其锐。最灵动的攻击阵法，让你拿来当陷阱，真浪费。信物地点，谁告诉你们的？说出来给你个痛快！你不能杀我，白家不会放过你！泄露地点的人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蠢货！想清楚，等我来找你。梁希，这是什么破机关？这是须弥宝盒。梁希，快收回真力！须弥宝盒会把人吸住，直到真力耗尽，你死定了！梁希，动静闹这么大，怎么就来了你们几个？对付你们足够了，我们的目标是他，不想死的乖乖闪开！
修罗族精心布局，就是要把进入秘境的修士一网打尽。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想挑拨人心，看来你们人手不充裕啊！鬼将大人，我们和他不是一路人。他们是修罗族，你疯了！我劝你别站错了边，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助我击杀梁希，白家自有重谢。小子识时务，成交。唉，一群蠢货，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上来！刘希，刘希，来得好，五转阴阳，陪我收！竟然把寻觅宝盒撑碎，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低级空间项链，看着有点眼熟。是我送给仙儿的，伊氏族人那里拿的，当时觉得好看，随手递给他，没想到这么久了，他一直带在身上。人族果然狡猾，兵不厌诈，懂不懂？让你输个心服口服。皇家秘境有大地法阵，修罗族居然能混进来，你们的内应不是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修罗族的内应。梁希，我的援军到了，今天你必死无疑。哼，废物集合，也只能是一堆废物。这是什么修为？一人斩杀一队修罗鬼将，埋伏的那队修罗族也败了。皇女信物已经拿到，比赛结束，赶快离开秘境。走。这小子居然能活着走出秘境！啊！皇家秘境里怎会混进修罗族战士？敢在修真大会上出手，有何阴谋？谢王爷不想解释解释吗？修罗族现身，王爷难逃其咎。说的是啊，必须得给个说法。小点声，不要命了。肃静，对修罗族的出现，我也不……哼，比赛事宜皆由你来负责。外族入侵这么大的事，你会不知道？秘境开启，全由陛下负责。我即使身为王爷，未经他允许，也不能进去。晃圆的挺像回事儿，趁陛下不在，你还想把黑锅扔他头上吗？别以为我不清楚你之前的暗杀行动，要是给脸不要，还伤害他人，休怪我无情！大胆狂徒，竟敢对王爷不恭！哪个没长眼的横冲直撞？皇室内卫不愧是楚皇宫最强战力，齐不胜真瞎了眼了，敢去惹他们，居然惊动了镇东王和世子。帝师和白家长老也来了。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我管他是谁，碍事的3步之内让你有来无回。王爷莫急，且让老夫试试他。白长老亲自出手了，我记得他闭关前便也是仙级吧？这下梁希可惨了。你是何许人也？师承何处？天灵门梁希，我敬你是长辈，不出手。若还敢上前，我就不客气了。哼，天灵门怎能教出你这么个有勇无能的莽夫？像你这种倚老卖老的顽固，没资格飞离天灵门。
谁敢上来，我奉陪到底。没有的话，就给我闭嘴，安静待着。散仙境，他的实力竟提升得如此之快。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知不知情？不说清楚的话，死！此事重大，又关系皇女安危，主皇定会清查到底，即使我清白自明。兰心冷静，别蛮干。给不出交代，要你的命！威胁了王爷还全身而退，不是他狠，就是王爷有鬼。快别说了，哪一方咱都惹不起。修罗族来犯，势必要调查清楚。我宣布，本次秘境比试到此结束。事情不简单，出于安全考虑，你们就留在此地。仙儿，我去找。方才在秘境里，白普早有预备，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就从他下手。平安带他回来。害我变成这副鬼样子，我定不会轻饶他。哟，口气倒不小。我人就在这儿，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敢自投罗网，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上！啊！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得了吧，你有那个脑子伏击，还能看不出背后的阴谋？说，谁指使你的？我说出来以后还怎么混？你敢杀我，白家不会放过你的！敢帮助修罗族伤害我的人，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再不交代，我就替楚国百姓灭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陈叔慈是陈叔慈放的假消息，早说嘛，费这么多事儿。呀！白普这个没用的废物，真靠不住。没想到梁系势头如此强，眼下好不容易牵制了他们，你务必夺得大会桂冠，为我族拿到擂台赛奖品紫薇大帝的功力结晶。算盘打得真精！居然能找过来！我先行一步，你留在此地拖住他。哪里跑？恶鬼相！除了恶心人，也没什么厉害的嘛。大话别说的太早，有本事接下这个阿修罗！历来金仙之下的闯入者，无一能在阿修罗手下存活。梁息，受死吧！好强的力量，得先削弱他。机会来了！哼，差不多了，就由我来大头记录吧。你打不过我的，快说！修罗族到底在谋划什么？这是你逼我的！修罗族给了你什么，让你如此拼命？与他们无关，只要能压你一头，夺回仙儿，入魔又何妨？这还没完，再来！就让你见识见识你我实力上的差距。把计划都交代出来，我给你个痛快。你做梦！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死！不要用功自爆！禁地防御阵法，不对，这是被魔气催动的四柱国阵法。
四柱国阵法的守护兽，陈叔子为了杀我，不惜以命换兽，真看得起我。看来普通术法根本无法伤害到他，反而会激怒他。双头魔龙。打架就打架，烧我衣服算怎么回事？在这待着，怕是人都要被烧毁。这沙子让人调动不起真力，也无法飞行。沙子下落的速度也比之前更快。既然没法从原路出去，那便只能另辟道路了。吃我一招！修罗族的魔气，得尽快找到魔气的源头。看来这才是沙教的命门。四柱国的兴隆阵法，五行相伴相生，造出这个阵法的实在是高人。梁希，我儿呢？我儿在哪里？你对他做了什么？哼，他不惜动用修罗族力量坠入魔道。到头来是自己害了自己。你残忍无比，杀害我儿，还有脸说风凉话！梁希，拿命来！凌霄魔龙斩！梁希，梁希，你不得好死！梁希，担心死我们了。放心，我这不好好的。无用之人不必留。梁希，陈冕勾结修罗一族，大家都有目共睹，他就交给杨都城来处置了。好，但陈冕勾结修罗族，仙儿不知所踪，这笔账可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可有探查到什么吗？他也神志不清，失去记忆了。杨都城定会好好处罚叛徒，绝不会轻饶他。仙儿的线索又断了。修罗族人在杨都城潜藏了这么久，四柱国法阵却从未示警，怕是法阵早就被别有用心之人破坏了。我提议暂停修真大会，先将凶徒绳之以法。不可！修真大会举办多年，怎么可以说停就停？但若因阵法受损，被修罗族入侵，普通修士受了伤，谁能负责？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还参加什么大会？若是修真大会停办，仙儿的线索就彻底断了。若修真大会继续举办下去，修罗族势必会再次出击。两位别吵了，如今因为四柱国阵法损坏，无法示警修罗族人的入侵。如果天灵门愿意接管防御工事，修真大会不就可如期举行了吗？负责防御工事，四柱国阵法建阵需要多少天才地宝？光是百年水沉木这样，便足够你寻上个100-10年。不巧不巧，早年间外出游历时，机缘巧遇被我寻到一根，但并非100年，而是1000年水沉木。那狐族的1000年精血，你可能寻得？1000年精血有何难？要不要仔细验验？你，哼！我天灵门愿承担修真大会的防御公事，若谁有不满，或认为比我更合适这项任务，大可以从我手中接手这项差事。我梁某人欢迎至极。不愧是楚国第一宗门，这等气魄，
实在是常人所没有的。天灵门如此大义，实在叫人钦佩。那这防御工事便交给你了。天灵门大义，我心中记下了。梁希，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你虽有了狐族精血和水沉木，但你可知要多少晶石才能支撑起整个赛场的防御攻势？多少晶石，我都能拿得出。要想罩住整个比赛场地，至少需要上万块中品晶石。就算你翻遍整个阳都城，都未必找齐。可别为了自己出风头，打肿脸充胖子。要在几日之内凑齐这么多晶石，可并非易事。该不会是梁希借此来讨好几位王爷，对阵法不管不顾，而陷我们于危险之境吧？你说中品晶石啊？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龙鳞晶石？传闻中龙鳞晶石是由龙鳞精血所化，形似琥珀，是为上珍品。你们路上的修士没见过什么世面呀？这不过是蛟蛇蜕皮后鳞片所化的晶石。这些怎么也抵8万块晶石了？这姑娘什么来头？出手竟如此阔绰。我修炼了28年，从未见过品质如此高的晶石。这种晶石在西海龙宫遍地都是，你们要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轻易小瞧别人。一切听梁希的。现在如此有魄力的年轻人不多了。是，我们定当竭尽全力。诸位掌门将灵力灌注到晶石上，晶石自会甄选能量用于阵法之中。各位修士武者需要灌输部分真力给我，齐力施法布阵。看来修真大会可不止陈家一个内鬼，那我就陪你们玩个瓮中捉鳖。梁希，你别得意的太早，今日定叫你好看。我知道自己天资卓越，某些人见了就自惭形秽，心生怨怼，这是病，得治。你，诸位。修真大会第2轮自今日起正式开始。此次为擂台赛，分为9个分类和1个主类。分类胜一局可积1分，积分较高的宗门可选择上主类比试，胜者积10分，败者扣5分。最后积分高者胜，能得到传说中紫薇大帝的功力晶石。梁希。往年的修真大会都是淘汰制，从未用过积分制。此次比赛给了人钻空子刷积分的机会不说，还大大延长了比赛时长，让修罗族亦有了可乘之机。婉婉，看来你是对我的能力没信心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放心，我早有打算。紫薇大帝的功力晶石，我势在必得。按照昨日抽到的顺序，请诸位前往各自的分类，比赛正式开始。雪文。这一局你先上。好。天灵门雪文对战火神峰石伯方。这擂台比试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打坏了你这细皮嫩肉的，哥哥我会心疼的。废话少说，看招！竟敢打我脸，微针雷霆斩！红莲剑诀！承让。天灵门雪文胜，天灵门积1分。天灵门雪文，那可是青城榜上前3甲，没想到角色如此，实力还非凡。天灵门不愧为世俗第1大门派，今年修真大会的魁首，难道出自世俗了吗？那可不一定。3榜上高手如云，大会冠军花落谁家还未可知呢。风鹏举胜，银龙门积1分。楚风狂胜，朗天门积1分。接下来。天灵门梁希对战朝元府楚尘。朝元府乃紫薇大帝麾下第3战将朝元王传承下的大派，我劝你还是认输的好，免得在女人面前丢尽颜面。才第3战将啊，我还以为第1战将呢。你，以你的水平，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是吗？惊涛巨浪斩！嘿。不是说我都碰不到你的衣角吗？这梁希实力居然如此强横，看来我得小心应付。
薛文姐，这个楚尘怎么能接下梁希这么多招？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有多厉害啊。朝元王的功法与紫薇大帝出自一脉，而楚尘师从朝元府，他的一招一式和梁希十分相似。给梁希点时间，这个楚尘绝不是梁希的对手。加油啊，梁希！嘿，我无敌，你随意。松风鸾苍。灵力的余波都有如此威力，他二人的实力到了何等地步？不行，不能再和他拖下去。他的实力深不可测，倒是必败无疑。让你见识见识朝元王传承的实力——瀚海星流。梁希，我这一招可是物自紫薇大帝的术法，希望能教会你遇事别那么狂妄。梁希小心！潮汐流，赤炎离火剑，明烈！啊！一招斩破天象，这是什么招数？闻所未闻呐！这怎么可能？楚尘，你忘了掌门平时对你的教诲了吗？大师兄，站起来，你可以的！不是吧？还不认输？朝元府大弟子楚尘拜见大帝传人。什么情况？少主，朝元府等了几十代人，多少先辈郁郁而终，今日终于让我等到了。少主，是属下狂妄，有眼无珠，竟未能一下子认出少主，还是见少主使出赤炎离火剑才恍然大悟。少主，您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与我一般见识。兄台，你认错人了吧？赤炎离火剑乃紫薇大帝绝学，您就是大帝传人。少主，大师兄这是在干什么？定是在运转什么特殊功法，到时一举将梁希击败。啊，原来如此，大师兄不愧是我辈楷模，忍辱负重，只为将敌人一击毙命。少主，辅佐大帝传人是朝元府所有弟子的使命，更是无上荣光。少主，请给我一个机会，我愿认您为主，以表忠心。你若真心辅佐我，倒也不必如此。这样，你以后跟着我就行了。啊，少主在上，请受属下一拜。自此赴汤蹈火，属下义不容辞。既然你跟了我，那少不得指点你几招。那招瀚海星流耗费了你所有真力，若是减少一次真力的使用，分多次进行攻击，势必会好很多。是少主，属下今后定当好好修行，全力辅佐少主。长老，我找到传人了，梁希就是我们苦苦寻觅之人。大帝传人，朝元府众人参见少主。参见少主。少主，您实力如此强横，日后定会更胜当年的紫薇大帝。低调低调，我还没使出全力呢，谦虚才能使人进步。天哪，那可是朝元府传说中的大派，他们的长老竟对这梁希如此尊崇。这梁希实力强劲，身份莫测，日后见到他还是小心为妙，不能得罪。王爷，天灵门已经领先其他宗门许多，要是紫薇大帝的功力晶石真被他们应去，修罗尊那边怕是不好交代。要不要我们？交代？哼，让他们争去吧。待本王血祭成功，让紫幽八荒兽重新现世，到时候别说区区修罗族了，整个人界都将臣服本王，这些异族都得滚出人界。你下去吧，切记不要节外生枝。是，属下明白。嘿，梁希，你可不要让本王失望才好。经过多轮的比试，积分排名靠前的门派已经选出。这些选出的门派将在主类进行最终的比拼。本场比赛参赛的双方分别是人刀流的任海阔和天灵门的梁希。下面请代表门派的参赛者上台。梁希，你多加小心。放心，一定速战速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对我造成威胁。师兄，给他点颜色瞧瞧。师兄可是人刀流的神兵断水刀传人，实力可不是天灵门这种俗派可比的。天灵门梁希，哈哈，没听过。从今往后，你不但听过，也一定能记得住。
我以为你真力有多磅礴呢。这样吧，你不是没听过我吗？3回合内你能站起来，就算我输。小子，你别太猖狂了！地水吞天。第1回合，惊涛巨浪斩。刚才是我小看你了，可我也不是吃素的。怎么，略微能记住我了吗？看招！第2回合，赤炎离火剑。已经2回合了，也不过如此吗？最后1回合，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阴阳诀。你给我等着，日后定会再找你决斗，到那时你却没有第2次喘息的机会。我只怕到时候都用不了3招。你，天灵门胜。这个梁息也太强了，有这个梁息在，我们还怎么打呀？真力消耗太多了，梁息，你快休息一下。我倒是不累，可是难免有人跟我一样不累。今晚咱们去看看谁大晚上做坏事儿。夜寂无人，抓紧时间，赶快破坏阵法。哟，终于来了，路上有事耽搁了？怎么有人？看来晶石就是你们标记的了。求报术。看来是有备而来。对自己下手还挺狠。梁息，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出现？还记得昨天大剑阵法吗？当时阵法便有几股黑气缠绕，并且晶石已被标记，他们必然会有动作。我当时没有揭穿，就是想引蛇出洞。原来如此。没从他们嘴里掏出什么东西，修罗族肯定会另寻他法破坏修真大会。雪温、婉婉，你们再布下一层迷踪阵法，以防万一。本场比赛，天灵门梁息对战银龙门风鹏举。天灵门梁息久仰久仰，前几场确实打得很精彩。想偷袭？你还太嫩了点。惊涛巨浪斩。你的拳头软绵绵的，是没吃饱吗？怕你吃不消我的拳头。嘿，珠光日炎剑，修罗真力，正是。只要你跟我对拼，那修罗真力便会不断的侵蚀你，直到你被完全腐蚀。真力被压制了吗？阴阳相符，唤醒混沌；阴阳相应，阶级神明。阴阳诀，破！你的修罗真力也不过如此，邪魔外道终究是抵不过正道。别以为眼睛闭上2秒就能救你！巨熊灭碎拳，阴阳真力。这一招教训你是非不分。这一剑斩灭邪祟。什么？风腾举被打散了？这次你的首要目标就是杀死梁息，答应你的好处不会少你的。遵命。看来银龙门已经被修罗族收买了，那其他宗门呢？
是领悟了阴阳真力，加快了突破速度吗？或许可以借此次大比提升境界。台下各位都称自己为大派，可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赢了我的积分全部奉上。不过一个个上太慢了，你们一起上，我能一个打10个。这个梁希也太猖狂了，赢了2场比赛就狂妄的没边了。大师兄，让我们教训教训这个狂妄之辈吧。等他们上的时候，我们再上。这个梁希现在肯定还有力气，到时候我们坐收渔翁之利。梁希一个人能应付过来吗？以一敌多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能感受到梁希的真力涌动，看来是要突破了，放心吧。怎么，4大柱国都没人敢上来了吗？景王爷，这按照梁希说的来。梁希未免也太拖大了，就算他再厉害，还能同时对付这么多天才。天灵门这次要被他坑惨喽！我家少主天下第一，你有什么意见吗？哼！既然想以一敌众，我就成全你。少主，让他们看看紫薇大帝传人的厉害！少主天下第一，少主天下第一！这口号也太羞耻了！梁希，给本公主狠狠揍他们！儿呀，你小点声。哦，梁希，你是最强的。齐家无人了吗？派了你们出来，你们3个加起来，怕是都撑不过我一招。梁希，老夫来教训你。今天你注定无法活着下擂台。修罗真力，你灭狗绝的修罗族，善恶不分者，罪不可恕。一帮废物，真是白白给他们灌入修罗界真力了。看得好，这位长老要重赏。卑鄙小人！不会的，少主绝不会被这种伎俩伤到的。你，嘘，我还差一点就突破了，要是他们害怕不敢上来，就糟了。这小子被修罗之力腐蚀，看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梁希，就让我来了结你。怎么就钓了条小鱼上来？你根本没有被修罗之力腐蚀，你装的！不知死活的东西，敢与修罗界勾结！还有谁？梁师兄一人败了齐白2柱国，真是厉害啊！梁希太强了，除非老辈强者出手，否则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次大比第一，我们天灵门拿定了。看来齐白2家率先被淘汰了。没想到梁希的实力还有保留。你注意看，那家伙身上的黑色力量才是最棘手的。梁希，你倒是有点意思，哼，不过和我相比还是差得远。是巅峰，乾隆2蟒都位列第3的楚风狂。来得好！阴魔观天诀，这阴雷之力不在5行之内，居然不弱于天劫的威力。哈哈，梁希，我这忧郁大帝的传承如何呀？忧郁大帝，传说中的人间守护者之一。没想到如此恐怖的传承在楚风狂身上。不会是大帝级别的传承，光靠紫薇邪眼还悟不透这功法。梁希，这次大比我朗天门当属第一。
日照。感受到这功法的威力，我好像懂一点了。光靠这力量可破不开我的龙身。祖印，我倒要看看你的龙身能否挡下我的破天玉。梁溪败局已定，看来这次朗天门要赢了。我懂了，原来这就是幽域大帝的传承。这家伙疯了，他懂什么幽域大帝的传承？不可能！阴雷恐怖，但阳雷之力更甚。幽域大帝没悟透的，我来教你。无知小儿，别以为你靠着天资学了一些，就敢大放厥词！哼！没想到堂堂幽域大帝的传人也会与修罗界勾结。破！还有谁来应战？我宣布，修真大赛天灵门获胜，夺得冠军。大坏蛋越来越有本事了。恭喜你，梁溪，这是大笔的奖励，紫薇大帝的功力晶石，但从没有人能参悟。以你的天资，说不定能悟到些什么。紫薇晶石中暴动的能量，竟然是阴阳之力。阴阳诀，竟然是紫薇地气。啊！贺君临，贺两道友，人界第一，实至名归。我梁溪势必守护人界。两小子做得不错，聚集了如此多的紫薇地气。这是心怀天下苍生之人才能获得的紫薇地气啊！怎么回事？什么人竟敢不知死活来挑衅？修罗界终于来了！是修罗界魔气，不要慌张，维护防御阵。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王爷他疯了，竟然打破了防御阵！景王爷是修真者，还是金仙境高手？果然如梁溪所言，景王爷是叛徒，和他一起的人都已倒归修罗界了。你这老狐狸，总算露出尾巴了。事到如今，我也不用再遮掩了。呵呵呵，弱小的人界修士们，你们死期到了！修罗界就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呢。不要着了他的道，退下。各位都是明事理之人，眼下皇兄被魔气控制，形如傀儡。公主虽被宇文清扬劫走，但也逃不远的。你们又何苦挣扎？给修罗界卖命，你想过下场吗？倘若打不赢我们，七界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哼，我们的兵力远强于你们，你如何赢我？对将死之人废什么话？交出紫薇大帝功力晶石，还能死个痛快！
我看就算功力精神落入你手，你也没那个脑子参悟吧？无需畏惧他们，我们就是最强团队。各位当再来场加时赛好了，尽情一战吧！好，给我灭了他们！你给我冷静点，滚开！我看你是变虚王爷当久了，吃瘪吃上瘾了。幸好早有预料，提前布下了迷踪阵。起阵！迷宫设有飞行禁制，各位按北斗天罡步行走，可破迷踪阵误障。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松开！哼，给我困死在这里吧！好强的追击能力，看来不能随意行动了。该怎么甩掉它呢？这误障真恐怖，被缠上了非死不可。幸好梁希提前告知了解脱之法，只要按南极7星步走，北3步，南4步，横转一圈，玉漏口右转，就安全了。没想到吧，解脱秘法竟被我偷学到了。必须先想办法破了此阵。我海寻踪。哼，阵眼找到了。好。将军，救我呀！能以生命换取我族战局的逆转，这是你们的光荣，赴死吧！你休想出阵！是梁希，走，我们去帮他。看招，苍龙破！梁希，乖乖投降，不然我就杀了他。动手啊！谁拦着你了？我可真杀了！要动手赶紧动手，不要这么多废话。我说杀就杀了啊！麻利点行吗？不会是胆怯下不去手吧？这是你逼我的！什么？连魂爆裂！小狐狸，你可吓死我了！幸好我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某人刚刚在敌人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哎呀，那都是计谋，计谋。我堂堂修罗族鬼将，竟被一群凡人戏弄，不可饶恕！这是本体，但此前巨人一直在伪装。怎么样，各位？被封在墙里的感觉如何呀？奸诈小人，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给我杀了他们！他在这里又玄魂不少，大家小心！他交给我来对付。连我的龙身都破不了，就乖乖认输吧。吴阴云，你给本王撑住了！
没想到你还藏着一把本门神兵。吴阴云和修罗族战士听令，快拦住他们，争取时间。梁系的三线龙躯很强大，你也给我快点，我阻挡不了多久。阻我者死！姓金的，你好了没有？坚持住，需要血石填补裂痕。都给我进去！啊！给我开！你还不来帮忙？坚持！闭嘴！我看你就是要我死在梁系手里。你终于醒悟了，听他的话只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没用的家伙！幸好我早在你身上埋下了自爆蛊。啊！哈哈哈哈！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下场。啊！你怎么还没死？你能控制乌阴云自爆，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但你似乎小瞧了我的三阶龙身。结束了。陆仙君。一个没有先例的人，竟然可以破坏我的龙躯！哼哼，本王找遍7界的绝境之地，才找到这名陆仙之体，为禁忌魔血喂养他。你的肉身再强，在他面前也不过跟纸糊一样，你就好好享受死亡的恐惧吧。你只会躲吗？真是无趣！世界没有一个仙体够我撕的。哼，真有这么厉害？别在那里说大话！不相信？只要你给我破不了的仙体，我就放你走。你以为我找不到啊？找啊！我怕你不敢。我陆仙君从没有怕这个词。你的陆仙之体也是仙级体质。你看，我就说你不敢了。你敢小看我？敢的话你就破啊！你以为我不敢呢？有种你破呀！谁怕谁呀？破啊！我就破给你看！陆仙君，不要听梁系胡说八道！太逞强的性格也不是很好啊。这个白痴就差一点了。梁系，本王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人界，你我目标一样，你应当理解我的做法。哼，勾结修罗界保住人界，守护人界靠的是普罗大众，而不是邪门歪道。收起你假惺惺的说辞。我谋划了数10年，绝不会因你而败。逼得我献祭寿元，我要让你们都死在这里！血煞罗天！都躲进来！这阵法持续不断，我们没人能躲得过去。姓秦的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们。哼，梁系，别浪费真力了。浑元天顶的血煞罗天根本无解，你又能坚持多久？况且我的血祭大阵已经大成，你还是放弃吧。放弃，从来不是我梁代官人的选择。梁希，撤开你的仙力，我们集合所有人的力量，攻击一个点，也许能破开。相信我，雪温。哎呀！阴阳之力，给我破！哼，无妨，反正你已经来不及了。
上八星宿，紫幽八荒兽，你就是为了放出他？哈哈哈哈！日沉海涌，万物朽，28星天下走，控制人界，我有一头紫幽八荒兽足矣。去吧，饱餐一顿。哦，这是什么？好像是修真大会那边。快跑！这是吞噬邪环！畜生！为了一己私利，竟然将百姓生命视为草芥！就你这样的做法，还妄称保护人间！糟了，紫幽八荒兽在剥取梁希的紫薇地气。真有意思，紫薇地气关乎大地之能，你真舍得为了这些无用的凡人放弃？紫薇地气没了，我可以再聚；人没了，就真没了。少主为了百姓，甘愿放弃紫薇地气，我楚尘没追随错人。哈哈哈哈哈！妇人之仁，我倒要多谢你送出紫薇地气。没了紫薇地气，我照样斩你！梁希，你猖狂！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是我们连累了大人。没想到少主放弃了紫薇地气，反而因为百姓感激的信念变得更强了。也许以前紫薇大帝就是这样守护着我们的。紫薇地气力量变强了，真是因有果得福。敢跑到人间作恶，叫你有来无回！地气变天际，是新紫薇大帝将出世之兆。真不愧是少主，堪当大帝继承人。哼，纵使你有紫薇地气傍身，也比不过有神兵加持的紫幽八荒兽。不好，别让他吸收了回元天顶！回元天顶所吸收的真元在替他疗伤。他的力量强了不止1倍，如此一来必败。此为我府上珍藏的紫薇地气秘法，希望能帮到少主。玉气诀，天降紫薇，造化枢机，丈五行，御万物，诸功降福，消百恶。天枢、天旋、天机、天权、御衡、开阳、瑶光、收。成了。灭魂锥。少主对紫薇地气的掌握度竟提高得如此之快。回来。别走啊，景王爷，这么多人等着和您过2招呢。少主都绑了你来暗示我了，我还能不收拾了你？只要回元天顶在，他就是不伤之躯，只能冒险炼化他了。少主，放开！我要去救梁希。哈哈哈哈！梁希已经行至末路了，你们若还要挣扎，本王就送你们一程。我必让你为梁希抵命。先杀了真孽兽，再救少主。取阵！嘿呀！糟了，紫幽八荒兽要运转回元天顶来对付他们。有我在，休想分心去杀害我的朋友！少主还等着我们呢，不准倒下！百万血剑阵！攻势起作用了，
那护顶失效，我们仍有一线生机。上啊！好强的自保力量，连紫薇地气都能腐蚀。既然如此，我就以神兵之力来炼化你这神兵。效果不错啊，那就再来一把。今日我非炼化了你不可！嘿！快躲开！杨希还活着，他还炼化了自由八荒兽和回元天鼎。太好了，你没事就好。赢了，赢了！自由八荒兽被击败了，兽族太了不起了，天要兴我朝元府啊！天杀的混沌界，说好的合作，却来这么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好手段啊！他们来了也一样，从你选择背叛人界起，死期便定下来。你助我执掌人界，再去混沌界拿回北门神兵，紫薇大帝的功力结晶就归修罗界。混沌界竟藏有神兵，我绝不会让他落入敌手。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那当然，我吓吓你们罢了，这点攻击可杀不死我。哎呦，别打了，疼疼！宇文清扬，你居然没死！我当年假装被你打败，不过是借机巡游进入人界，好收下林仙儿这个天选之子做弟子。否则以你的实力，想伤我都难。你休要猖狂！嘿，大人，切不可被他的激将法煽动。乌烟云已带兵前往人界，绞杀参加修真大会的修士了。此时想必已拿到紫薇大帝的功力结晶了，赶紧让开，不然死路一条。用不着你操心，他们自会护好自身安全。想去人界，打败我们再说。哼！我要见到那个小子，谁都别想阻拦。汝等邪恶余孽，休想在我眼下作祟！弟子，您怎么来了？这浩大的三界纷争，我万里外便察觉动静。料想眼下应是修罗混沌集合时，果不其然。哼，实力不错，和你对战正合我意。你无需出手，他交给我。除了本王之外，谁也别想打赢这个老婆子！躲开！护好你的宝贝徒弟吧，我们就先行赶往人界收割战果了。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拦住他们。梁希，带着修士们再坚持下去，务必撑到我们回去啊！这是混沌界的星云之门，难道混沌界和修罗界联手了？修罗界和混沌界是想趁修真大会将人界高手一网打尽。任海阔、涂海波长老留守大会，楚尘跟我追击落向东南方的，许文你们追击另一个。是。来了那几个守护者，这个世界还真是弱小啊！希望那个叫梁希的小家伙能多撑一会儿。如你所愿，我梁希来了！嘿，嘿！两位公子的皮囊如此俊美，不如让我包下好好保存。你可别太猖狂，要想剥我的皮，先问我家少主答不答应。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你不早说！
两位倒是风趣，我都舍不得杀你们了。住手！剑海无量！你无耻！这不是剑招。我又学到了，少主，瀚海星流。少主，还是交给你吧。三重惊涛巨浪斩。没错，是混沌界的细线。又有美食送上门了。海之柱。不自量力！哼，本王没什么能耐，就是可以把你们内心的欲望彻底放大，再给吃掉。他是什么人？竟然会有西海之灵守护？入侵我族公主尸海，九尾之灵，仙狐一族。哼，小虫子，竟敢窥视我族圣女之心！还好只是至宝，这服饰是古门派圣女。哼，混沌界的有意思。竟然能把我逼到用出赤炎金泥兽的地步！是那个28星宿中号称最善战的赤炎金泥兽。你们的死期已到！我已与赤炎金泥兽签订契约，借助他的力量，在7天内必拿下人界。休想入侵人界！有我和噬灵王在这里，人界谁能阻我们？只要有我在，没人可以毁掉人界。哼，想在我眼皮底下第4次狂化，今日就算老龙皇来了，也帮不了你。啊！两小子的龙纹在哀鸣，难道他在强行觉醒龙皇血脉？去帮他一把。老龙皇，你还活着？哼，你们这些余孽没死光之前，我怎么能走？杨希是你选中的第3任龙皇，那我更不会让你得逞。不然老爹，梁希，凝神静思，好好体悟这口诀。撼天柱，搅水晶，火烧麒麟，斡旋契机，宣摇百官，惊龙行天。在龙皇血脉和紫薇滴系前，你们2个相互寄生的怪物又算什么东西？紫薇大帝，外界入侵，斩！给我挡住他！紫薇大帝，我的保命符大乾坤盾，回去告诉他们，人界有我梁希守着。都没事吧？要是知道你们面对噬灵王，我就不让你们去了。没事，噬灵王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哎呀，
少主真乃豪杰也。我醒过来了，还有谁醒了？为何把我吵醒？我感应到人界有复苏的龙皇血脉和紫薇地气。不可能，他们早就葬送在七界大战了。如今紫薇封印终于有所松动，不管是谁，我绝不允许有第二个紫薇大帝出现。林章平、李洛，主人。令下人界诛杀紫薇地气持有者。遵命。元天阵入。啊！宇文清扬，噬灵王和傀儡王已经前往人界，放弃吧！哈哈哈哈哈哈！梁希实在太过厉害，我们没有顺利入侵人界。仅梁希一人就能征召二王，若他敢来，就凭这几个人，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人界终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不急于一时。走。想跑，没那么容易。这不是投靠修罗界的杨明宗长老吗？怎么，这是被人家踢出来了？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朝宗主怎么就没有一点容人的度量？哎，哼，梁领主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都收的。在座的各位都曾和梁希对立过，谁也不比谁高尚。哼！招待不周，让各位久等了。大家都是梁希的客人，火气不要这么大。姑娘误会了，我们只是在切磋，你说是不是？我是来找梁希的，他人呢？现在还不出来，是看不起我们荆棘宗吗？宗门印信不仅可以号令整个宗门，更是蕴含一个宗门的传承之秘，是宗门至宝。今天我便将我荆棘宗的宗门印信亲手赠予梁希，快让他出来见我！哎呀，最近剑法越发不精准了，真是可惜了。老夫有心求和，你却……哎呦！荆棘宗的宗门金印分量太重，我们梁希可承受不住。哈哈哈哈！姑娘身手非凡，不愧是梁领主的贤内助啊！除了金长老说的，我这宗门印信还是用上千件顶级法宝淬炼而成，可抵御千万修士。还请姑娘将我朝元府的宗门印信转交给梁领主。不仅我火神峰，连同依附我火神峰的宗门家族，从今以后只认梁领主一人。哼，朝元府麾下共18个小宗门，20个百年家族，愿将宗门经印交予梁领主，领主可随便调遣。还有我的。姐姐，看来这次他们连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了。哼，修罗界和混沌界入侵不断，天界也虎视眈眈，现在能保人界平安的只有梁希，他们如此也是情理之中。雪纹姑娘，我们实在挂念梁领主，不知可否能安排我们见上一见？梁希现在正在闭关，不方便见客，不如改天再聚吧。既是如此，我们就不打扰了。宗门里琐事繁多，先行告退。楚尘乃是第3战将传承人，生来就为守护紫薇大帝，现在他的使命就是守护梁领主。楚尘，从现在，宗主，您先回吧，我着急见少主，就不跟您道别了。各大宗门那几位为表感激之情，都已经打起来了，你就不感动？他们只是见七界动荡，着急给自己找个靠山罢了。不过那个楚尘，我还是蛮欣赏的。
你明白就好。那我回番茄城了，有需要去番茄城找我。我给你拿的药，把这些都吃完，能加快内伤的恢复。真气运行时不可妄动，否则会逆行。先放着吧，过一会儿我再用。梁希，前面几大宗门的。尔雅，你别误会了，是我不小心滑倒了，我是来给梁希送药的。你说的是这个吗？感觉不怎么有用。这血珊瑚是我族至宝，还是用我这个吧。这药是我用千年血玉莲炼制而成的，效果未必比你血珊瑚差。用我的血珊瑚，用我的千年血莲。好巧，既然都是来给梁希疗伤的，还是用我的灵元草吧。灵元草灵力充沛，有助于你灵力的恢复。说，你到底要用谁的？我是我的，你没得选。这药不能给梁希吃，千年雪莲会吸收灵元草全部的灵力，他受不住的。好热，好烫。冷！你为何不早说？梁希不会爆体而亡吧？梁希，婉婉，你的药很有用，我感觉我的内伤已经开始恢复了。当然，尔雅的雪珊瑚也有奇效。还有我的雪纹，能遇见你们，我梁希何其幸运！梁希！好，人家果真粗鄙，这猪腿肉质如柴，简直就是垃圾，连我天界的天猪都不吃。没错，吃起来就像蜡烛一样难吃，搞得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以晶石为食，进食时周身灵力环绕，小客栈竟能遇上天界的修士。要是能与他们结交，进入天界指日可待。天都宴是人界最豪华的酒楼，里面的美食可不是这个小破店能比的。二位可以随我去品鉴一番。那就给你个面子，去尝尝那酒楼的垃圾食物吧。不过有个叫梁希的将整个酒楼包下来，想要进入，您还得受累，先把他解决掉才行。梁希，哼，找的就是他，走。看来今天还有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呢。这神界的晶石真是太难吃了，灵力少得可怜。哼，就这还最好的酒楼呢？这珊瑚宝树，好粗俗。这样的粗俗之物不如送给我，让我来帮你净化粗俗。这可是我刚买来镇店的至尊珊瑚宝树。三位，今日我们酒楼已经被客人包下了，您几位改日再来吧。真是笑话！赶紧把你们店的招牌菜都给我端上来，爷有的是钱。这样吧，我给你们钱，你们去别的地方吃。懂得供奉先人，还算识相吗？他在侮辱我们，看不出来吗？你这卑贱的凡人，竟敢侮辱我们！绅士，咱当务之急是要找梁希。我天都宴酒楼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哎呦！切，不自量力！你们是谁？何故出手伤人？美人儿，他们2位可是天剑神行使，为消灭梁希而来。哼，痴心妄想！你们要对付梁希，得先过我这关。喂，小美人儿，没必要以这种方式来吸引我的注意吧？从刚才到现在，你看了我3、4次了，我可以勉为其难收了你。呸！厚颜无耻！哎，我倒是看了你们好几眼，刚才大老远就发现有几个人丑得惊为天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敢来闹事？那就让我好好教训你们！谁？看来玄龙珠已经找到龙皇血脉之人了。尔雅，这天都宴酒楼是养狗了吗？今天还叫得挺欢。梁希，今天从外面跑进来几只野狗，正发疯呢。你就是梁希，找死！梁希，小心！梁希，这可是天界至宝玄龙珠，多少血脉传承人命丧他手，等死吧你！哈哈哈哈！梁希，等他吸光你的血脉之力，看你拿什么和我们斗！哼！什么？既然喜欢，你就多吃点。给我爆！他的血脉之气把玄龙珠撑爆了，被吸走那么多血脉之力，我不信你还能打过我们。惊涛巨浪斩！梁希小心，他的剑上有5行之火，此火一旦沾上，就会灼烧丹田，直至穴位尽毁为止。果然好剑。你们去一旁等我，对付他们，我一人足够。好好教训他们。看剑！翻天印！哦，梁老板，别拆我的楼啊！没事儿，我不在乎这点钱。我在乎啊，梁老板。注意看背后！你可好阴险！酒楼木板得重铺，老板记得算他们账上。太行八式，呼！梁希，你太狂妄了！阴阳太虚，星移物换。我的珊瑚宝树，天界之人不过如此，你俩记得赔钱。
撤出去，释放灭猛鸟对付他。二位大仙，等等我！想跑可没那么容易。雪文，我们走。怎么不跑啦？现在准备负隅顽抗啦？哼，让你见识我元婴的厉害！我的元婴是天界神鸟之一的灭猛鸟，魂音穿刺。莱西小心，灭猛鸟的叫声对人是有攻击效果，会摧毁人的意志。梁希，这里有我，你安心对付他们。聒噪！你们在天界学了些嘴上功夫，就出来丢人现眼了吧？龙族，2次狂化！不就是元婴吗？让你看看我的元婴！回音穿刺，反击！就这点能耐吗？不过敢伤我的人，那就做好死的觉悟，祭祀神火！天界一只会飞的火鸡都可以当神鸟了，实在可笑。梁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哎，我没小心。谢谢你，梁希，我没事了。若乖乖就死，我们还能给你个痛快。可你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用神王灭宝青金塔把他抓回去，挫骨扬灰。青金塔下之妖邪，进！惊涛巨浪斩，给我破！梁希，青金塔可是由战争神王赐下的上古神器，北门神兵也破不开它。哈哈，梁希，你就乖乖受死吧！凭一座塔也想困住我，潮汐心诀！我们一起上，给梁希拖延一些时间。狐狸剑诀！二位大仙，我来助你们，就你了。这样下去不行，只能再试试老弟之前给的口诀了：撼天柱、搅水晶、火烧麒麟、斡旋奇迹、宣扬百官、金龙行天。破！我就知道他一定行。尔等宵小，胆敢进犯，杀无赦！大帝息怒，大帝息怒！我们这就回天界，饶我们一命，我们立马消失。那只是个虚影，不把梁希带回去，等神王知道地气已经凝出虚影，咱们都得死。现在只能冒险用神王秘法诸天伏龙术了。梁希，今天就算是献祭我半世修为，我也要杀你！诸天伏龙术！小心，他们想反扑！进！
你们这群天界废物，既然不愿意安分守己，那我就出手给天界腾腾空位好了。巨龙烈云术，不堪一击。你若敢伤我们，就是公然向天界宣战，什么不会？你派出去的那2个神行使被抹杀了，看来这个梁希有些棘手啊。倒是想瞧他了，不过我会亲自出马，降下天劫，将这个祸患铲除。待天劫破开凌轩的禁制，众神便可重返人界。我们在天界待得够久了。你们没事吧？没事。梁希，你这边情况如何？一切……仙儿，你还好吗？我一切都好。当时是宇文前辈救了我。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让你置身险境了。从知道你被带走后，我们担心了好久，现在总算能放心了。梁希，那人都被你解决了。他们在人界为非作歹，我看不过就给顺手收拾了。12神王野心勃勃，近日天界更是蠢蠢欲动，给他们点教训也好。管他是谁，若扰乱七界和平，那我便清理了他们，永绝后患。梁希，你杀我神行使，辱我天界，3日后本座会降下天劫，到时定叫你神魂俱消，灰飞烟灭。色厉内荏，12神王该从七界除名了。今日大败神行使，又好不容易和你们聚在一起，一定要好好庆贺一番。梁希，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万年前，紫薇大帝将12神王封印到天界，他们对紫薇大帝有关的事物恨之入骨，绝不会放过你的。而且这次战争，神王降下的天劫声势浩大，你结下的仇家肯定也会趁人之危。让他们来就是。不如随我去仙湖圣地躲避天劫。仙湖圣地外族不得入内，我不想你为难。来楚国皇宫吧，宫内有上古大阵和异国气运庇佑，肯定能够帮你抵挡一二。异国气运可不能用在我一人身上。楚国当然不行。据我七阳神誓，我族内还秘密保留了一份大弟子气，这是父亲给我备下的嫁妆。婉婉，其实我另有打算。那可不能用了婉婉姐的嫁妆。梁希，到我西海来，我西海护你周全。尔雅，不如我加固青金塔，你躲入里面，应该能更轻松地度过天劫。你们听我说句话，这次我不想躲，你们先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说。我们仙湖一族来此是来接圣女雪雯回去的。既然是雪雯的族人，那就是我梁希的族人，我一定好好招待。谁是你的族人？卑贱的人族不配与我仙湖一族相提并论。你们放肆！雪雯，你不要太过分了。仙湖祭典关乎到仙湖族的气运与未来，立刻跟我们回去。仙湖祭典也不在于这一时，诸位不如坐下，好好谈谈。一个被天界通缉的将死之人，也配与我们交谈？好好跟你们说话不听是吧？我把话挑明了，是我够强才会被天界忌惮，而你们再怎么摆弄风骚，那些家伙也不会看你们一眼。你这个丑八怪，癞蛤蟆，竟敢辱我仙湖一族！嘿！梁希，我要杀了你！通通变癞蛤蟆！好好看看自己。我不活了！我也不活了！我要撞死自己！梁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二长老快到阳东城了，他会为我们报仇的！都给我滚回去！告诉长老院，你们今天闹下的事情，我会好好跟他们清算。若是你在仙湖一族不被重视，我们就不回去了。这圣女不当也罢。仙湖祭典事关狐族的存亡，我还是得回去一趟。你要小心二长老，
他的实力很强，已经半步小神了。无妨，有我们在，让他来就是了。不，母后你们先不要出面，人界想对付我的人不少，我就是要借助这次天雷劫，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主意不错，把暗中的麻烦一次性解决，省得碍事。今日我梁希正式向天界战争神王宣战，我不仅要在波密岭度过天劫，总有一天还要让你这个老糊涂给本大爷端水洗脚。梁希，我要把你的尸体带回来，鞭笞100年。这个梁希倒是好手段，借着北斗星象向我们传音。你没发现这几日你因为梁希接连动怒了？哼。既然梁希这小子闹得这么大，偷偷下去一趟见青阳一面也不碍事吧？我都晒青阳，我们终于要见面了。晋王爷败在梁希手里，我在人界也已经无路可走。我走到这步田地都是拜梁希所赐，我绝不会放过他。哼，这次天界亲自降下神罚，我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步入黄泉。敢跟天界叫板，梁希真是自寻死路。哼，天灵门那一脚之仇，我绝不会忘记。准备去波密岭。是。少主竟然主动向天界的战争神王宣战，今日我就将朝元战甲传于你。宗主，这不太合适吧？宗主怎么样？有我当年几分风范。这么战才能体现战甲的卓越风姿。不愧是宗主。哼，传你战甲是望你终此一生保护好少主，不若朝元府为名，你明白吗？楚臣明白，我一定这副身躯，好好保护少主。哎呀，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挡我们的路？哇，二长老！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都是梁希，他不让我们带走圣女，还故意把我们变成这样，羞辱我们仙狐一族。好得很，梁希，竟敢与我仙狐一族作对。梁希，我从父皇那儿借了引雷壶过来。哎呀，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不过还要拜托你们再陪我演一场离别戏。哼，本公主可哭不出来。哼，梁希，你找打！这阵法应该足以在尔雅演雷的时候，防止天雷毁了阳都城。哼，莲希，你快撤开阵法，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怎么可以扔下我们？再见了，各位，这次渡劫我不能连累你们。哼，看来梁希这次真的大难临头了。走，去波密岭等他。什么人敢跟踪我？小公鸡点到谁？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楚尘，少主，请允许我留在您身边辅佐。少主，我肯定能帮到你的。一切听我指挥。还有，你先把这个黑衣服给我脱了。这个战甲从何而来？此战甲乃我朝元府世代传承宝物。少主要是喜欢，这战甲就送你了。
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少主，别客气，咱俩谁跟谁呀？停！紫薇大帝的身法龙游术，要是能掌握了此法，那对抗战争神王的机会大多了。龙影破空，翱苍穹；盈虚归风，化擎苍。少主，你这是？我是为了测试龙摇术，看来这身法不错。行了，先出番茄林。恭迎领主大人回城。老爹，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不远处的番茄林异动，我一猜就是你搞的。早就听闻番茄城有众多太古种族，没想到数量如此之多。包罗万象，开！参见主人。主人？我将于不久后独自抵抗天劫。此次召唤大家，是为了让大家守护番茄城。我搬山一族愿与主人共赴天劫。我愿与主人共赴天劫。你们都留在番茄城，这是命令。楚臣看出您是不想连累他们，楚臣真是跟对人了。这次来番茄城是为了龙皇血脉一事吧？还是老爹懂我。这样吧，你现在用真气攻击我，用点力。这真气剑刃变成真的剑了。这便是龙皇血脉化气为虚，凝虚为实的特点了。过去我还是龙皇的时候，就靠着它威震七界，这可不是谁都可以学的。原来老爹是龙皇，难怪之前能给我龙血觉醒4次狂化。老爹，我可以的。这要忍受常人不能之人，确定要学？你先出去，把门带上。老爹，你打我干嘛？帮你打通血脉，忍着，臭小子！行了，你体内龙皇血脉已经被打通。快突破金仙了，或许可以用龙皇血脉转化天劫之力，助我破境。哦，好像还漏打了一块。哎呀！出来！还以为被发现了。谁让你来的？不是让你留在番茄城吗？竟敢不听主人命令，快滚！我楚臣从不弃主自保。帝师此次前来，趁梁溪渡劫之时要他的命。看来大家都是为了向梁溪复仇。不能再让楚臣待在这儿。天雷来了，快下山去！少主，朝元府世代效忠紫薇大帝，我绝不弃主自保。我不是紫薇大帝，你们要效忠的是他，不是我。你别在这拖累我。少主，您不用故意激我，我愿意陪少主共存亡。你不走是吧？反正横竖你都是一死，那死我手上好了。少主！各位，梁溪已经心乱了，连忠心耿耿的手下都打骂，今日他必死无疑。我倒要看看又要搞什么花样。看来这东西可以反弹伤害。人界梁溪，停下反抗之心，于此受劫。哼，今天我倒要看看天界有何能耐。
掉落的天雷都有如此威力，看来杀梁溪都不需要我等出手。此摧万物之雷，金仙尚不可夺，你在劫难逃。天界数一数二的法宝，竟就这么被他炼化了。风林电叉，引雷秘法，天雷冲！竟然跟战争神王大人一样引动天雷。这么看来，天界的雷也不过如此。果然是天界之物，手感都和人界的不一样。竟敢亵渎天界之物！你的砍刀没我的大呀！嗨！嘿！上！父神之力，困！就这还想困住我？龙游术！你们在干什么？糟糕！术！用组合技，鬼魔斩妖剑！放马过来吧！快！第二道雷即将发出，快用附神阵！又来！看来两位天界大人真力也差不多耗尽了，果然是个花架子。也让你们尝尝天雷的味道。嘿，这第二道天雷怎么比第一道还弱？还有什么厉害的雷？快使出来呀！就让此雷助我破境。化气为虚，凝虚为实，龙皇血脉。助我破境，哪怕天界之人也不敢硬接此雷，看你还有什么招数能使出！怎么可能？梁溪怎么可能还活着？神王大人，凡人竟然胆敢挑战神威！哼，挑战神威？什么神威？敢杀我天界之人，赔上你多少条命都不够。这边还有几个，那我就一起收拾了。大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力量。最后一道天雷力量非同小可，按照计划行事。哎呀，看你的！天雷来了！这神王的天雷果然不一般，不过我早有准备，再强也没用。还好有梁溪设下的禁制保护，不然这天雷伤害到阳都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去支援梁溪。成功了，血丸尔雅，好样的！梁溪被雷劈死了。看来我演技还是可以的。这次新仇旧账一起算清。神行使，别以为你们用命换我重伤，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等我伤好了，我连你们家都给端了。哎呀！梁溪诡计多端，先让他们出头。一群老狐狸不敢出来，
梁希现在受伤严重，各位有仇报仇啊！胡二长老，你们仙狐族的人更厉害，你们先上，还不来？看来我还得再装狠点儿。哎呦，神行师果真厉害，竟然打得我筋脉寸断，真气全无，我以后可怎么办呢？现在可是最好时机，再不报仇就晚了。我数3、2、1，一起冲，不许耍赖。3、2、1，就知道你们这些老狐狸一肚子心眼儿。你骂谁呢？别在这阴阳怪气。梁希灵石已废，现在是废人一个。圣女的气息。就凭你们这群废物，也配偷袭我？梁希，你稍作调整，这些人交给我们。嘿，来，无连奉献，挂鹰爪。胡二长老，还不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梁希，今日如若让我带走圣女，我便不再出手。你的意思是，你可以随便带走我想留着的人吗？狂妄，看剑！火属真力，那看我的水属真力，惊涛巨浪斩！天神降临了！没想到战争神王搞出的裂缝，竟真能破击紫薇大帝禁制。帅青阳，我来了！雷动诛天斩，狐仙封剑，翻天印，敢与真神叫嚣，这就是下场。梁希，皇儿，臭小子！梁希，你也有今天，大仇终于得报了。天界是不是没饭吃？打人都软绵绵的。我要你们亲眼看着梁希是怎么死的！雷啸斩！梁希没了，少主。梁希没有死，他不会死的。哼，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看来接下来用不着我们出手了。敢藐视天界，这便是下场。宇文清扬，你自作泥沼，愧为天界战将。我要将你和那小子带回天界高悬100日。当初扔下金印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等怎能坐以待毙？朝元府誓死效忠紫薇大帝，想带走少主，先过我们这关。几个人家的老不死就想拦住我？一起上，龙临天下！既舍不得那小子，我便送你们去见他，紫霄雷炎。不好，要撑不住了！他看我了，这个男人是我的，他的命我绝不会交给你。这么多年了，他还是老样子呀。好疼，身体动不了，我不能倒下，得赶紧去帮助他们。哼，臭小子！天界主宰不过如此，紫薇大帝把你伤得不轻啊！不准推他！请助我一臂之力，日后定当报答。啊，好帅啊！我又醒了，我现在配合你一会儿吧。说好像不敌他，就能打赢我似的。
喂，本公主劝你赶紧收手，不然她要你好看。真是的，偷偷恢复了实力也不和我们交代一声。这不是你们该插手的，我开！一个两个的真傻眼，都给我消失！躲开！龙神，海阔，醒醒！可恶！良心已死，此地也不宜久留，别犟了，跟我回去。滚开！敢用仙狐族法术对付我，兔自量力！许文，不好，他有危险！快给我动起来啊，梁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林轩，你的追随者和你一样招人嫌，我要你们以死寄于中，堕天！你敢动向我的人试试？梁希还活着。我就知道少主不会有事的。放心，剩下的交给我吧。受了我全力一击，你怎么可能还活着？那一击恰好打开了我万年真力封印的一处裂缝，若海量真力涌入我的龙皇血脉，你猜会怎样？龙族5次狂化！看样子还不够击败你啊！哼，那就再来！龙族6次狂化！来！何等强大的力量！他的力量已远超普通金仙。狡猾的人类，竟将紫薇地气附着在武器上，穿透我的防御。神兵封印，难道砍水刃是北门神兵？你想逃去哪儿？受死吧！自与林轩一战后，还没有人如此羞辱我。紫电刀刃出！梁希，砍水刃是北门神兵天玄剑，应当还蕴藏着大量紫薇地气。什么？一直就在身边的砍水刃竟是北门神兵？我说他的真力怎么如此熟悉？你竟帮这个男人对付我，莫不是被迷晕了头？要你管！我才不会让你伤他一根毫毛。待会儿再跟你算账，先收拾了你再说。玄天引雷，这点小火花算不了什么。紫薇星辰，神兵破风了，这一下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糟了，天玄剑记忆仍停在万年前紫薇大帝对战天界神王之时。不愧是紫薇大帝的武器，受封万年，仍旧威力不减。来得正好，就让这把破剑耗死那小子吧。想得美！给我听好了，你现在的主人叫梁希，一出紫薇，诛邪退让，北门神兵破！能炼化天玄剑，可见梁希的实力已被神兵认可。皇儿他竟达到了龙族7次狂化，神界绝不服输！我梁希代表人界与天界对抗到底！龙怒沉渊！哼，连本体都不敢放出来，还是趁早投降吧。不过一介凡人，怎么可能赢我？诸天伏龙术，雷灭！
我绝不会让当年之事再次发生。紫薇大帝，凌轩，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他果然是忌惮紫薇大帝。师傅，弟子欠您英姿一用了。当年天界一战，我仁慈留你一命，如今你反倒变本加厉，我此番苏醒，绝不轻饶。好强的阵法！若非他方寸大乱，使阵法失控，我还真没把握破阵。不能让他一人独占紫薇大帝，我得去帮他。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是你啊！他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来得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我可是天界12神王之一，那又如何？自诩高人一等，便可肆意欺压人界了吗？真把自己当神了？万人，你当真是一点脸性的皮毛都没领悟到？天地红炉，这是紫薇大帝重伤战争神王的那顶上古至尊神器。传说它可炼化世间万物，威力无穷。梁希竟能拟出7、8分威势，真不简单。我收手，不要伤害我！你藐视人界，这一击我要你拿命来赔罪！幸好我在炼化天玄剑之时，通过紫薇地系了解到当年故事，不然谎还真编不了。此次我徒弟梁希一人扛下大头，力夺击败敌人，你们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勇气可嘉。你这天界小将不错，可惜年纪上来了，又没了修为，不然还可……说谁啊你？还装呢？宇文，青阳，他可是万年难遇的天才俊杰，这不是梁希吗？我还以为你是紫薇大帝呢。我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听我解释呀！说话呀，木头！我保护了你这么久，就没点想法啊？这次多谢你出手相助。还是这副唇药，最后再帮你一次好了。啊！我的修为恢复了8成，你这是？我可不喜欢弱小的男人。你欠的谢礼，我下次连本带利再收。你俩什么情况？老实交代。真行啊，人家都给你留下信物了。臭小子，胡说什么呢？好端端的庆功宴开成这样。天神败走，想必近期天界都不会来犯了。梁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哈哈。母后和尔雅回去养伤了，宇文大哥带仙儿修炼去了，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主人，单打独斗很累吧？多吃点好的恢复身体啊！我吃，够了，可以了。你可是人界第一的大英雄，这点怎么够？听我说，没告诉你们一声，忽略了你们的感受，是我不对，抱歉。我这么做是怕你们被卷入那场残酷的雷劫中，无端受伤害。我不如紫薇大帝强大，只能拼命守护朋友和人界，可能考虑不周，但绝不是恶意的。本公主就暂且原谅你吧。说正事，之前我查看了锦王爷的记忆，发现混沌界藏有北门神兵。总之，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不能放任神兵落入敌手。不错，因此我提议由我一人前往混沌界带回神兵。太危险了！我绝不同意，不行。少主，不如让我朝元府随你同去。不，各宗力量要替我守住人界。那就从我地金国调兵，无忧民族也可。调兵反倒打草惊蛇。况且我有能化解混沌界魔气的北门战甲，可在其中来去自如。
如若是不适应混沌界环境的人入内，那就是寸步难行。起码得让我带几名精英随少主一起去吧。我单独行动更方便，你们就别给我拖后腿了。我知道大家担心，但拿回神兵的最佳人选是我。再说了，我人界第一的大英雄名号都传开了，不担起责任干点难活累活，也太没面子了，不是？我等自当护好人界，等少主凯旋。真美妙。是仙狐族乐曲，每到族内祭典之时便会演奏。仙狐族不乏小神境高手，你升了2长老，我很怕族里会派人加害于你。我都能赶走天神了，还会怕几个小神高手吗？别担心了，等我处理好混沌界的事，我就陪你回仙狐族参加祭典，好不好？梁希惹怒天神，杀害我族2长老，断不可留。收收你的杀气。听说雪文正和那小子打得火热呢，大祭司，你可真是教出了一位好圣女，我定要亲手抓回雪文。哎，福蕊啊，我实在是腰酸背痛，急需睡眠，你消气了就解开吧。啊，我才不要！你唬得住那些傻子宗主，可唬不了我。少废话，你哪儿也别想去，我守定你了。唉，可惜我听说凌烟带着庞国皇室专攻的玉居膏来都城了。你怎么不早说啊？看我干嘛？还不快追上去护航！是。抱歉，我不能让你们陪我受苦受伤。混沌界险恶，就让我独自前去吧。少主偷溜了，果然如姑娘所料。想甩掉我们，你还嫩着呢。走，跟上。我可不会受你混沌魔气的干扰。这帮家伙，不是说过不让跟来了吗？少主，快走！我们的之力会被混沌界魔气侵蚀。有了北门战甲的力量加持，你们就可以不被混沌界魔气干扰，自如使用阵力了。你们是不是要跟我解释一下，怎么偷偷跟到混沌界了？为什么不留在人间？梁希，你听我解释。好啊你，这么一会儿就问我们2个问题了，你是在凶我们？我不是这个意思。主人是不是嫌我们没用了，把我们当成累赘了？怎么会呢，福蕊，你误会了。我只是不想让我在乎的人受伤，我宁愿你们这么误会我，也不想你们跟我涉险。不是的，梁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主人，我也在乎你，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涉险。少主真乃豪杰也！混沌界竟然还有人族的气息。竟然有人族藏身在混沌界，不过实在太弱小了。哈哈哈！今日西岭人族覆灭，是谁给你的自信？总算来了几个有趣的人族，能死在我们这些混沌王选之子手中，是你们的荣幸。嘿！4个混沌王都败在我手里，你们这些儿子什么的，我真不放在眼里。一起来吧！杀了4个混沌王，难道你就是那个人界的梁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闯入混沌界！紫薇帝释无冤早已布下杀阵等你，要是不想死的话，赶快离开。无冤还活着？没有任何关于无冤和北门神兵的消息。快走，这杀神过来了！哼，任你再强，也破不开混沌界王赐下的传送阵法。那我就破给你看！
别再让我碰到你们！麒麟族族长七言，多谢恩人救命之恩。恩人肯定是来自人界的强者，这天色将黑，不如到我麒麟族部落暂且休整。那就听族长的。还站着干什么？姑娘们，给我们英雄最热情的招待。族长，他们要对梁希做什么？哈哈哈！别误会，这是我们麒麟一族招待最尊贵客人的一种礼节。等一等，我可以自己来。来了我们麒麟一族，就得让我们服侍您。人族的英雄，请喝星泉，这星泉对体魄极好，还能抵御混沌魔气。好星泉，我的身躯竟然被强化了不少。不过这水已经被混沌界气息侵蚀了，长期服用会有隐患。啊，混沌气息竟然侵蚀到星泉了。麒麟族长，你这地底埋了什么？我感受到下面有着最精纯的混沌魔气。当年7界大战，紫薇大帝打的混沌界近乎崩毁，混沌界铸造了1根镇界天柱和9根镇界石，才避免了混沌界倾塌。麒麟一族和朝元部族奉命坚守混沌边界，我们靠着大地遗留的灵种碎片抵御镇界石上的混沌魔气。如今星泉被侵蚀，看来灵种碎片也失效了。嘿，族长，我那3祖叔公楚天行那只是否也在混沌界？哈哈哈，原来你是老楚的后人。好啊，朝元部族也出了个敢闯混沌界的小子。麒麟部族大义，在混沌界坚守多年，我一定会替你们解决这个麻烦。恩公，这镇界石上的混沌魔气可不是喝了1罐星泉就能挡住的。您放心好了，梁希他自有办法。逐字亮地。就算是能够支撑混沌界的镇界石，我照样也把你拔出来。这上面竟然存在混沌寂灭之力，万年真力！起！发生了什么？刚才那一瞬间，我嗅到了毁灭的气息。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起！恩人竟然真的把镇界石拔出来了。大地灵种碎片认主，难道恩人是？您猜的没错，少主是大帝的传人。这就是镇界石吗？一看就不凡，也就主人能拔出来。没那么难，也就稍微用了点力气。七言该死，竟然没认出少主，请少主责罚。族长快起来！虽然镇界石已经拔出，但你们也要换一处地方，避免混沌王族的报复。是少主。天不负我，我终于见到大帝的传人了。来，宴会继续。少主，这便是去混沌界深处必经之路——苍幽之海。啊，有混沌界的气息，大家注意警惕！将士们，随本将杀出重围！杀呀！少主，这是7大战将之一的阴云战将，是自己人。您是紫薇大帝？大帝，您快走！我，哈哈哈哈！去死吧！梁希小心，他想自爆！
这是混沌之气入体，紫薇真火。竟能得到紫薇大帝的真传，你是谁？应云战将，这是梁少主，此次前来便是要渡过苍幽之海。此人既然得到大帝传承，那我便试他一试。我渡你过海，就当作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此传能检测出大帝功法的等级，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究竟继承多少功法。嘴上说报恩，船上却设结界，你究竟是何意？身为紫薇大帝的传承人，不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吧？结界上紫薇大帝气息浓烈，看来是专门为我所设。他是7大战将之一，看来是想探究我继承了多少紫薇之力。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一般人只会让风絮引灵舟没入水中，让它在空中旋转。除了紫薇大帝，他还是第一人。他难道是尊上转世？末将应云愿做您的马前卒，求您收下我吧！起开，这是我的位置。少主，渡海要紧，先办正事。想当年，我跟随大帝南征北战，肆意潇洒，好不快活。7大战将中，大帝最器重的就是我应云。我和大帝同吃同住，无论大帝做什么事，都会带上我。他那些个红颜知己们，没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的。话说，少主身边的家人跟紫薇尊上比起来，不遑多让，不知他们与少主是何关系？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战友？你是认真的吗？难道就只是战友吗？怎会只是战友？我们一起经历重重磨难，你们对我而言是家人，是知己，更是灵魂的伴侣。能遇见你们，我梁希此生再无遗憾。既是如此，那他们3人同时掉进水中，你先救谁？雪文是狐，应该都会游泳。福蕊和文雅身为异国公主，应该有学习吧。先救我！你说先救谁？我是海妖。海妖从不轻易出海，为何今天会？弟子不是被困于太古同门吗？为何出现在这儿？难道弟子是在找苍幽之海中大帝留下的传承？你是说苍幽之海中有紫薇大帝传承？严格来说，算不上传承。当年紫薇大帝打败混沌界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入侵人间，便命令龙族镇守此处，并将一件宝物交予他们。到底是何宝物，竟能让弟子亲自前来寻找？伟大无上的龙皇大人，醒来吧！为何我的龙魂之力会在此时显现？龙族为了防止混沌界入侵，献祭己身，幻化成这苍幽之海。从那之后，祖龙魂就再未现世。今日为何会突然出现？无论是灵种还是地位，都将属于我。弟子也，难道东西在祖龙魂身上？唉，可惜祖龙魂只封大帝为尊主，弟子恐怕也不能得到祖龙魂的认可。既然祖龙魂只奉紫薇大帝为尊，那我今天便做一次紫薇大帝。诸天万界，紫薇星现，旗舰本地，海不速贵。应云拜见紫薇尊上。
楚臣拜见紫薇尊上。拜见父尊。父尊早已消散千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那是梁希。龙族誓死守护人界，本帝甚为感动。此刻起，你们的任务已然完成。哼，这个灵种我就收下了。哼，看来这小子又成长了不少。弟子是没吃饭吗？一点气力也没有。哼，公司亮烈。哼。不错，很不错，但现在你不是我的对手。哼，尚未打过，这么说怕是有点早。弟子陛下，应云终于等到您了。哦，应云战将，以后追随于我左右如何？啊，属下必当牛做马，助弟子重现人族荣光。哼，没想到还有朝元府的后裔，可愿追随于我？我楚臣生是少主的人，死也要拜于少主左右。速速成长吧，否则怕是没有与我争夺地位的资格。此乃混沌界极北之地异灵墓的地图，之后可以来这里找我。地位又如何？我梁希终会将其超越，成就属于我自己的路。给本神子开！灵种碎片的话，倒值得本神子亲自跑一趟。少主，我去前面看看。等一下，可能是陷阱，是混沌界的人。放开我！大胆！我乃极乐王部下古服骑兵，他敢对我出手，简直不知死活！既然送上门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多谢恩公救命之恩，举手之劳罢了。下手太重了吗？看来只能用摄灵术了。极乐王正在断魂谷集结兵力，打算入侵人界，必须阻止他们，否则对于人界便是一场浩劫。梁希，断魂谷中危机四伏，你打算先从哪里入手？擒贼先擒王，我打算易容成古服骑兵，接近，从而杀掉极乐王。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我自己一人便可。你们就留在外面负责接应吧。古服骑兵此次前来，便是捉拿我，献给极乐王。有我同行，您便可轻松接近极乐王。不可，此次行事过于危险。恩公，极乐王残害我族之人，请您给蓝水一个报仇的机会。那就由我与蓝水潜入断魂谷，你们在外协助福蕊布下阵法，里应外合。福蕊领命，主人要当心一点。这是紫薇地器，不仅可以给别人造成伤害，还可以保你性命无忧。谢恩公。都布置好了。好，各位快入阵吧，我开启阵法，只等主人一声令下。极乐王陛下，古服骑兵抓回人族少女，献给陛下。啊！
不错不错，真是一个美人胚子，小模样可真惹人疼。梁希，外面去找你，你倒是自投罗网了。上次让你跑了，今日我必将你斩于刀下。哈哈哈！本王早已利用北门神兵七宝琉璃塔重塑了仙体，进阶为混沌龙王血脉，仅凭血脉便可碾压你。你这手下败将，还敢在我面前聒噪！今天你休想逃脱本王的掌心！无自量力！再强大的血脉放在你这个废物身上也是白费。本王要将你碎尸万段！落魄！这怎么可能？龙皇血脉，不可能！梁希怎么可能有龙皇血脉？这才是真正的血脉传承。把你们的力量献给我，血煞凝魂魔功验真。旁门左道，上不了台面。哈哈哈哈哈！梁希，你现在跪下求我，我给你留个全尸如何？那就试试看，谁给谁留全尸吧。福瑞列阵，福瑞列阵。大家快开始吧。这日月灭杀大战，定能助主人一臂之力。说出七宝琉璃塔的位置，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在噬灵王手中，不要杀我，梁希，我极乐王，你祸害人族，作恶多端。今日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还想蒙混过关吗？我认主人是无敌的存在，也是多亏了我背后的福蕊啊，当然还有我的雪文文雅。算你有点良心。我的族人被噬灵王抓到他的矿场做挖矿奴隶，恳求恩公救下他们，小女子愿付出一切来报答。哼，噬灵王，我真要去找他。恩公，这就是噬灵王的矿场，里面存着许多星铁矿石，还有星铁之髓炼制的宝物。主人，一点星铁就能让武器战力翻倍，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这群混沌界人心狠手辣，随意侵略我们的同胞。少主，咱们直接把这儿一锅端了吧。别冲动，那个星铁炮实力未知，先看看再说。这星铁炮居然能感知到真力的流动，而发现我们的位置。这些魔锥上蕴含混沌之气，会侵蚀真力，你们小心应对。我去解决那剩下的3个。好。不知死活！这些星铁炮可是由星铁之髓炼成，蕴含的混沌之力，杀你们1万次都够了。是吗？看来混沌界的种族目光还是那么短浅。龙游术，血雨幻体，去！看来这个星铁之髓还有点意思。既然你送到我面前来，那我就笑纳了。
为真火，他是梁希。哎呀！刚刚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哥，梁希他带人打进来了。哎呀，怕什么？既然来了，那就新仇旧账一起算。哼，终于要来了。少主，这就是星铁之髓吗？据说它能使武器威力大增，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啊！我的剑连升数级，战斗力提升了10倍多。少主，我楚神何德何能，能蒙你如此关照？狮灵王来了，这一次我们将他一举歼灭。梁希，你炸我矿山，毁我宝地，今日就把命给我留下！这可是混沌界王赐给我的北门神兵，这次你们必死无疑！快躲开！小心！这虚影无穷无尽，什么时候是个头？快没力气了！你们这群卑贱的垃圾，这下见识到实力的差距了吧？哼，一见北门神兵，就让你们拥有这盲目的勇气了？浑元天顶，进！混沌之力从我号令，归！大家撑住！七宝琉璃塔可以调动界面之力，如今整个混沌界的力量都被七宝琉璃塔抽取。梁希，今日你必命丧我手！一界之力，小神之下无人可挡，你们就乖乖受死吧！想要我的命，你们还不够格！龙族5次团化！云色枢机，未速合尘，北门神兵去！尽复为计！好阴狠的秘法，竟然用献祭的方式隐藏行踪。竟然会这种上古追踪秘术！狮灵王，你凶残成性，今日就做个了断！这不可能！谁能想到，就这样一座小塔，竟可调转界面之力，如此强悍？这件北门神兵还不完整，待找到残片，威力还可增色不少。那吊坠竟能对七宝琉璃塔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力，用紫薇之火驱除它。蓝水，你这个吊坠是怎么得来的？它竟然能和七宝琉璃塔产生反应？此物乃族长所赐。恩公您救了我们，请跟我们回部落，让我们聊表心意，这样你也可以向族长了解吊坠的事。你们有伤在身，可以先进入我的空间内疗伤，我送你们回部落。
说不定蓝水部落里会有七宝琉璃塔另一部分的线索。各位恩人，前面就是我们部落了。这气息，糟糕，是混沌魔气，我们快走！该死的人间余孽，把玉牌交出来！没有什么玉牌，你们也休想在我部落撒野！忌酒不吃吃罚酒。什么人胆敢坏我的好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辽西，你们来这儿就想干什么坏事儿？是主动说，还是我帮你们主动？问你们呢，还不回答少主？真是晦气，怎么遇到这个煞神了？咱们先撤，都是误会，梁大爷，我们现在就走。真是没用，这几个人间余孽跟你们吓成这样，胆敢在我们4位王族面前叫嚣！等我把你们带回界王面前，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残忍。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贵客，要带你们回我们家做客。说什么话能让他们人类愤怒？他们最讨厌我们说你一家生龙活虎，加上这个动作更羞辱人。你梁系一家生龙活虎，还有你不把玉牌交给我，你们所有族人全都生龙活虎。主人，他为什么说好话还一脸凶样？混沌界跟咱们人界不一样，你再说点好听的，我考虑让你死得轻松点。你们所有人全都生龙活虎！别啊，完了！还真是挺生龙活虎的，让我帮你生龙活虎一下。梁大爷，我们都找。我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说。他是说他不想说，让我说。我们是来这儿找紫薇大帝玉牌。看在你表现良好，奖励你们生龙活虎一下。蓝水，他的修为已废，交给你了。我族人多年来受你们侵扰，受死吧！这冲天的混沌魔气已经快熏到我的眼睛了，你们稍等。老夫这一命乃恩人所救，快随老夫进部落，老夫要代表部落招待你们。哎，这小事一桩，我少主行侠仗义，天生助人为乐，有劳族长了。蓝水，快带恩人入内上座。灵种只对紫薇大帝有反应，难道说此地跟紫薇大帝有联系？恩人所言紫薇大帝，乃我族部落世代敬仰之人，我族先人也奉命在此镇守祖地。祖地？雪文姐姐，你的尾巴会不会此地也跟你们仙狐族有什么关系？很有可能，那29尾不受控制的情况极其罕见。有意思，看来此地必有机遇。这个部落怎么感觉这么亲切？楚尘，跟上来了。恩人们，我已吩咐族人为各位准备好了茶点，各位先稍作休息。族长，不用多做麻烦了。恩人，其实老夫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其实是我族玉牌一事，近来感觉玉牌灵力大不如前了。恩人神通广大，能否帮老夫看上一看？这玉牌仿佛与恩人有感应。恩人，这莫非这是朝渊战甲？没错。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吧，族长。见战甲如同见朝王，莫非贵族部落便是阳关战将一脉？正是，我阳关部落受紫薇大帝嘱托，奉命在此坚守边界。你认识楚天行吗？他是我3祖叔公。楚天行3叔公，按辈分，晚辈该叫您叔祖。楚尘成叔祖了，我是楚尘师傅，那你叫我什么？那该叫恩人师叔祖了。说到这块玉牌，我也有半块。叔祖，没错了，紫薇大帝赐予的玉牌，两者合2为1，即可领悟上乘功法。难道玉牌损坏无法拼成？让我来试试。潮汐真气出！这是蛇形诀，我顺便将玉牌上的符文补好了。恩人施展的功法
是紫薇大帝的功法。来人呐，快来拜见紫薇大帝传人！嘘，我家少主喜欢低调，你懂的。在下代表部落听候少主的调遣。话说蓝水的吊坠是从何而来？竟与七宝琉璃塔有反应？您说的吊坠乃我部落祖地中传出的物品。什么祖地？祖地在阳关部落创立之前便存在了，后被我部落族人改成祭奠朝元英雄的坟冢。带我去看看。请。此地便是祖地祭台了。主人，这个祭台有禁制。看来此地被人动过手脚。我族人尝试过各种方法重新开启祖地，但都无济于事。这个禁制也不怎么样嘛。少主，看我的。叔祖，万万不可！这大山倒下，那部落将无一幸免，全淹山石之下了。这么看来，硬闯是不可行的。让我看看吧，主人。寻龙阵。等等，可能有危险。还好少主及时拉住我，要是我贸然前行，恐怕得被这祭台戳成马蜂窝了。主人，这是紫薇大帝的冰晶阵法，传说这个阵法无人能破。你们在这等着，我去会会这个阵法。真气无法释放，有点意思。真力不可用，没说身法不能用吧？蛇形诀。少主，蛇形诀真是千变万化，请一定教我。得了得了，教。祖地被人设下禁制，此去危险重重。少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在上面等候您的好消息。二人，吊坠可保平安，祝你们凯旋。少主，此地阴风阵阵，乃是不祥之地。说人话。少主，有点冷。还有，这块祖地多年无法开启，大家还是小心点。许文，本王的血脉终于找到你了。你是什么东西？你醒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适？我感觉深处有东西在召唤我。不要担心，我一定护你周全。有你在，我也没那么害怕了。轩辕姑娘醒了就好，可把少主担心坏了。话说，你们都不冷的吗？我都感觉快要僵住了。比起幽冥界的极寒风暴，这个小意思了。不冷了吧，文雅？雪文姐最好了。小狐狸，我也冷。雪文姐，我也要。天狐的尾巴，你们摸不得。要什么要？都是你的错。雪文，我替你教训过了。少主，我冷。少主，难道在这极寒的魔力下，我觉醒了紫薇神火？果然天纵之姿。哈哈哈！有了这神火，这小小冰寒何惧之有？楚晨，你既然有了神火，就由你来打头阵吧。没问题，少主。救命！谁来救救我？救我！等等，这祖地已经很久没人进来过，这女的可能有问题。正好，就看我的神火大发神威吧！嘿，搞定！少主，您看我这神火与您的紫薇真火相比如何？终于来人了，我一定会好好的享用你们的。小心，楚晨！找死！
这神火还是少主给我的。祭祀神火，给我开！哇，她长得可真漂亮！你们不要被母蜘蛛骗了，她这次躲棺材里了。哎，主人，她醒过来了。天玄剑和紫薇地气竟然跟冰棺里的少女产生了一丝联系。哥哥，你终于来找我了。他好像在说什么，但这冰棺有特殊的封印，我听不到。他好像认识我。少主小心，不要被这个妖女迷惑了。你走开，这女孩能跟紫薇地气产生联系。哎呦，少主，也许是紫薇大帝封印的大恶之人，万万不可解开冰棺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大恶之人。哥哥。哥哥，小儿终于见到你了，万年了，你终于来找我了，哥哥。没事了，就当是大梦一场。你什么时候有个妹妹了？我怎么不知道？哼，梁大官人是不是该解释一下？小妹妹，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外貌很像，但气息和气质的确跟哥哥相差很远。你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是我把你从冰棺中救出来的。我也没让你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带我出去找到哥哥林轩。你是紫薇大帝林轩的妹妹？紫薇大帝已经在万年前战死了。不可能，哥哥神通冠绝天地，七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既然你不愿意说，我就打到你说出来。早知道就不把他放出来了。不用担心，这女人虽然实力强大，但战斗经验不足。梁希只是在让他。我只知道一点线索，这吊坠和七宝琉璃塔都可能跟大帝有关。是哥哥做起齐辽的鳞片，当初齐辽受了重伤，与我一起被哥哥封印在地下。自那以后就没见过他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为什么感应不到齐辽？难道他出事了？我的吊坠！齐辽，他身上怎么会缠着这么强的怨气？你们居然追到这里打扰主人的沉睡！主人赐予了我强大的力量，我要将你们全部吞噬，把你们变成主人的养料。手下败将，还不滚开！上次让你跑了，这次我可不会轻易放你走。玄珠网阵，少主，让我来！朝元剑意。你们也太小看我的玄珠网阵了。大家靠紧，别分散。真气护盾看来坚持不了多久。少主，梁希，我这玄珠网阵滋味如何？
看你这破网能否挡得住我祭祀神火！祭祀神火！我主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一无之力，万事无主！我还以为多大阵仗呢，原来只是花招啊！你好像开心的有点早了啊！齐良，看来万主之母又给我送吃的来了。齐良，你还记得我吗？你们都是我的牙祭，吞噬掉你们这一行人，我就能跨入天罚境了。怎么想是你的事儿，同不同意那就是我的事儿了。浮云接火术，我这万年的精神力，你挡得住吗？玄羽巨剑，宁！少主的精神力竟然如此高深莫测，直接重创了齐辽的精神世界。精神力这方面，我还真没怕过谁。齐辽在汇聚万兽的精神力。我万兽的精神力，任何境界在我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也不会例外。燃烧修为来跟我对拼，看来已经下定决心跟我死战了。我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会有多惨。都怪我为了得知哥哥的下落，害你们面对如此强悍的齐辽。紫薇大帝，用紫薇大帝来降服齐辽，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哎！林轩，你还活着？大胆齐辽，你竟敢攻击李想，还不跪下！林轩，万年来的每一刻，我都想杀了你！看来必须一战了。一上千剑！我败了，要杀要剐随意。齐辽是哥哥的坐骑，我想请你放过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杀林轩，杀林轩！你不用杀紫薇大帝，他万年前便身死了。你在救我！奇怪，七宝琉璃塔为何会跟齐辽的吊坠产生反应？林晓，快躲到我身后！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好人。这是哥哥的亲传弟子梁希。这齐辽怎么像失忆一般，前言不搭后语？都是那头蜘蛛搞的鬼。绿色金光唤醒齐辽的同时，也让他怨念变深了。我如何不能怨？我一心追随林轩，却被他困在此地万年之久。你根本不知道真相。林轩，我要随你共同应敌。你去了也只会成为累赘。七界大战不是闹着玩的。齐辽，这一战无论输赢，我都希望你和林晓活着，替我守护林晓。这吊坠关键时刻自可保你一命。林轩他，是我一直误会他了。齐辽，紫薇大帝说过，吊坠可以保命。我知道怎么救齐辽了，古一破。
门之力，聚合。少主这是要炼化吊坠？紫薇真火！保命吊坠竟然直接让濒死的齐辽幻化成齐辽蛋了。没错，齐辽身上的吊坠只有借助七宝琉璃塔才能发挥这一保命功效。齐辽，再让我帮你一把。这注入了紫薇地气的齐辽蛋，再复出的齐辽，精神力比先前还要强100倍。嘿，林晓干什么？对不住了，梁希。这七宝琉璃塔暂时还不能给你。抱歉了，梁希，七宝琉璃塔的底座可以助齐辽孵化，我不能把它给你。孵化齐辽并不只有这一个办法，我可以去寻其他宝物相助，合成七宝琉璃塔势在必行。这伊莲草可随心改变你的发色，在人界，伊莲草可以说是有市无价。我拿这个和你换，怎么样？换不换？这是奶果，是人界桑曲河畔独有的美食，你难道就不想尝一尝？哼！主人，我能不能吃一点呀？真好吃，还和以前一样美味，怎么吃也不够。嘿，太香了，给我一个啊！想吃啊？那你把底座给我。你得先给我尝尝，否则免谈。一共就这么多了，都给你了，够有诚意吧？味道也就这样嘛，没什么特别的。不快。梁希，你先冷静一下，我去和他谈谈。某些人刚见面就一口一个哥哥哥哥的叫着，现在拿到底座就翻脸不认人。哼，你说再多都是白费口舌，这底座拿什么我也不换。真的不换？说了不换就绝对不换。既然如此，这块记录紫薇大帝事迹的听风石，我可就留着自己收藏了。哥哥心怀七剑，梁希作为哥哥的传人，哥哥自然希望他能守好七剑，底座还是交给梁希更合适。咱们换换。齐辽还未孵化，这世间除了大帝，齐辽是你唯一的陪伴了。底座你就自己留着吧。这不冲突，梁希身上地气那么浓郁，齐辽蛋交给他孵化，百利而无一害。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孵化齐辽的。梁希已经找到了七宝琉璃塔的残缺部分，如今七宝琉璃塔融合完整，你立刻前往，务必将神兵带回。哼，我倒要看看这个梁希能有几分本事。小心，七宝琉璃塔还没被炼化认主。气绝鸿蒙，乾坤共生。紫薇真火，震！是万雷级。没想到少主炼化七宝琉璃塔时散发的地气，直接唤醒了尘封的万雷劫。避风珠、延明草，这些稀世灵宝千载难逢，这个洞穴中竟然有这么多。不愧是少主，气运加身，奇珍异宝都抢着归顺您。宝物认谁为主还不一定呢。秩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乖，这些宝物能者得之。你说的灵宝能者得之，我这叫天命所归。哼！啊，梁希，我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脉召唤，这附近说不定有什么秘宝机缘。
这是幽冥王族特有的指引暗纹，这里一定有幽冥王族的秘宝。我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地精国先辈的召唤气息。你们的召唤感都如此强烈吗？不是说我楚家分支在此，怎么我就没有感觉啊？或许是离得远，你才感知不深。不如我们分开，先去寻找各自的血脉之眼，如何？祖地已经万年没有开启，难保还有其他危险。如果实在找不到，也别勉强，我们还在这里汇合。你多加小心，有事及时联络我。怎么会没有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楚晨，我们先去其他地方了，你待会儿记得跟上。这祖地中一定还有什么朝元遗留。楚晨，你可是未来大帝手下第一战将，争口气啊！哎，就这里的能量波动与其他方向不一样，宝贝肯定在这里。魅龙之息。现在去找你的同伴。无足之息撑不了多久，得赶在血脉之力起始之前参悟这道神纹。我被困在这个囚禁之地万年了。终于有个像样的血脉之人了，待我夺了你的躯体，重现世间之日，便是这7界大乱之时。他居然在接受龙湖神纹的洗礼，哼，正好借你领良心出来。饵料准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了。这是哥哥留给我的，小鬼，你走开！你就别挣扎了，此宝一心归顺于我，你又何必横刀夺爱？你就从了他的心愿。少主，楚晨，快闪开！徐文小姐她，徐文小姐在前面的洞穴触发机关被困住了，现在情况不明。您快和我去救人吧！楚晨真力怎么会如此紊乱？在哪里？你快带我们去！上钩了，梁希，此行定叫你有来无回。哼，找到你了。少主，雪文小姐就被关在里面，我去看看怎么破解石门。你这手线有问题，肯定还有条大鱼在后面，你别管，一切交给我。哼，除了哥哥的事，其他的都与我无关。嘿，这形状和七宝琉璃塔一样，难道要七宝琉璃塔放进去才能打开石门？哦，我试试。哼，这七宝琉璃塔我就收下了。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万一触发了机关就糟了。嘿，少主，你看这能有什么机关？哼，多事的家伙。找到了，你说的还真对，是我多虑了。哼，少主，怎么了？我算了一卦，今天不宜破机关，我们下次再来。等我拿到七宝琉璃塔，一定要扒了你的皮！磨磨唧唧，既然你不想做，我就帮你做。嘿，我看你小子的状态就觉得不对劲。好好睡一觉吧。出来吧，我知道你躲在这里。我看你要躲到何时？好霸道的火焰，竟然能烧穿我的精神屏障！
时候东海龙族出了这么厉害的后生来，不如离开东海，转投我麾下。我倒是没见过有龙不当去摇尾乞怜当狗的。哼，我是混沌界的魑魅王，龙神也就仗着老龙皇的偏爱才压我一头。他能给你什么？钱财、地位、术法，我通通都能给你。你是龙神的妹妹？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侄儿良心，见过小姨。他什么时候生的孽种？哼，不过我倒要看看他死了个儿子会是什么反应。嘿，告诉我许文在哪儿？看在母后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次。哼，打赢我就告诉你，否则就乖乖交出你的性命和7宝琉璃塔。梁希，你又如何斩我？如何救你的女人？龙族藏书记载，魅龙离经叛道，修炼混沌界邪术，实为龙族之耻。果然所言不虚。我偏要修炼混沌界邪术，那样能力，我哪样不比他强？龙神的位置应该是我的。嘿，我力敌混沌，修罗王座，与我人界一方，不会与他比。找死！竟然能4龙族狂化！为了许文，侄儿也该拿出些本领了。哼，原来只是龙族外戚，4次狂化还比不上我的3次狂化。撼天柱，搅水晶，火烧麒麟，斡旋契机，玄摇百官，金龙行天。这小子是个什么怪物？7次狂化，这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早已觉醒龙皇血脉。真是可笑，以前老龙皇偏心他就算了，现在连你这个外戚都偏心，实在是糊涂。今日我便要让他知道，他选错了人。看你这被龙皇认可之人，如何承受1界之力的镇压。7宝琉璃塔，魅龙之身，杀了他！龙皇敕令，魅龙止歌，给我回去！没想到他认的一个外戚都可以召唤龙皇法身。哼！但任你天赋再强，见面之力没有了我的控制，你我将共同丧命于此。不过1界之力，我破给你看！这小子到底能变得多强？难道连看人的眼光我都不如他吗？我认为你很强，但你不适合统领龙族。哼，凭什么他适合？身为一族之长，更应该为全族的利益考虑。你为争夺龙神之位，修炼混沌界邪法，就已经是错了。龙神之位就该强者居之。按你所说，那么如今我才是龙神。啊！母后是龙神，不是因为她拥有的多，而是她计较的少。她为了龙族奉献了一生，你自问能做到吗？我输了，那头九尾狐就在里面，要杀要剐，随你便。念在你是我母后的妹妹份上，今日我就饶过你。希望你日后不会落在我手里。少主，我怎么感觉这么疲惫？就是你道心不稳，被魑魅王魅惑了，否则我还会在这里晃悠。哎呀，少主，我错了。放弃抵抗吧，你终究是我的。许文。
浩荡，炼狱本座，心魔乃书，冥冥堕无。何必负隅顽抗？多少人想与本王融为一体，成就至高境界。与你相融就是生死道消，我绝不会让你得逞。雪文，你敢伤害雪文，就要做好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少主，我们的剑招对他无用。你别浪费真力了。碧晨被囚禁在7界之外的虚无之地，他这道虚无神魂是靠着神游过来的，你们根本攻击不到他。林晓，你怎么还没死？你最好识相点，不要插手。你说不插手，我偏要插手，没人敢左右本小姐。这枚玉牌里记载的化神幽天术，可以通过龙湖的神魂找到虚无之地。哈哈哈，林晓，你也老糊涂了。这小子想要把化神幽天术修炼有成，至少得200年，而本王早就夺了他的肉身。雪文，这可是你出来的。一门术法而已，我要是想学，谁都拦不住。魂出天外，路远昭昭。不过是剥离神魂，又有何难？怎么可能？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就练成这门法术？就出金扒皮吧！七界在对面，看来已经脱离七界的范围，到了虚无之地。7界外的虚无之地，就算靠着化神幽天术也很难找到。是我小看你这个金仙了。放了雪文，我可以给你留全尸。想救下那头狐狸，除非你这小小金仙能打败我。我为了找到血脉本源，神游7界万年，神魂早已被锤炼成躯体哀枪。陆仙空域。哼，比拼精神力，我从没怕过谁。我之所向，皆我所化。你的精神力怎么会这么强？他的神魂强大无比，短时间内无法磨灭，只能拖延时间，先占据外面的身体。梁希，你对雪文做了什么？你感受到了？我即将占据他的身体，只要除掉你，我就可以救下他。我的分身将飞入人界、混沌界、修罗界、幽冥界遨游，分身不死，我则不灭。而再过数十息，我将彻底与他融合，你又能怎么办？他这一次全灭了！天元、天玄、七里琉璃、龙血，追敌！北门身边，这是龙王血脉，怎么会是见面之塔？过不去了！结束！看雪文，雪文应该没事了。紫薇大帝。弟子梁希见过师父。当年为了护住人界，本帝只能先把碧晨囚禁于此，没想到你解决了这个隐患。是师父教的好啊！我布置在天界的封印在不断被削弱，若是12神王全部苏醒，他们为了恢复全盛的实力，将会稀释各界本源。他们是要以7界为食？梁希，只有你才能对付12神王。为了不让12神王收割各界的生灵，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竟然一息间突破到了金仙4重，多谢师傅的大礼。定位青金塔同源的天界气息。战争神王，我也送你一份大礼。见过紫薇大帝。林轩，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别过来！梁溪到天界一游。梁溪，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以为没了龙湖的气息指引，你回不来了。太好了，少主终于回来了，担心死我了。夜魔受伤。不是，我也没事，只是体内的力量太强了，还需要时间适应。当然强啦，你现在已经是7剑中唯一的9尾龙狐。接下来就是把维亚和福蕊找回来，再搅乱混沌界后方，让他们首尾不顾，没办法针对人界。一切都听你安排，人界大英雄。我绝不会再让你落入今天这种险境。少主好一招釜底抽薪，只要能够让人界少点战争，不管刀山火海，我都会去。你与我哥哥命运纠缠，我会跟着你，直到见到哥哥为止。那就让混沌界看看我们的厉害。